顾青青。顾宁秀和沈氏两个人也都看呆了，从来没有想过顾青青居然能把楚老太气成这样。顾青青，你给我听好了，整个楚家都是老婆子我说了算，你三妹的亲事那也该由我做主。既然我给你三妹找了这门亲事，那你三妹今天就必须嫁给张麻子。我楚家的事从来轮不到旁人来指手画脚，更何况你一个已经嫁出去的外人，你有什么资格来我楚家说三道四？对，现在楚家当家做主的是我奶，楚家的事也是我奶说了算。顾青青，我奶既然把你三妹给嫁到了张家去了，那你三妹就老实点，早点嫁过去。怎么着，在我们楚家白吃白喝这么多年，还想一直赖下去不成？村里的人又是一阵议论纷纷的。这个楚家确实这些年都是楚老太在做主，那顾宁秀的亲事，楚老太要是真的一定要把顾宁秀嫁给张麻子的话，那顾宁秀怕也只能嫁过去。奶，这个楚家确实是你做主，但是我娘和三妹他们不是已经被您老给分出去了？既然都已经分了家了，那你怕是也管不了我三妹的亲事吧？再说了，我三妹姓顾不姓楚，你管你楚家人的事，关我三妹什么事？楚老太面色一变，这才想起来，那沈氏母女在几天前已经被他们楚家给单独分出去的事儿。娘，青青说的不错，我们母女已经被你从楚家分出去了。秀儿的亲事也该由我这个当娘的做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是不会把秀儿嫁给张麻子的。奶，既然已经分了家，那我三妹的亲事可就轮不到你这个外人来插手了。一句话气得楚老太差点没吐血了。张麻子也怒了，走过去一把就把楚老太给提了起来。这么说来，你是做不了那个顾宁秀的主了？我早知道就不把顾宁秀那母女几人给分出去了。现在好了，叫顾青青这个贱皮子给拿住了话头。听好了，你们楚家今天要是交不出人来，那就把银子退还给老子，要不然老子就把你们整个楚家都给砸了。尽管楚老太已经被那张麻子掐得气都快喘不过来了，可他仍然没有想把银子退给张麻子的意思。呸！顾青青，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你三妹就该嫁给张麻子，奶已经把你三妹嫁给张麻子了，她就是张麻子的人了。楚老太可是答应了楚红杏，卖了顾宁秀就给他打一套银的头面。这顾宁秀要是卖不出去，那他的头面岂不是也没了？不行，今天必须要把顾宁秀卖出去。张麻子问楚老太要人，楚红杏跑出来叫嚣，张麻子也就把目光落在了楚红杏身上。这位张爷，你不是想要人吗？我奶的孙女儿多着呢，我三妹的亲事我乃是做不了主，但是楚家还有那么多她的亲孙女儿，这些楚家人我奶可都是能做主的。张麻子上下打量着楚红杏，顾青青这话倒是提醒他了。楚老太的那些孙女儿可个个都比顾宁秀看着好生养啊，别的不说，就这跟前的楚红杏看着就不错，那胸那腰身还有那大屁股。你看什么看呀你？要嫁你的是那个顾宁秀，你看我做什么？要看你也该看顾宁秀去。张麻子却是满脸堆笑，松开了捏住楚老太脖子的肥手。你们楚家不想退银子也可以，那就把她嫁给老子。我不嫁你，我是不会嫁给你的。奶，你最疼红杏了，你不会把红杏嫁给他的，对不对？这张爷，您看您这话说的，我家红杏她怎么能配得上你呢？她不过就是个乡下的粗野丫头而已，您抬举她了。对，红杏这个丫头又粗又笨，她可配不上张爷你。老婆子我还有另外几个亲孙女儿，可都比红杏这丫头强。要不张爷你都看看，都怪顾青青那个小贱人。要不是顾青青那个贱蹄子回来坏事儿，又怎么会射出去一个亲孙女儿？行了，少废话，爷今天就看上她了，银子
我也不要了，现在我就要带他走。张麻子的眼珠子直勾勾的，越看越满意。楚红杏吓得抬脚就想跑，还是被张麻子给追上来，拦腰抱住了楚红杏。张麻子哈哈大笑：兄弟们，走了，回家。娘，救我！救我！你们快来救我呀！楚家人看着离开的花轿，这才反应过来，连忙跑出去追。大姐，奶他们还会把三姐卖给那个杀猪的吗？放心吧，你三姐是不会再被楚家人嫁给那个张麻子了。那个张麻子现在看上的是你四堂姐楚红杏，要嫁也是你堂姐嫁。青青啊，你说那个楚红杏不会真的就嫁给张麻子了吧？娘，管他呢，反正只要不是三妹嫁给那个张麻子就行了，你说对吗？沈氏一听这话，顿时就笑了。女婿啊，秀的事儿还多亏了你们大家帮忙，要不是你们大家，秀儿现在怕是已经被送上了那张家花轿了。娘，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哎呦，伯母，跟我们你还客气啥呀？往后要是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管吩咐就是。沈氏和顾宁秀这会儿身子都还很虚弱，于是顾青青又扶了他们两个人回屋去躺下。大姐，今天这事儿楚家那些人肯定不会就这么算了，他们会不会又来找我们算账啊？怕什么？那楚家人现在都自顾不暇了，哪还有闲工夫来管别的？青青，秀儿的担心也不是没道理，你奶他们肯定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呀。三妹娘，你们都别怕，一切有我和相公在呢。安抚了他娘和三妹几句之后，顾青青又往屋外走。楚七七跑过来跟上了顾青青。大姐，你去哪儿？做吃的去。昨天他娘和三妹他们吃肉明显都没吃够，今天早上他就多做点，1份青蒿炖肉，还有几个烤红薯，菜就算做好了。听说吃饭了，沈氏和顾宁秀也不需要顾青青再给他们送饭，而是跟着一起去了灶房那边吃。饭菜都好了，我们开饭吧。这顿饭由于肉多，大家都吃得很是满足。娘，想不到我们也有吃饱肉的这一天。七七以前都是看着奶和哥哥他们吃肉。娘，三妹，以后想吃肉咱们也能吃。真的吗？大姐，真的以后我们想吃肉也有肉吃吗？真的。大家吃饭的时候，顾青青就把顾宁秀的药给她煎在了锅里。他们吃完了饭，锅里的药也熬好了。顾青青把药端给她三妹，又简单的帮她娘查看了一下身子。检查过后，顾青青发现她娘沈氏身上的伤全部都是些皮外伤，只需要把徐明轩去镇上买回来的药膏给她娘涂抹到有伤口的地方就行。抹药需要把身上的衣服脱了才方便，所以顾青青扶了她娘和三妹回屋里去。楚家这边，楚老太和楚家人也终于将楚红杏给抢了回来。回来的时候，楚老太一路上都在骂骂咧咧，要不是顾青青那个小贱人，她又怎么会把到手的银子吐出去，更不会还倒赔了张麻子2两银子。楚红杏刚刚被吓住了，一路上都在哭哭啼啼。闭嘴，哭哭哭，一天就知道哭，也不嫌晦气。楚七七这小丫头在楚家做惯了粗活，回屋上药的时候，楚七七见大姐给她娘抹药，也学得像模像样的跑去给她三姐抹。三姐，疼吗？不疼。就在这时，外面的院子里传来一阵闹闹哄哄的声音。大姐，不会是奶和大伯父他们又来了吧？别怕，我出去看看。没想到顾青青一出去就看见那楚家人四仰八叉的倒了一地，而徐行和徐明轩两人此时则是一个人掐着楚老大的脖子，一个人踩在楚老二身上，另外剩下的楚家人都在地上翻滚乱叫。楚老太从地上爬起来之后就破口大骂：哎呦，作孽呀！杀人了！杀人了！你们两个天杀的玩意儿，都是断子绝孙的货！你要是再敢骂一句，那小爷我就在他的脸上划上一刀。你敢？你看我敢不敢？
别！这位小兄弟，大家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相公，五弟，嫂子，听说这家伙以前没少欺负你们，现在这家伙已经在我手上了，你说你想怎么收拾他？这个不是人的东西。走上前去，顾青青用力地踹了楚老二一脚。给小爷我老实点儿，信不信小爷我现在就用这个刀在你脸上狠狠地划上几刀？楚家人刚刚被徐明轩和徐行两个人都揍得不轻，现在都是一脸忌惮地看着他们，没人敢再往这边靠。顾宁秀那个贱，那个女人不是都已经被你们给救回去了吗？你们现在到底还要怎样？不怎么样，小爷我今天就是想要告诉你们，今后你们只要再敢动顾宁秀他们一根头发，那我就废掉你们一只手，要是敢碰他们一根手指头，小爷我就卸了你们一条胳膊。刚刚小爷说的话你们都听清楚了吗？清楚了，清楚了。那以后还敢吗？不敢了，不敢了。冷哼了一声，徐明轩一脚将楚老二踹飞，这边徐行也把手中的楚老大给扔了出去。对了，还有一件事忘了告诉你们了，看好了，这位是我三哥，我三哥是秀才，现在镇上的那位县令老爷可是我三哥多年的同窗好友，你们这些人要是再敢对我三哥的岳母他们下毒手，小爷我就去县衙报官去，到时候你们这些人作恶多端，全都是要下大狱的。楚家人连连点头称是。三哥，嫂子，我们走。看着徐行和徐明轩两个人走远之后，楚家人这才彻底松了口气。看见走过来的顾青青，楚七七立刻跑到顾青青跟前。大姐。顾青青看着倚靠在门框上的顾宁秀和沈氏，娘，这下你和三妹可以放心了，现在那楚家人应该不会再来找你们麻烦了。经过这次，顾青青料想那楚家人估计也不敢再来轻易招惹他娘和三妹他们了。大姐，楚家人当真不敢再来找我们的麻烦了？嘿嘿，楚家那群欺软怕硬的怂货，吓唬吓唬就老实了。虎弟说的不错，楚家人都是一群欺软怕硬的。经过今天这事儿，那群人有所忌惮，应该暂时是不会再来找你们麻烦了。解决了娘家的事儿，顾青青和徐行几个人也打算离开了。回去的时候，顾青青看着徐明轩，随口问了一句：虎弟，那镇上的县令老爷当真是相公多年的同窗好友？嘿嘿，当然是假的。这也能编？多个朋友多条路，我想那个县令老爷应该也不介意多认识一个朋友和兄弟。三哥，你说对吧？顾青青的嘴角也忍不住抽了抽。楚家的事儿就这样搞定了，顾青青也乐得轻松，直接省事儿。对了，五弟，你和相公怎么会突然跑去把那楚家人给揍了？嘿嘿，嫂子，那个楚家人以前那么欺负你和伯母他们，你觉得三哥这次来能轻易饶过他们吗？顾青青下意识去看了身边的徐行一眼。所以去揍人是你的主意？徐行没有说话。哼，嫂子，那楚家人以前那么欺负你们，我和三哥今天就只是去揍他们一顿，还算是便宜了他们呢。顾青青没想到揍楚家人的主意居然是徐行想出来的。几个人一路从楚家回去，还没走到徐家门口，远远的就看见一辆马车停在外面。这谁的马车啊？怎么会停在我们家门外？村里头很少能看见马车，乡下人一般都买不起，突然来了这种稀罕物，还吸引了不少村民过来围观。大家都在徐家的门外窃窃私语。相公，你认识那辆马车吗？徐行摇头。说话间，几个人也走到了徐家门口。哎，徐家哥，听说县令老爷都来你们家了，你还不赶紧回去看看呀？什么？县令老爷来了？嫂子，那个冒充县令老爷朋友这事儿不算犯法吧？应该没啥事吧？又不是冒充朝廷命官。徐明轩是一阵心虚啊，天地良心，他长这么大也就冒充过一次县令老爷朋友，不对，准确的来说是帮他三哥冒充的呀。怎么就才借用了县令老爷一次，就把真人给引过来了？
顾青青却见徐行大步往前走了过去。梁氏一直在堂屋门口张望，发现回来的徐行，哎呦，老三，你怎么才回来呀？县令老爷今天来了，说是来找你的。什么？县令老爷还真的来了？娘，县令老爷来找相公做什么呀？哦，县令老爷就说是来找老三的，其他的话一句也没多说。相对于梁氏，张氏和刘氏两个人，自从县令老爷来了之后，就一直在等着看热闹。特别是张氏，在张氏看来，肯定是徐行那个病鬼在外面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这才把县令老爷都给引过来。幸好他们早就从徐家分了出去，要不然那还不得被徐行那个病鬼给连累死呀。哼，最好徐行这次能被抓去坐牢下大狱。发现徐行从外面回来了，张氏和刘氏两个人也忙跟着到堂屋那边，打算去看一下徐行那个病鬼到底是做了什么犯法的事儿。只是让张氏和刘氏两个人没想到的是，徐行走进堂屋后，县令老爷一见徐行就笑了出来。哈哈，徐兄弟，你回来了。裴兄，怎么是你啊？徐兄弟，我今天冒昧登门打扰，你不会怪罪吧？门口的张氏和刘氏两个人见徐行和县令老爷称兄道弟，都看得一脸发懵，就连梁氏和顾青青两个人也有点诧异。徐明轩在旁边挠着后脑勺：娘，三哥真的和那县令老爷认识吗？这事儿娘也不知道啊，没听你三哥提起过呀。徐兄弟，上次一别算算时间，你我二人应该也快3年没见了吧？裴兄，你怎么突然来这当县令了？原本我是在清河县当县令的，上个月接到京城来的圣旨，才被皇上调到这边来。我和徐兄弟你几年没见了，过来之后本想着早点过来登门拜访，只是出来这边衙门里的事务繁忙，也不得空，就没来了。不过这2天忙完了衙门的事务，总算是有时间来见你了。娘，三哥真的和那县令老爷认识啊？徐行和县令老爷在屋里头叙旧，梁氏知道县令老爷过来是拜访徐行的，这下悬着的一颗心也终于放了下来，只要不是什么坏事就好。徐明轩觉得神了，他不过随口胡诌了一句，没想到那县令老爷还当真是他三哥认识的。张氏和刘氏两个人怎么都想不到徐行那个病鬼竟然还和县令老爷是旧相识，这下好了，得，徐行不仅没事儿，还竟然让那个病鬼攀上了县令老爷那颗高枝儿。好戏没看成，倒是看了一出二人好兄弟叙旧。看到这儿，张氏黑着脸扭头就走。张氏走后不久，刘氏也跟着悄悄地离开了。顾青青看着徐行和县令老爷叙旧，听着他们两个人交谈，看样子这位县令老爷应该还真是徐行在学堂读书的时候认识的同窗好友。徐兄弟，不知道你如今的身子可好些了？有劳裴兄记挂，我一切都好。哎呀，原本你我二人是要一同赶去参加会试的，要不是当年徐兄弟你身子突然病重，说不定你我二人现在都已经同朝为官了。徐行没有说话。当初徐兄弟你可是我们书院学业最好的一个，乡试的时候你还是以第1名的成绩考中的秀才，就连我那时的乡试成绩都排在徐兄弟你后面几名呢。前几天我去拜访我们的授业恩师严夫子，他还在跟我提起你呢。严夫子也一直对你当年错过会试的事情感到很是可惜。徐兄弟，严夫子那天还说你是他这几10年来遇到的第2个学习天赋极高的人，而第1个现在已经位极人臣了。听到这儿，顾青青也是大吃了一惊。五弟，相公的学业真有那么好？三哥当年考秀才的时候1次就考中了，村里头不少人考秀才都是考了好几次才考中的，甚至有些考了几10年头发都白了，说不定连个秀才都捞不到。老三考中秀才之后，不仅咱们徐家的田耕和税赋都被官府给免了，老三每个月还能去县衙领取20斤大米呢。啥？三弟还能每个月去衙门领20斤粮食啊？娘，
这事咋没听你说过？哼，家里的事儿，你和你媳妇儿什么时候关心过？要不是老三每个月能去衙门领上20斤粮食回来，你以为咱们家每个月都能吃好几次白米饭？被梁氏一顿训斥，徐长福也讪讪地闭了嘴。几个人正说话，徐行就和那个县令老爷从堂屋里一道走出来。这位就是弟妹吧？青青，快来见过裴大哥。裴大哥。哎呀，弟妹不必多礼，我和徐兄弟相交多年，徐兄弟叫我大哥，往后你也随着徐兄弟一道叫我大哥即可。送走了县令老爷，屋里还有一些礼品在，都是裴远修拿过来的。除了给徐行准备的礼物，裴远修还给徐行的爹娘也准备了礼物。张氏本来就在屋里黑着脸，结果徐长福回来还告诉张氏：哎，你知道吗？刚刚我听咱娘说，三弟这几年每个月都能去官府领20斤大米回来呢。什么？老三能去官府领大米？切，笑话！就算那个县令老爷和老三是同学，在学堂读过几年书，也不可能衙门每个月都让老三去领大米吧？真要是这样，那书院和县令老爷一起读过书的人多了去了，难不成每个人都能去衙门拿大米回来？不是的，这事和县令老爷没有关系。你听我说，事情是这样的，娘说老三当年考中了秀才，官府不仅免了咱们徐家的田耕赋税，更是每个月还有20斤白花花的大米补贴老三呢。竟还有这等事儿？我也是刚才听娘说的。你说你啊，你有什么用啊？老三那个病鬼都能攀上县令老爷，你呢？一个月也不见得能挣2个铜子回来。嘿，老娘当初是瞎了眼了，怎么就嫁了你这么个不中用的废物？老三和县令老爷是同窗，我又没有读书考科举，我咋能攀上县令老爷啊？你有本事，那你去攀啊！你懒得再搭理张氏，徐长福走了出去，留下张氏一个人在屋里头，气得浑身发抖。徐行他们在屋里毛笔，没想到县令老爷竟然给徐行送来了笔墨纸砚。顾青青打量着盒子中的东西，县令老爷送给徐行这些东西全都是上好的货色，就盒子里的那支笔看起来就很名贵，笔身光滑干净，而笔毛则软硬适中，没有杂质。除了这个盒子里的这些笔墨纸砚，县令老爷还给徐行留下了几本书。相公，这几本都是些什么书啊？徐行却想到了裴远修离开前问他的话。徐兄弟，开春后明年的2月底又是3年一次的会试啊，严夫子一直觉得你错失了会试很是可惜，你当真不考虑再去考一次吗？徐行半天没有回他的话。相公，你在想什么呢？这几本都是和会试相关的书籍，是裴大哥在京城的时候买的。那你有想过再去参加会试吗？徐行还没回答小媳妇儿，屋外刘氏就敲门进来。哟，三哥嫂子，你们都在呀。刘氏走进屋后不请自坐，捡了徐行对面的位置，就在顾青青的旁边坐了下来。哎呀，三哥，当初我一来徐家，我就看三哥你是个有本事的，果然我没看走眼，没想到你竟然还认识县令老爷这样的一位贵人呢。三哥，俗话说得好，自家兄弟不帮衬，帮衬谁呀？你既然和县令老爷认识，正巧我娘家的大哥也是位读书人，不妨你去和县令老爷跟前说道，让县令老爷随便在衙门给娘家大哥找一个什么差事来做。哎呀，三哥，我娘家大哥也是从小饱读诗书，肚子里是有墨水的文化人。你说他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去衙门找个差事来做，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吧？我看衙门师爷那个差事还凑合，要不三哥你去县令老爷跟前说道，让他给我娘家那位大哥安排一个师爷的差事。哎，这虽然师爷这差事儿也不算啥好差事儿，可我大哥如今年纪大了，就想找个安稳点的事情来做，不然就凭我大哥去考科举，等他考中了，那不至少也得弄个县令来当的，你说是吧？真是见过脸皮厚的，
却没见过脸皮厚成刘氏这样的。三哥，你看，咱们都是一家人，我娘家大哥那也是你大哥，帮一下自己大哥，那不是应该的吗？弟妹，我一介布衣，可插手不了衙门的事务。三哥，你这话什么意思呀？徐行的面上依旧没有什么表情。既然弟妹你大哥去考科举，至少也能弄个县令来当，那又何必再去衙门当个师爷呢？刘氏被噎了一句，他大哥要是真能考中县令那就好了，哪还需要他现在巴巴的跑到这儿来，开口找徐行这个病老鬼帮忙。弟妹，你不让你大哥去参加科举，难不成是你不信你大哥自己能考中？笑话，我大哥他怎么会考不中？就凭我大哥读了20多年的书，别说县令了，说不定还能考个知府大人回来。那不就得了？既然弟妹你大哥那么有本事，连知府都能考中，那就自己去考好了，何必去求别人帮忙呢？你说对吧？刘氏又被噎了一句，冷哼了一声，黑着脸。刘氏气得起身就往外走。呸！我就是认识县令老爷嘛，这有什么大不了的？谁稀罕呢？呸！想到刘氏刚刚离开的时候，那气得黑的不能再黑的脸色，顾青青忍不住在屋里头偷笑着。楚家的问题虽然是解决了，但是他娘和三妹他们生存的问题没解决。那楚家人把他娘和三妹他们分出来的时候，那可是1粒米都没有给他们，没有吃的那可不行啊。之前顾青青让徐明轩去帮他娘他们买了一点粮食回来，但是那点粮食并不能管太久，那点吃的最多只够他娘和妹妹吃2、3天的，所以顾青青还得要再给他娘和三妹他们买点吃的送去才行。明天顾青青就打算去镇上买点大米和面粉啥的，给他娘和妹妹们送过去。顾青青把这事儿跟徐行说了。明天我再陪你回一趟娘家。那你镇上的差事怎么办？明天到了镇上，我先去鸿运楼一趟，跟管事的说一声就行。顾青青暗忖，那楚家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有徐行同他一起回去也好。另外明天他要买的东西不少，有徐行陪着他一起回娘家，那这些东西也就有人帮他一起拿了。今天要去镇上给他娘和三妹他们买粮食和吃的。吃过早饭之后，顾青青就和徐行2个人一道去了镇上。徐行要去鸿运楼，顾青青就在外面等他。很快徐行就从鸿运楼里出来。见到管事了吗？走吧，我们去买东西。跟着徐行，大米买了20斤，糙米买了20斤，精面和粗面顾青青加起来买了30斤，还有半篮子鸡蛋。看了看，觉得这些东西差不多了，也够他娘和三妹他们吃上一段时间了。忌惮着徐行和徐明轩2人，楚家人现在也不敢再明目张胆地欺负沈氏和顾宁秀母女，但楚红杏却还像之前一样，身上衣服脏了全部都端来叫顾宁秀母女帮她洗。顾宁秀，别以为分了家了就什么活都不用干了，我告诉你，就算是分了家，你们还是要多给我干活。我这盆衣服你赶紧的给我拿出去洗了，要是洗不干净，你看我怎么收拾你。顾宁秀瞪着楚红杏，瞪什么瞪？耳朵聋了是不是？听不见我叫你去把衣服给我洗了？看着顾宁秀那张长得和顾青青有几分像的小脸，楚红杏扬起手对准了顾宁秀的小脸。就在这时，突然一只手从身后捏住了她的手腕，楚红杏下意识地往后看。顾青青，你这个小……半边脸火辣辣的疼，还没等她反应过来，顾青青又是一巴掌重重地打了下来，连续被顾青青打了2巴掌，楚红杏整个人都懵逼了。记住了，你下次要是再敢对我三妹动手，你打她1巴掌，我就打你2巴掌；你打她2巴掌，我就揍得你满地找牙。你再次要破口大骂，却在下一瞬看见了顾青青身边的徐行。看着盆子里的那些衣服，顾青青上前去就直接将盆里的衣服踹翻在地。顾青青，你敢！看见顾青青将那些衣服踹翻在地，
楚红杏还来不及心疼，就见顾青青将其中一件最新的衣服捡起来，两手用力一扯，就被撕成了2半。顾青青，你这个小贱人，我和你拼了！但是他手还没碰到顾青青，就被身后的徐行扣住了手腕，反剪住双手，动弹不得。顾青青又继续当着楚红杏的面，一件一件地将地上的衣服捡起来，全部都给他撕成了碎片。楚红杏看着满地的碎片，她的衣服啊！记住了，今后你要是再敢让我娘和三妹帮你洗一件衣服，我就会把你的所有衣服全部像今天这样一件不剩的都撕成碎片。楚红杏瞪着顾青青，想杀人的心都有了。滚！楚红杏重重地摔在地上，尽管不甘心，楚红杏还是爬起来后没敢再叫嚣着去找茬儿。三妹，今天过后应该再也不敢来找你帮她洗衣服了。大姐，大姐夫。徐行看着小丫头，略略点点头。对了，昨天我和相公他们离开之后，那些楚家人可有再来找过你们麻烦？就今天那个楚红杏来过，她端了一盘衣服过来，让我给她洗干净。三妹，既然现在你们已经从楚家分出去了，那楚家的事也和你们没有关系了。往后不管那个楚红杏再来叫你帮她做什么，你只管全都别去帮她做。还有，那个楚红杏要是再敢掐你，你就打回去，别就知道老实的站着让她欺负。二人正说着，沈氏就从屋里走了出来。青青，女婿，你们来了。娘，你怎么起来了？顾青青今天主要是来给他娘和三妹他们来送吃的，收拾那个楚红杏。顾青青和徐行都把手中拿的东西放在了地上。这会儿顾青青又忙去把地上的东西捡了起来。沈氏见顾青青两个人大包小包拿了不少的东西过来。青青，你和女婿拿的这些是什么呀？我们进屋里去说。把吃的全部拿到他娘和三妹他们的房。我和相公给你们买了一点粮食过来，这些大米和面粉你们先吃着，等你们吃完了我再给你们买来。这……看到桌上的大米和精面，沈氏和顾宁秀两个人也是吃惊的话都说不出来了。娘，还有这个，这里面是我给你和三妹他们买来的鸡蛋，你和三妹的身子都不好，吃点鸡蛋也好补补营养。还有七七也是，七七年纪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也是需要吃一点有营养的东西。这半篮子鸡蛋你们也是先吃着，好好把身子补一补。那楚家人都不是东西，我给你们拿来这些吃的，你们咬藏好了，特别是鸡蛋和白米，一定不要让楚家人看见。青青啊，你怎么和女婿一起给娘买了这么多的好东西来？大姐，是呀，你和姐夫怎么给我们拿了这么多好东西来？娘，三妹，这些东西我既然给你们拿来了，你们就只管吃就是了。再说你们身子都弱，总不能只吃糙米和粗面吧？娘，青青说的对，这些东西我们拿来了，你们啊就只管吃就是了。徐行都这么说了，沈氏也没有再说什么。徐行又帮忙把这些粮食全都搬去了沈氏和顾宁秀他们住的那间屋子里。徐行把东西搬过去之后放下，也没多留，立刻就走了出去。青青，你给娘买这些东西来，花了不少钱吧？孩子，你对娘好，娘知道。可如今你和女婿成亲了，你们小夫妻二人需要用银子的地方还多着，平时有钱省着一点花。还有，虽然这次你给娘买了这么多的东西过来，女婿他没说什么，不过这一次还好，要是次数多了，女婿难免会有别的想法。这往后你也就别再多浪费银子给娘买这些金贵的东西了啊。娘，你就放心吧，我有分寸。这次顾青青来，还把上次徐行给她用的剩下的药膏给她三妹顾宁秀也一起拿来了。顾宁秀挖了一点儿抹在身上，当即面上一洗。大姐，这个药膏是什么药膏啊？怎么用着这么舒服？这药膏是相公给我的，我用着好，还剩下一半，想着给你用刚好，
就给你拿了过来。原来是大姐夫给姐姐的。沈氏的身子弱，坐了一会儿之后就觉得乏了。顾青青扶着她娘去床上躺着。送完东西之后，顾青青也打算和徐行2个人一道回去。离开之前，顾青青还给了20个铜板。沈氏原本是不想要的，顾青青让沈氏拿着，沈氏这才收下。顾青青和徐行2个人离开之后，想到虽然现在他娘和三妹他们的问题暂时是解决了，但是他娘和三妹2个人在楚家长期住下去，怕是也不行的。虽然那个楚家人现在有所忌惮，但是并不能就保证楚家人真的就不敢再来找他娘和2个妹妹的麻烦。他娘和2个妹妹住在楚家，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等他再多赚点银子吧，手上的钱够多了，他就另外找一个住的地方，帮他娘和2个妹妹一起从楚家搬出去。回到徐家，顾青青将裙子撩起来，低头看着自己的一双小腿，光滑白皙，干干净净的，什么瑕疵都没有。便上一洗，看来她明天就可以去镇上卖她的药膏了。顾青青暗自欣喜，要是将这个药膏卖出去，那她就可以多一笔收入了。看见徐行，相公，你可知镇上最大的药铺是什么药铺？老三媳妇儿，你们在吗？娘过来了。他刚出来就看见一个老妇和一个孩子，原来是来找他看病的。有徐行在，顾青青给老妇说完方子，徐行也在一旁帮他把药方写好。听说老妇是一个人带着孙子艰难度日，顾青青也就没有收老妇的诊脉钱。送走老妇，顾青青将一包白色的粉末拿出来，这是苏打粉，在古代没有这个东西。这包苏打粉是顾青青自己做的，除了小苏打，顾青青还准备了盐和一些黄色的粉末。青青，你在做什么呀？等我做好你就知道了。忙活了一阵之后，顾青青见盆里的东西全部都搅拌成膏状物之后，觉得差不多了，又去找了3-2个小罐子，分别将她做的牙膏放入其中。有了这个牙膏，那她以后就再也不用那盐来漱口了。这是牙膏？相公认识这个？哎，三嫂，这东西不仅三哥认识，我也认识。徐明轩不知道从哪儿钻了出来，顾青青又是一阵吃惊。难不成这儿的人还见过牙膏？只是三嫂，这东西镇上就只有济安堂才有卖的，除了济安堂，别的地方都没有。我听说这个牙膏啊，是陆夫人做出来的东西，除了陆夫人，别人都不会做，所以就济安堂才有牙膏卖，别的地方都没有。陆夫人？对啊，说起来陆夫人还算是一位神医呢。听说京城凤王府的小姐当年被毁了容，京城的御医全都束手无策，可最后居然被那个陆夫人给治好了。徐明轩还在讲那位陆夫人的事儿，顾青青却没有再听进去别的。她此刻头中都是那位陆夫人也会做这种牙膏。虽然在古代古人也会做牙膏，但是古代人做的牙膏和顾青青这种完全不一样。五弟说陆夫人也会做这种牙膏，难不成那位陆夫人也是从现代穿越过来的？顾青青觉得不可能啊，随即又想到她自己都是穿越过来的，那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看来要是她猜得不错的话，那位陆夫人10有8九应该也和她一样，都是从现代穿越来的。顾青青想找机会见一下那个陆夫人。五弟，那位济安堂的陆夫人也是住在镇上吗？三嫂，你问这个做什么？我想去见见那位陆夫人。徐明轩听了之后差点没被呛住。怎么了？难不成那位陆夫人有什么不能见的？青青，那位陆夫人并不住在镇上。嗨，岂止是没住在镇上啊！三嫂，那位陆夫人可是当今的侯爷夫人，别说你了，就连那镇上的县令老爷都不可能有机会见到她。算了，这话当他没说。哎，三嫂，这个牙膏济安堂卖的可不便宜呢，那镇上的有钱人都买这个牙膏来漱口。我听说济安堂1年就卖这个牙膏都赚了不少银子呢。既然你也会做这个牙膏，不如你也拿来卖呀。顾青青心念一动，真的要是就只有济安堂卖这个牙膏的话，
那他把这个牙膏拿去镇上卖也不是不可以呀，说不定还又能再帮他赚上一笔。反正他明天也要去镇上卖他调配的祛疤膏，正好可以一起拿去试试。那你们可知道镇上最大的药铺是哪家药铺？当然是济安堂啊。济安堂不能选，他要问的是除了济安堂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最大的药铺。那就是回春堂了。回春堂，行，就它了。镇上有一家叫做保和堂的药铺，虽然他在镇上的店铺没有回春堂开得大，但是听闻这家药铺的掌柜是京城来的。除了这边镇上，他在别的地方也有不少的药铺和生意。三哥，你咋知道这么多啊？我也是几年前听闻书院和我一起读书的一个好友说的。是县令老爷告诉你的？不是。这么说来，这保安堂的生意才是做的最大的了。这保和堂的生意做得大，那他要是去保和堂将药膏卖了出去，同样的拿到的利润也会更大呀。那他明天就去保和堂试试看。这个牙膏顾青青做了3罐，除了明天要拿1罐去镇上卖之外，还剩下2罐。顾青青打算留1罐他和徐行2个人用，另外1罐就送给婆母梁氏他们用。哎呦，老三媳妇儿，没想到你竟然也会做这个牙膏。没想到啊，娘都离开京城这么多年了，居然还能再一次见到牙膏这种稀罕物。娘，这管牙膏你们就拿着先去用，用完了要是不够，我再另外给你们做。梁氏连连点头说好。徐明轩还从来就没有用过这个东西，忍不住想试一下。漱完口，徐明轩跑过来：三嫂，难怪那镇上的有钱人都爱用这个东西，这牙膏用起来确实比我们平时用的盐要好用多了。嘿，这牙膏要是不好用，那京城那些达官显贵就不会用了。嘿嘿，也是哈。梁氏今天磨了豆花，先是给徐长福他们送了过去，后又给徐行和顾青青也送过1碗来。看着梁氏送过来的豆花，顾青青不禁想起来她在现代曾经吃过的毛血旺。娘，村里朱屠户家有猪血卖吗？老三媳妇儿，你问这个做什么呀？三嫂，村里的人基本都不吃猪血，那东西不好吃，也不好卖。平时咱们村的朱屠户家里的猪血都是半卖半送的。可不是嘛，这东西啊腥气，还一点油水都没有，就算是卖的便宜都没啥人吃。你想吃猪血？顾青青确实是想吃了。老三媳妇儿，这东西啊便宜，2、3个铜板就能买1大盆。你要真想吃这个，改天娘去跟朱屠户说一声，让他给我留1盘。晚上吃过饭，顾青青刚回屋，徐行就停下来看着他。青青，你怎么会知道牙膏制作的法子？要是我说这是我自己瞎琢磨出来的，你信吗？徐行没有说话，顾青青也不知道徐行信没信他。不过好在徐行问了1次之后，也就没有再继续问他，于是这件事儿就这么过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顾青青没想到徐行现在是胆子越来越大了，也不问问他同不同意，刚上来就直接抱着他。徐行理所当然地说他冷，还说抱着暖和。又来，上次徐行就是用这个借口。他冷是吧？顾青青决定明天就去镇上买1床被子回来，到时候2床被子，徐行总不能再说他冷吧。第2天要去镇上卖药膏，顾青青早上也起来得早。徐行去镇上的红玉楼做事儿，顾青青也跟着徐行一起去镇上。本来徐行说要陪着他一起去保和堂的，顾青青说不用了，他自己1个人去就可以。于是徐行嘱咐他自己要小心点，这才离开。徐行走后，顾青青根据徐行说的位置，很顺利就找到了保和堂。这会儿药铺里有几个人正在抓药，顾青青看了下，没看见药铺的管事儿和掌柜的，就只见有3个伙计在忙着抓药收钱。于是顾青青走过去，说明了自己的来意。走，赶紧走啊！我们掌柜可不是什么人都见的，要是你不是来抓药的，赶紧走啊！可别在这挡着我们做生意。这个狗眼看人低的家伙。伙计见顾青青还没走，看见顾青青手上的银子，眼睛都直了。要是你能想法子帮我见到你们掌柜的，
那这2银子就是你的了。小娘子，不瞒你说啊，这药铺的掌柜就连我们想见都见不到。你小的来这药铺快3年了，一次也没看到过掌柜的。不过要是你有事找我们管事的也是一样的，不如我去帮你，叫我们管事的过来见你，你看如何？见不到掌柜的，那见到管事的也行。顾青青思考了片刻后点了点头。伙计见顾青青答应，当下忙迫不及待的就要去拿顾青青手中的银子。既然你不能帮我见到你们掌柜的，那这2银子也就不能给你了。伙计一听顾青青这话，当即脸色一变。虽然这2银子不能给你，但是你要是能帮我见到你们管事的，那这半吊钱就是你的。这么说来，小娘子你是没有诚意想见我们管事的了。我答应的是你帮我见到你们的掌柜，那我就给你1两银子。但是你现在不能帮我，那我就给你半吊钱，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吧。小娘子，要是你真想见我们管事的，那就把刚才那2两银子给我，要不然我可就送客了。那行，既然这送上门的银子你都不要。哎，小娘子，你等等，咱们有话好好说嘛。小娘子，那我们可先说好了，我帮你见到我们管事，你就把你手中那半吊钱给我。没问题。现在先给那个伙计1半的铜钱，等他见到管事之后出来再给他另外1半。伙计尽管有些不乐意，却也还是拿了顾青青给他的1半铜板后，跑去帮他找管事了。顾青青坐在外面等着，一会儿后伙计从内堂返了回来。你们管事呢？本来我们管事的也不是轻易见人的嘛，不过在我帮你费了一番口舌之后，我们管事也答应见你了。我们管事的在2楼，你跟我来，我现在就带你过去见他。跟着管事往楼上走，伙计在最右边那间屋子的门口停了下来，用手扣了扣门。小娘子，我们管事的就在里面，进来。顾青青走进去，跟前的男人不仅年轻，还长得朗眉星目，仪表堂堂。难不成这么年轻的管事是这家药铺掌柜的亲儿子？要不然怎么会看着这么年轻就来这个药铺做了管事呢？是你要见我？顾青青点头。不知姑娘你来找我是有何事？管事的，不瞒你说，我今天来贵药铺是来找你谈生意的。你是来和我谈生意的？管事的，你看这个。这是什么？这是我自己调配的除去疤痕的药膏，要是将它抹在身上，不管你身上有什么疤痕都可以去除。是吗？你要是不相信我这个药膏有用，那你可以先去叫人试一试，等你亲自验证过了，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了。这么说来，你拿来的这个药膏当真能去除身上的疤痕？要是身上的疤痕不严重，抹上这个药膏之后，大概3、2天就能把身上的疤痕去掉。说是身上的疤痕严重点儿，最多也就用上一段时间，身上的疤痕也就不见了。男人将手中的药膏闻了闻。管事的，俗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管是谁，只要是脸上不小心留了疤痕，肯定都想去掉。我这个药膏正好有去除疤痕的效果，要是贵药铺买下我这个药膏的配方，到时候肯定会有不少人来买这个药膏，你说是吧？姑娘，你这个药膏真要是有你说的这个作用，那我们这个药铺倒是可以买下你的配方。只不过空口无凭，在我不确定你这个药膏是不是真的有你说的效果之前，我是不会买的。那行，就按照管事的你说的吧。药膏的生意暂时是谈完了，顾青青还有另外一个生意没谈。怎么，莫非姑娘你还有生意要跟我谈？男人不过是随口问了那么一句，却没想到跟前的女子还当真有别的生意要和他谈。只见顾青青把手中还剩下的那个罐子放到了他的跟前，当看清楚罐子里面的东西的时候，这不是那个季安堂卖的牙膏吗？管事的，你可说错了，这可不是季安堂的牙膏，而是我亲手做的。你做的？顾青青点头，这个牙膏确实是我做的，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我做的牙膏应该还是和季安堂有所区别。你这药膏里似乎有一股草药的味道。不错，这个牙膏里确实有草药的味道，我做的时候特意在里面加了我一早磨成粉末的药粉在其中。
男人再次盯着手中的牙膏，若有所思。管事的，不知你现在可信了我说的？这牙膏要真是姑娘你做的，那本公子就要了。太好了。不知这牙膏的配方，姑娘你打算如何卖？顾青青用手比了一个数字，300两，3000两，3成，我要3成的红利。顾青青在来之前就想好了，就拿3成的红利。男人没想到顾青青会要红利不要银子。本公子可以多给你一些银子，买下你这个秘方，不妨你说说看，大概需要多少银子你才肯卖？我只要红利。男人没有说话。管事的，我听说这牙膏天下的药铺就只有季安堂在卖，而季安堂一年大概能因为它赚多少银子？你也是开药铺的，我想你大概比我有数。男人盯着顾青青，没想到跟前这个小农女不仅从容淡定，还是个有勇有谋的嘛。看来跟前的这个男人应该是被他刚刚的话给说动了。顾青青坚持只要3成的红利，跟前的男人在同他耗了一番之后，行，本公子可以给你3成的红利，但是这件事我还要同我大哥商量一下。这样吧，你等我明天再给你答复。你大哥？我大哥是这家药铺的掌柜，红利这件事我还要去同他说一声。明天早上你再过来一趟，到时候我们就把合约给签了。男人这样说，顾青青只得第2天再跑一趟。离开之前，顾青青还是把剩下的1半铜板给了那个药铺伙计。接下来顾青青决定去买一床棉被，要不然徐醒那个男人一到晚上就过来抱她。今天他再买一床棉被回去，有了厚厚的被子，那徐醒总不能再借口冷了吧。一床棉被差不多花了顾青青半吊钱。顾青青刚回到家，梁氏就立刻满面欢喜地走上来。老三媳妇儿，你回来啦？你和老三晚上冷？娘，天冷了，我就去镇上买了一床棉花回来。老三媳妇儿，你昨个不是说想吃猪血吗？娘今天就去给那个猪屠户说了，没想到他家儿媳妇一听说是你要猪血，当即就送了你一盘。这不，娘已经给你拿回来了，你随娘过来看看。顾青青没想到他昨个就随口提了一句，梁氏还真的就去帮他买了猪血。上次啊，你治好了那老朱家的大孙子，朱屠户一家对你很感激，还说下次你要是再想吃猪血，只要说一声，他们就给你送过来。朱屠户的儿媳上次就来过，好好的谢过他了，他怎么好再白拿别人的东西？朱家的好意，顾青青心领了。顾青青跟着梁氏走到他们的房，果然看见满满一大盆猪血放在地上。哦，对了，老三媳妇儿啊，你的那个牙膏拿去镇上的药铺卖出去了吗？算是卖出去了吧。哦，这话怎么说？今天我去药铺，就只看到药铺的管事，掌柜的不在，管事也做不了主。他说要把这事儿给掌柜的说一声，让我明天再去一趟。梁氏了然了。晚上顾青青煮了一锅麻辣滚烫的猪血，将做好的猪血给梁氏他们送了满满的一大碗过去。本来这梁氏他们都不吃猪血，看见顾青青做的香，忍不住尝了一口。真好吃。嫂子，你这个猪血怎么做的这么好吃啊？对啊，老三媳妇儿，你这个猪血是咋做的呀？怎么做出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还这么好吃？娘，这猪血我今天做的多，有半锅呢。你们要是喜欢，那我再去盛一碗给你们送过来。好啊好啊。于是顾青青又回屋去给梁氏他们盛了满满的一大碗。听见顾青青和梁氏他们在吃猪血，刘氏一脸不屑地路过。猪血可是狗都不吃的东西，吃猪血怕不是脑子有病。送了猪血回来，顾青青自己也盛了一碗，端去桌上。相公，你尝尝看。徐行本来是不吃猪血的，见媳妇儿都送到他跟前了，徐行还是张嘴吃了。怎么样，好吃吗？青青，这猪血是不是觉得很好吃？徐行嗯了一声。
今天顾青青在镇上买了一床棉被，棉花厚厚实实，新棉被铺在床上又软又暖。你今天买了棉花？对啊，你不是说你冷吗？我现在多买了一床棉花回来，你今天晚上应该不会冷了。徐行熄了灯之后，刚躺下就又过来抱着他。你还冷？不冷。不冷？那你来抱我做什么？青青，抱习惯了，不抱睡不着。晚上又被徐行抱着睡了一夜。顾青青早上从徐行怀里爬起来。你说，以前你是不是趁着我睡着的时候来抱过我？有吗？什么时候啊？昨天那个药铺的管事说好的，顾青青今天一早就去药铺。由于管事昨天吩咐过，所以顾青青今天很顺利的就跟着伙计上了2楼。哈哈，姑娘，我大哥不在药铺，昨天我已经和他说过了牙膏的事了，他让我今天在你来了之后就带你去见他。不在药铺，那他在哪儿？哼，你随我来就知道了。两人一道走出了药铺，外面早就有一辆马车在等着。顾青青上去之后，男人也没有坐上来，好像是另外坐了一辆马车。很快，马车就在一处宅子外停了下来。男人扣了扣门之后，很快就有家丁出来，把宅子的大门打开。顾青青跟着男人往里走。徐行不是说这家药铺的掌柜的生意做得大，又是从京城来的，为何他住的地方看起来却如此简陋？男人在一间屋子的门口停了下来，扣了扣门之后，走吧，我大哥就在里面了。大哥，我把人带来了。原本在低着头翻看着什么的人，也在这时抬头看了过来。顾青青站在男人身后，当看清楚屋里那位掌柜的长相之后，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可他没想到的是，这药铺的掌柜竟然和昨天的那位管事的年纪一样大。不仅如此，男人还长了一张绝美的脸。男人就只是坐在那儿，都贵气尽显。你就是来保和堂卖牙膏的姑娘？不错，我就是昨日来贵药铺卖牙膏的人。听说你从无言的手里拿了我保和堂30%的利润，能从无言的手里拿走我保和堂30%的利润，姑娘倒是好本事啊。公子，你过奖了，昨天能从保和堂拿到30%的利润，那也是多亏了贵药铺的管事承让。他哪是好心承让啊？虽然昨天是无言答应了姑娘你给你30%利润，但我却并未同意。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眼前的这个男人不打算给我30%的利润了？2%。姑娘，你的牙膏本公子最多给你2%的利润。掌柜的，昨天我可是和贵药铺讲好了，药铺的管事也答应了我，同意给我30%的利润。虽然你是这个药铺的掌柜，可却不能出尔反尔吧？姑娘，这个药铺从来都是我说的算。保和堂的事确实是我大哥做主的。耍无赖是吧？谁不会啊？掌柜的，虽然药铺的事情是你说了算，但是我手中药膏的事情却是我说了算。你可以给我2%红利，那我也可以坚持要3%红利。要是掌柜的真想买下我牙膏的配方，那就得按照我说的做，给我3%的红利，否则我也可以不卖给你。姑娘，你的确可以选择去别的药铺去卖，不过本公子的药铺虽然不及济安堂生意做得大，却也遍及天下。这镇上除了济安堂，也就保和堂的生意做的天下都是。顾青青没说话。姑娘，你是聪明人，要是同我保和堂合作，本公子的生意遍及天下，到处都开有保和堂的药铺。就算是本公子只给你2%的利润，你拿到的红利也不会少。相反，你要是选择和别的药铺合作，就算他给你5%的利润，怕是拿到红利也不及保和堂的多。要不要合作，就看姑娘你自己决定了。不得不说，眼前这个男人还真是一个老狐狸。怎么样，姑娘，你考虑的如何了？行，2%就2%，就按照公子说的办吧。接下来就是签订合约，合约分成2份。顾青青将其中一份拿起来看了看，确定没问题。顾青青拿起笔，小手一挥，很是速度就把自己的名字签了上去。很快，男人也将自己的名字给签好了。按手印的时候，顾青青的目光
落在了他名字旁边的3个字上：凤北梨。合约一共2份，签好合约之后，顾青青也把制作牙膏的法子给了跟前的男人。当听到顾青青提到小苏打3个字的时候，男人的眉头微挑。这是什么东西？本公子做药铺的生意多年，为何却从未听说过小苏打这个东西？小苏打是制造牙膏的关键，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就可以做出这个叫小苏打的东西。有了这个小苏打，就能做出牙膏了。听了顾青青的话，男人若有所思，却也没有再多问。牙膏的生意谈完，顾青青这下打算回去了。秦无言还是和来时一样，一路带着顾青青从府上离开。这次秦无言还好心安排了马车送顾青青回去。就在顾青青上马车前，秦无言突然看着她问：姑娘，不知道你医术如何？怎么了？要是姑娘你医术好的话，那秦某倒有一件事想劳烦姑娘你帮忙。秦？你姓秦？对啊，在下姓秦，姑娘难道觉得有什么不妥吗？明明看见合约上那个男子签下的名字是姓凤，这2人不是兄弟吗？怎么姓氏都不一样？你不姓凤吗？姑娘，虽然我大哥是姓凤，但是我姓的是秦，我和凤大哥并不是亲兄弟。那难怪了，既然不是亲兄弟，那姓不一样就很正常。我祖母有头疼之疾，这几年请了不少名医来给她瞧病，始终不见好。不过在下见姑娘你不仅会调配药膏，还连那济安堂的牙膏都知道制作的法子，想来姑娘你的医术应该也不差，故想请姑娘你帮个忙。想要让我帮你也不是不行，只不过要我帮你，不知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呢？这样，如若姑娘你能治好我祖母的头疼之疾，那你的那个去除疤痕的药膏，我保证给你3成的利润。行，成交。你确定你能做主药铺的事吗？别到时候又是你大哥说了才算，那我岂不是又亏了？只要你能够治好我祖母的病，我有法子帮你办到。坐上马车离开，顾青青刚刚也没有贸然答应秦无言的话，毕竟目前他还没有看过秦无言的祖母，这要等他看过了之后再说。马车在徐家大门外停下，村里人还以为徐家又来了什么贵人。这次徐家又来马车了，张氏和刘氏2个人都跑出来瞧。奇怪啊，那顾青青怎么会有马车送她回来？老三媳妇儿，你咋是坐马车回来的？那是谁的马车啊？娘，这马车是镇上那个药铺保和堂的马车。哦，这保和堂的马车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送你回来呀？昨天我不是去保和堂卖了牙膏吗？今天去签合约的时候，那个药铺的管事好心，就顺便叫马车送我回来了。老三媳妇儿，你那个合约签好了？签是签好了，就是少分了1成。不过好在那个保和堂药铺生意做得够大，虽然就只要了2成利润，对他来说倒也不是太亏。晚上徐行回来，顾青青同他说起了今天去保和堂的事儿。相公，对了，那个保和堂掌柜的姓倒是挺少见的。什么姓啊？凤，姓凤。顾青青一说完，对面的徐行面上的表情明显变了一下。怎么了？那个姓有什么问题吗？青青，当今皇上也是姓凤。什么？当今皇上也姓凤？那要是当今皇上也姓凤的话，岂不是今天那位保和堂的掌柜也是王公贵胄？难怪那凤北离身上有一股浑然天成的贵气。青青啊，这是这个月红云楼给我的月钱，你拿去收着。相公，这么快就月底了吗？将银子倒出来数了数。这个银子怎么多了几两？这个月啊，我多帮掌柜的做了些事情，掌柜见我做得好了，也就多给了我几两银子。相公，月底了，我也要去红云楼拿咸鸭蛋的分成了。你说我这次去能拿多少分成啊？徐行在红运楼做账房，但红运楼的账房并不止徐行一个，咸鸭蛋那个账目不是徐行在负责的。小媳妇问他，徐行也不知。由于要去红运楼拿月钱，
顾青青难得早上一早就起来了。这次由于顾青青是去鸿运楼，所以夫妻2个人同路。本来顾青青自己估摸着咸鸭蛋能拿几十两银子的红利就不错了，意外的顾青青去了鸿运楼后，竟然从账房那里拿到了56两银子的红利。捧着这沉甸甸的银子，顾青青也不由得很是欢喜。从鸿运楼出去，顾青青的步子都是轻快的。有了这50多两银子，那她就可以帮她娘他们从楚家搬出去。顾青青心情不错，回到徐家。听说再过几天就是徐行他爹徐忠诚的生辰了，于是顾青青又打算用今天赚来的红利再给徐行他爹买一样生辰礼物。说起徐行他爹的生辰，五弟徐明轩突然对顾青青道：对了，三哥的生辰好像也是这个月。是吗？不过这么多年来，三哥他从来都不过生辰。是吗？为何相公从来不过生日呢？觉得疑惑，顾青青眼底也带着疑问。因为三哥中毒的那天也是他的生辰。顾青青没想到徐行小时候中毒的那天竟还是他的生辰。徐明轩走后，顾青青又想起上次梁氏提到当年的事情的时候，好像话只说到一半，并没有告诉他们当年发生的所有事儿。难不成当年的事其实还另有别的隐情？顾青青猜测着，只是这件事要是梁氏和徐行都不想再提的话，那顾青青也不会开口问他们。桌子上放着一袋钱，是顾青青今天去鸿运楼拿回来的红利。现在有银子了，她也能另外找一处地方帮她娘和2个妹妹从楚家搬出去。晚上徐行回来，顾青青就跟徐行说了这事儿。青青，这件事我正要和你说呢。前几天我就托人去帮我打听过了，在楚家村的隔壁有一处没有人住的茅草屋，还是半新的。我已经去看过了，那个地方虽然不是太大，却有着4间茅屋，你娘和2个妹妹搬过去住也够了。是吗？对。不知道那个茅屋买下来大概要多少银子？我也去问过了，屋主说要10两银子。10两银子，那还行。于是顾青青决定把徐行说的那个屋子买下来。这件事儿办得也很是顺利，顾青青给了徐行10两银子。第2天，徐行就把房契拿回来交给了他。顾青青欣喜地拿着房契，有了这个，那他明天就可以去帮他娘和妹妹从楚家搬出去了。顾青青说着要去接他娘和妹妹从楚家搬走，徐行不放心他一个人去，顾青青觉得没问题，但是徐行却还是叫了徐明轩陪他一起去。顾青青到的时候，刚走进楚家院子，就发现楚家人面上的表情鬼鬼祟祟。难道是娘和妹妹又出事了？顾青青心下一激灵，忙和徐明轩一起大踏步地往他娘和妹妹们住的方向走。另外一边，顾宁秀拼命地挣扎着：走开，走开，别碰我，别碰我！被男人压着，顾宁秀动都动不了。反正你迟早都是我的人，听话点。要是把老子给伺候舒服了，那等咱俩成了亲，说不定我还能对你好点。救命！救命！滚开！你别碰我！你要是敢碰我，我大姐知道了，我大姐夫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惊慌失措间，顾宁秀狠狠地用力咬了男人一口。这个贱人，看我不打死你！你叫啊，你使劲叫啊！看你那死鬼大姐现在可并不在这儿，你就算是喊破了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再说，就算是你大姐来了，等你成了老子的人，到时候你大姐还得恭恭敬敬的叫老子一声三妹夫，都他妈是一家人。我想你大姐也不会对自己的亲妹夫动手，你说是吧？快来让大爷乐呵乐呵。难道今天真要被楚家这个无赖给糟蹋了？就在这时，屋子的门砰的一声被人踹开，
谁呀？谁敢来坏老子的好事儿？看老子不打死他！顾青青，你们怎么来了？徐明轩没有回答男人的话，走过去一把将男人从顾宁秀身上扯下来。三妹，你怎么样？你没事吧？走开，走开！别碰我，别碰我！啊，三妹，是我，我来了，别怕，别怕。三妹，别怕，是我。大姐，大姐，那个楚大全他回头去看了一眼那个被徐明轩一脚踹到地上趴下的男人，那个人就是顾宁秀口中的楚大全。楚大全是楚老太的小儿子，算下来按照辈分，顾宁秀还要叫他一声小叔叔。这边徐明轩又一脚狠狠地踩在了楚大全身上。小爷我当初不是告诉过你们楚家人了吗？只要你们敢动顾宁秀他们母女一根手指，小爷我就卸了你们一条胳膊。怎么，你当小爷我说话是在放屁是吗？一把将楚大全提起来，啪的一声，徐明轩扬起手，一巴掌重重地打在楚大全脸上。徐明轩拧住楚大全的胳膊，只听咔嚓一声，楚大全的胳膊也被徐明轩给拧脱臼了一只。楚大全疼得大叫。楚家人也在这时跑了过来。干嘛呢？你们这是干嘛呢？娘，救我！娘，你快来救我！哎呀，大孙女儿，你说这是干啥呢？大全好歹也是你的小叔，你一个做侄女的，怎么能联合外人来对自己的小叔动手呢？大姐，娘和七七都被那个楚家人给关了起来，你快去救他们。秀儿，你这个孩子怎么能净说胡话呢？奶什么时候把你娘和楚七七那个小丫头关起来了呀？这可是没有的事儿，你可别瞎说。大姐，是他，就是他们楚家人将娘和七七给抓走的。秀儿，奶不过是将你娘请出去同他商议一下你和大全的亲事而已，怎么能说是绑呢？奶这不也是为了你好，为了你和大全的将来打算。你这个孩子，奶的苦心你不理解就算了，怎么还能胡说呢？大孙女儿，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秀儿可是我们楚家养大的人，她不嫁给我们楚家，难道还要嫁给别人呢？没有道理，家里有个现成的男人，还要便宜外人的道理，你说是不是？是啊，大侄女儿，我是真的喜欢宁秀，真的想和宁秀过一辈子的。我保证，只要宁秀嫁给我楚大全，我楚大全一定会对她好的。大侄女儿，你也看见了，你妹妹顾宁秀，她的身子都被我看过了，不可能再嫁给别的人。你也不想你三妹今后就没人要了吧？要是你真为你三妹好，你就好好向我们二人道喜，等来年你三妹再给我生个儿子，还能叫你一声大姨母，你说不是？顾宁秀再次气得羞愤难当。秀儿，你就放心吧，我会对你好的，只要你嫁给了我。徐明轩一脚踹到楚大全的腿上，直接将楚大全踹得双膝跪地。几个人离开楚家之后，那楚家人还在院子里大叫大骂。对了，嫂子，那楚家人你说现在怎么办？总不能一直绑着吧？只是就这样放过他们的话，那也太便宜他们了。报官吧，五弟，一会儿去衙门报官去。三妹的清白差点就毁在楚大全那个畜生手上，送他去报官，让县令老爷去惩治他。没问题，包在我身上。顾青青买下的茅草屋在楚家村的隔壁村子，这地方顾青青也是第一次来。徐行告诉了他位置，这处茅草屋以前是一个教书夫子住的地方，所以顾青青毫不费力的就带着他娘和两个妹妹找到了那儿。顾青青掏出钥匙打开院门。大姐，这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吗？顾青青点点头。三妹娘，走吧，我们进去看看去。进来之后，顾青青才发现这个地方确实不错啊，
沈氏和顾宁秀他们搬过来住倒是方便不少。徐明轩还要报官去，就把顾青青母女几个人送到住的地方之后，就去了镇上。顾青青拿了2两银子给徐明轩，他娘和妹妹现在有睡觉的地方，却没有被子，所以顾青青就把钱给了徐明轩，让徐明轩在镇上顺便帮他娘和妹妹添置一点东西回来。至于吃的，他今天把楚家人抢走的粮食全部都抢了回来，还够他娘和2个妹妹暂时吃一段时间的。母女几个人忙活了半天下来，也总算是将屋子简单的收拾了出来。沈氏和顾宁秀脸上一直都笑着，就连楚七七也一直是蹦蹦跳跳的。五弟徐明轩从镇上回来，还把用的东西都帮沈氏和顾宁秀他们添置齐了，吃的、用的、住的都有了。他娘和2个妹妹的问题也暂时都解决了。娘，现在从楚家搬出来了，以后你和三妹他们也再也不用受楚家人的欺负了，今后你们就在这边安心过日子。沈氏点头，大姐，我和娘都会在这边好好过的。娘，这剩下的钱你拿着，要是还缺什么少什么的，你就和三妹他们自己去镇上买。哦，不，青青，你已经帮娘和你三妹这么多忙了，娘怎么好再要你的银子？再说了，娘和你三妹现在能住在这儿，吃的用的都齐全，也没有什么别的需要用银子的地方。娘，你和三妹他们住在这儿，身上没头买也不行，这点钱也不多，你拿去，既可以在镇上买些针线、碎布头什么的回来做绣活，做好了你和三妹拿去镇上卖，还能换点银子回来用，或者也可以去买点鸡鸭鹅什么的回来养，下的蛋你们可以自己吃，补营养，也可以拿去镇上卖。顾青青把这剩下的小半吊钱给了他娘和妹妹，其实也是让他娘和妹妹拿着去做本钱，做点简单的事儿，可以自己补贴家用。毕竟他能帮他娘和妹妹一时，但最重要的还是他们自己学会自立，能养活自己。他帮沈氏他们从楚家搬出来，脱离了狼窝之后，剩下的就要靠他们自己慢慢的自立。顾青青这样说，沈氏也就没有再推辞，把顾青青给的小半吊钱全部都收了下来。回到徐家，现在他娘和妹妹的事儿总算是全部都解决完了，还有2天就是公爹徐忠诚的生辰了，他该送些什么好呢？顾青青琢磨着。徐行从镇上回来，听说了顾青青三妹的时候，忙上下将她打量了一眼，问她有没有事儿。放心吧，那楚家人全都被五弟做得满地找牙，有五弟在，有事的可不是我，而是那些楚家人。徐行打量完之后，见小媳妇儿确实没有受伤，这才放下心来。今天徐行从鸿运楼回来，还给顾青青带了一包点心。顾青青一边吃着点心，又一边同徐行商量给公爹送生辰贺礼的事儿。相公，要不这样吧，我明天去镇上买一匹布送给爹做生辰礼，正好现在天气也冷了，买一匹布送给爹，娘也可以给爹做2身新衣裳穿，你觉得怎么样？青青，这事儿你看着拿主意就行。于是给公爹送生辰礼物的事儿就这么定了。青青，既然你明天要去布庄，顺便也去挑选挑选，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料子，有的话你也去给自己做2身新的衣服穿。顾青青第2天去镇上，没想到还真是冤家路窄。刚进布庄，顾青青就看见了那楚家的楚红杏。哎，姑娘，这布你到底买不买呀？你要是不买就别摸了，你这再摸下去，老夫这块布怕是都被你抠出洞来了。楚红杏也想买这匹布啊，早在1个月前，楚红杏就看中了这块料子。奶奶当初答应她，只要卖了那个顾宁秀，就来给她买布。可恶，都怪顾青青那个小贱人。掌柜的，这块料子我要了。顾青青，你怎么来这儿了？怎么，你都能来，我就不能来了？这店是你家开的？你不过就嫁了一个穷鬼而已，你有什么钱来买布料啊？2位姑娘，老夫还要做生意呢。你们2位姑娘要是不买老夫这的东西，就麻烦都让让，别在这挡着老夫做生意。谁说我不买了？来这儿自然是来买布的，我可不像有些人买不起还要在这儿一直赖着不走。
姑娘，既然你要买，那老夫不如现在就把这块料子给你包起来。这么贵，他顾青青怎么可能买得起？掌柜的，我就要它了，给我包起来吧。哈哈，小娘子，你稍等，老夫这就去给你包起来。不行，这块不是我先看上的，凭啥要给他？姑娘，这一块布你已经看了不下10回了，你不买，老夫还不能卖给别人了。谁说我不买了？哦，哈哈，既然姑娘你要买，那就给钱吧。你该不会是没钱吧？没钱你买什么布啊？走走走，赶紧走，真是晦气。呸，不就是一块破布吗？谁稀罕呀？白送了我还不要呢。哼了哼，楚红杏就从布庄里走了出去。姑娘，这块料子你既然喜欢，那不如我就给你包起来。谁说我喜欢这块布了？哎，姑娘，你刚刚不还说要把这块布给你包起来吗？难不成留下来的这个也和刚刚那个一样，都是个没钱的穷鬼？掌柜的，把你们这儿别的布拿来给我瞧瞧，我想帮我爹选一匹料子。就拿棉布吧。这会儿都已经是深秋了，再过不久就是冬天，买棉布正合适。小娘子，老夫这的棉布可不便宜，你确定要买吗？顾青青当然看得出来，掌柜的是以为他买不起。去拿吧。掌柜的一看，这顾青青是有银子的呀，当下连忙去帮顾青青拿布。还别说啊，这个掌柜势利是势利了一点，但挑布的眼光还是不错的。帮公爹徐忠诚选好了布料，顾青青看了下，又帮自己也挑了2身衣服。买好了布和衣服，顾青青付了银子，就从布庄离开了。顾青青买了料子回去后，就暂时先把布放在了她和徐行的屋里。今天香儿和云儿2个小丫头都在婆母梁氏他们屋里吃饭。梁氏说香儿她娘张氏这2天要回娘家一趟，家里没了煮饭的，徐长福不仅把2个孩子送去了梁氏的屋里吃饭，他自己也懒得煮饭，一起和2个孩子到梁氏他们屋里去蹭饭吃。顾青青有段时间没有去山上采过野蘑菇了，想不到梁氏今天居然突然过来问顾青青家里可还有野蘑菇。原来徐行他爹徐忠诚这2天突然想吃野蘑菇了，这会儿家里并没有野蘑菇，既然他公爹想吃，那他就去山上采一点回来。于是拿了小锄头，背了小背篓，顾青青就出门上山去了。深秋的天气，山上的野蘑菇并不多，不过好在顾青青也采到一些。除了野蘑菇，顾青青还在山上顺便摘了一点草药，觉得差不多了。顾青青正要回去，就听见身后好像有人在叫她。相公，你怎么来了？徐翔不是在镇上的酒楼做事吗？他怎么也会突然来这个山上？我听村里人说有人见你上山了，就过来找找你。相公，这是哪来的？我刚刚在山上打的呀。你打的？你行吗？你说我不行？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顾青青连连解释，只见徐行俊脸又阴了1寸。难道这2只兔子还真是徐行去山上猎的？小心！顾青青目瞪口呆地看着那条瞬间毙命的蛇。别怕，那条蛇已经死了。再次走回去，将地上的2只兔子捡起来。相公，把它也带回去吧。你不是怕蛇？顾青青坚持要把这条蛇带回去，徐行也就只能帮他一起拿回徐家。这么大的一条蛇被徐行拿进门，刘氏就只是看着都吓得脚下一个踉跄，就连婆母梁氏也被吓了一大跳。三哥，你弄这么大一条死蛇回来做什么？这东西多吓人呐！拿走拿走，赶紧拿走！哎呦，老三啊，老三媳妇儿，这么大一条蛇，哎呦，看着真是怪吓人的，我看着都害怕呀。你们怎么还把它拿回来了呢？娘，这蛇可是个宝贝，它身上不少地方还能入药呢，比如蛇胆，蛇胆有清热解毒的功效，还能止咳。哦，这蛇它当真能用来治病？顾青青笑着点头。顾青青简单将这条蛇给处理了一下，取了蛇胆，又把蛇身上别的有药用价值的地方也都取下来，最后将这条蛇处理完之后，顾青青才把它拖出去扔了。
顾青青说起徐行将那条蛇射死的事儿。嘿嘿，三嫂，你那是不知道，别说一条蛇了，三哥的剑术啊，可是这村里少有人能及得上的，就连那山上常年打猎的猎户也没有2个有三哥的剑术好的。五弟，可是相公的身上不是中毒多年吗？他怎么还有力气去打猎？唉，老三媳妇儿啊，老三确实是中毒多年，但是一开始老三身上的毒没有发作的时候，那和正常人无异。唉，也就这几年，老三的毒越发严重，这才没有去山上打猎了。原来如此。听了梁氏和徐明轩的解释之后，顾青青顿时明白了。回到屋里，顾青青看着徐行。青青，你看什么呢？相公，娘和五弟都说你的剑术村里人没几个人能比得上。徐行没有说话，他没告诉小媳妇儿，他手中的剑只要出去，就基本是百发百中，剑无虚发。桌上放着一只烧鸡，这是徐行今天在镇上给顾青青买回来的。对了，相公，你今天不是在鸿运楼做事吗？怎么回来这么早？青青，我今天没有去鸿运楼。那你去哪儿了？今天我休假，裴兄今天约了我去他府上坐坐，我就去同裴兄吃了半天茶。这么说，徐行今天是去见那位仙令老爷去了？洗干净手，用帕子擦干后，顾青青又把他给公爹买的布料拿给徐行看，问道：相公，你看这块布料如何？是我今天去镇上给爹他老人家挑的。不错。爹生辰那天我就拿过去送给他。徐忠诚生辰那天，顾青青换上了她新买的裙子。这段时间顾青青都在复脸，不仅将脸上的皮肤养白了，肉也养了回来，小脸也就圆润了些。徐行看见她的时候也是微怔了一下。张氏本来就看不惯顾青青，看见顾青青一下好像变漂亮了，一脸不屑撇了撇嘴。刘氏也看不惯顾青青，自然对顾青青也是一脸的不屑。徐家本来分了家就不在一个屋吃饭，不过今天要给徐忠诚过生日，大家中午也要在一个锅里吃饭了。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桌子上放了2碗蒸蘑菇。哎娘，你咋把这个有毒的蘑菇都端到桌子上来了？这可是要吃死人的！拿走拿走，赶快拿走！哼，老三媳妇儿，你说你这都安的什么心呢？这有毒的野蘑菇你都往家里拿，你说你是不是故意的？就是故意想毒死大家。三嫂，这村里人人都知道那山上的野蘑菇是有毒的，你该不会不知道吧？大嫂弟妹，你们2人要是觉得那野蘑菇有毒，那就不吃不就行了。大嫂，对，这野蘑菇有毒，你们2人可千万别吃啊。哼，老大媳妇儿，老四媳妇儿，你们2个人今天做饭偷奸耍滑，哼，这会儿倒是还挑3拣4了。这下张氏和刘氏2个人也就没敢再说话了。不过见梁氏和他公爹他们都在桌子上吃那2碗蘑菇，张氏终于忍不住把筷子伸了过去。大嫂，你不是说你不吃吗？谁说我不吃了？凭啥我不能吃啊？你们都吃了，我也要吃，就吃，偏要吃。刘氏见大家都吃得香，于是他也把筷子伸了过去。原本骂着野蘑菇有毒要吃死人的2个人，结果现在吃的比谁都多。每年徐忠诚过生日的时候都会喝上一点小酒，今年也是。徐忠诚今天高兴，还说要家里的几个儿子一起多喝几杯。张氏吃了大半饱后，爹，今天是你老人家生辰，刚巧我们一大家子呢都在一处吃饭，儿媳妇儿有几句话要和你说。正在喝酒的徐忠诚下意识地看向了张氏。爹，您看啊，这如今我这肚子里怀的可是您的大孙子，要是我吃不好，那最后还不是亏的是您大孙子吗？老大媳妇儿，你这是什么意思？娘啊，您院子不是养了10几只鸡吗？我想让您送我几只养，有了下蛋的鸡，那我也可以多吃点好的嘛，补补身子。我吃的好了，您大孙子不也才能长得好吗？您说是不是？哼，呸！老大家的，今天是你爹寿辰，你和老大夫妻2个人不说好歹买点东西来孝敬一下你爹，
哼，你倒好啊，反倒是先惦记到娘和你爹身上来了。张氏被梁氏训了几句，也没声了。娘，今天爹的寿辰，我和权贵可是特意给爹他老人家准备了好东西呢，就等着爹生辰的这一天送给他。权贵，愣着干啥呢？还不快点去把咱们给爹他老人家准备的衣服拿过来。徐权贵坐在那儿没有动。爹，你看权贵呀，就是这样，特意给爹你准备了生辰礼物，他还不好意思拿出来。很快徐权贵就回屋抱了好几件衣服出来，只是这几件衣服都好像是旧的。难道这几件衣服都发霉了？爹，我娘家大姐的公爹前段时间刚病死，说是他那些在病中穿过的旧衣裳都不要了。我一听，这不爹你马上就要过寿辰了，我和权贵二人就赶紧让我大姐把他公爹不要的旧衣裳挑了几件最好的，你看都给你留着呢，全是半新的。刘氏的话刚说完，徐忠诚的老脸顿时就黑了下去。老四媳妇儿，那死人的东西你也敢拿给你爹？今天还是你爹的生辰，你也不嫌晦气。老四媳妇儿，你这是盼着你爹去死呢？爹，你老人家别生气啊，儿媳也是想着那个衣服看着还那么好，扔了怪可惜的，这才给你老人家拿回来。爹娘，这贵芬也是好心嘛，你们也别生气了。再说我和贵芬不也是想着孝敬孝敬爹他老人家，这才把衣服拿回来的。孝敬，好，好得很呐！你们夫妻二人就是这样孝敬我的。好心啊，好心，就算是好心，你也不能把死人的衣服拿给你爹吧？还有孝敬，有你这么孝敬你爹的吗？啊，我看你呀，你这是诚心想把你爹气死了才舒服。老四，你媳妇儿不懂事儿，难道你也不懂事儿？爹娘也没要你们几个孩子一定要孝顺我们。你爹生辰，你们兄弟几个送不送东西都行，娘和你爹也不会说什么。就算不送东西，大家在一起吃顿饭也是好的。你看看你们几个啊，你们都做了什么？好好的日子，你爹给你们几个气成什么样子？娘，你就知道说我和老四家的，你咋不说老三夫妻两个人？我也没见老三夫妻两个人给爹准备啥呀。哼，亏对娘，您还一直偏袒老三夫妻两个人，我当他们夫妻两个人有多孝顺呢，还不是什么都没送。说你们两个人呢，你们扯老三媳妇做什么？就这桌子上的野蘑菇，听说你们爹想吃这个，还是老三媳妇特意去山上采回来的。还有那盆兔子肉，那个肉也是老三和老三媳妇拿回来的。你们呢？你们两个人做了什么？一个连我们这两把老骨头的东西都来惦记，另一个那死人的晦气东西都拿回来送给你爹。等哪天真的把娘和你爹气死了，你们就满意了吧？娘，我和相公给爹准备的生辰贺礼就放在屋里呢，我现在去给他老人家拿过来。娘，我大姐的婆家是镇上做米面生意的，家里也有钱。我大姐那个公爹的衣服料子都是极好的，有都没有旧。要不是见那衣服都是好东西，我也不会给爹他老人家拿回来。这要是换了别的人，这么好的衣服我还不肯给呢。徐忠诚一拍桌子，吓得刘氏又是一抖。徐权贵也赶忙扯了扯他媳妇的衣服，让他别再说了。顾青青回来的时候，徐忠诚已经走了。娘，爹呢？唉，老三媳妇儿，你爹刚才回屋去了。娘，这是我和相公给爹准备的一匹棉布，是我特意去镇上的布庄给爹挑选的。这料子软，做成衣裳穿着也暖和，正好可以给爹做2身衣服，入冬了穿。哎呦，老三媳妇儿啊，难为你和老三夫妻两个人有心了。这料子娘一会儿就给你爹拿过去。哼，不就是块布吗？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个顾青青就知道装面子。徐明轩本来还想陪他爹多喝几杯，结果一罐还没喝完，他爹就下桌了。刘氏中午尝过那野蘑菇的味道之后，就一直惦记着，这不找到顾青青，
三嫂，不知中午那个野蘑菇，你这儿可还有剩下的？要是有的话，给我也拿一点呗。反正那野蘑菇也是不要钱的东西。三嫂，你应该不会介意分我一点吧？不巧了，那野蘑菇我已经都给了娘，已经没了。三嫂，你该不会是哄我的吧？你昨儿才去山上摘了，怎么可能今天就没了？弟妹，那野蘑菇我说没有了就没有了，你要是不信，那就算了。三嫂，那野蘑菇没有了也没关系啊，你不是有会认野蘑菇的法子吗？不如你把你那个法子也交给我呀，要是我也学会了，那我就可以自己去山上摘去，要是不用再来找三嫂你要了，你说是不？哼，弟妹，那山上的野蘑菇你想摘就去摘，我又没不让你去。三嫂，我也想自己去山上摘蘑菇呀，可是我不知道那野蘑菇的辨认法子。既然三嫂知道那野蘑菇的辨认法子，不如就教教我呗。没空。你打发走了刘氏，屋里有2罐蘑菇酱。顾青青想了想，决定给梁氏他们拿1罐过去。刚巧梁氏也有事找他。哎，老三媳妇儿，你过来的正好，娘正要去找你呢。是有什么事吗？你跟娘来。顾青青跟着梁氏走进他的屋子里，只见梁氏拿了一个很小的木匣子给他。老三媳妇儿，这东西本该在你和老三成亲的时候交到你的手上，现在娘把它给你，你拿去好好收着。这盒子里是什么？这是给老三媳妇的东西，如今你是老三媳妇了，那这个东西娘理应交到你的手上。梁氏让顾青青回屋再打开看。顾青青没想到梁氏给她的盒子里竟然是一块玉佩。相公，这是娘刚刚给我的东西，还说在我们成亲的时候交给我的。顾青青虽然不识货，但盒子里的那块玉佩看起来却也不像是个便宜货。相公，徐家的媳妇儿是不是都有一块玉佩？那是不是张氏他们也有一块一样的玉佩？青青，这玉佩除了你，别人都没有。就只有我有。他想不到居然只有他才有玉佩，难怪梁氏刚刚不让他打开，还让他拿回屋再看。这玉佩一看就不是便宜货，徐家要是有这么贵重的物品，那为何当初还会把徐行的二哥给卖了？难道这玉佩是祖传之物，所以不能卖也不能当？青青，这块玉佩娘既然给了你，你就好好收着吧。这么贵重的物品他肯定会好好收着的，只是有了这块玉佩，顾青青发现徐行这个娘还真是偏疼他。晚上顾青青把药煮好端给徐行。青青，这药怎么不太对啊？很苦。你还记得你在山上射的那条蛇不？我今天晚上给你签的药和平时也一样，不过我在里面多放了一样东西。难不成小媳妇儿是把那条蛇身上的什么东西加到了这个药里？那条蛇的蛇胆对你身上的毒有好处，所以我就把蛇胆加在你今晚要喝的药里。原来竟然是小媳妇儿把蛇胆给他加到药里了，难怪他吃的药和平时不一样。相公，这药是苦了点儿，不过良药苦口嘛，你就忍一忍。顾青青口中的话还没说完，就见徐行一口气将碗里的药喝了个干净。蛇胆那么苦，徐行居然眉头都不眨一下就吃完了，苦吗？看着眼前放大的俊脸，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徐行的薄唇就落了下来，两唇相贴。顾青青下意识将一双杏眼睁得溜圆。徐行亲了一会儿，这才意犹未尽。青青，现在不苦了？顾青青的小脸通红的，是被气的。天气越来越冷，顾青青第二天早上起来，外面竟然起了一层白霜。眼看就要入冬了，梁氏也把炭炉子都升起来。顾青青把前2天采回来的药拿到院子里晒。徐明轩跑过来告诉他：哎呀，嫂子，判了，县令老爷已经把那个楚大全的案子给判了。县令老爷如何判的？县令老爷查清楚事情的始末后，那楚大全也对做过的事都招了。打了那个楚大全30大板之后，县令老爷就叫人将他拖了下去。就打了30大板就完了？当然不是，
打了30大板后，县令老爷还判那个楚大全关押1年。现在那个楚大全被下了大狱，要被关到1年以后才能放出来了。不过就算是放出来，那楚大全也回不来楚家，他还要做2年的苦力呢。县令老爷罚了那个楚大全出狱之后去修城墙，要等到做满2年的苦力之后，那楚大全才能被放回来。现在楚大全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顾青青也很替他三妹高兴。顾青青在院里同徐明轩说话，梁氏走过来：“老三媳妇儿，你过来，你看，这是你爹让我给你和老三的刷子。你和老三夫妻2个人送给你爹的那块料子，你爹很喜欢，还说你们2个有心了。你爹呢是半个木匠，会些木匠活。上次你不是给了一罐牙膏吗？你爹还记得那个镇上卖的牙刷的样子，就去那个猪屠户家要了点猪毛，也做了几把刷子。”顾青青面上一阵欣喜，有了这个牙刷，那她刷牙就方便多了。那镇上的牙刷呀特别贵，一把小刷子就要几10个铜板。不过眼下这个东西你爹也能做出来，由你爹来做，咱们不用再去花那份闲钱了。这2把刷子你和老三先用着，以后要是用坏了跟娘说，娘让你爹再做。顾青青笑着点了点头。几个人说着话，顾青青发现一个小男孩在院外张望。那小男孩顾青青还记得，上次一个老妇带着那个小孩子来找过顾青青，给他看病开药。哎呦，那不是陶婆子的孙子宇哥吗？哎，他怎么来了？顾青青摇摇头，小男孩已经走到了他们跟前。宇哥，你今天怎么没去学堂读书啊？你奶呢？婶子，我奶她病了，已经病了2天了。姐姐，我奶她病得很严重，你能去帮她看一下病吗？别急，我现在就跟你去。祖孙2人住的地方虽然简陋，但是几间茅草屋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祖母，祖母！宇哥叫了几声，床上躺着的陶婆子并没反应。顾青青连忙上前查看，发现这老妇人的身子烫得吓人，赶忙又给老妇把了把脉。好在检查之后发现陶婆子并无大碍，只需要给她抓点药吃就行，把身上的热退下去就可以了。顾青青安抚了宇哥几句，让宇哥放心，还告诉他他祖母的病没有事儿。顾青青这才离开，回了徐家。怎么样，那陶婆子的病没大碍吧？真是可怜了宇哥那孩子，小小年纪就没了爹娘，这要是陶婆子出了事儿，那孩子可怎么办哟？娘，放心吧，陶婆子没事儿，我一会儿抓点药给她吃，等她身上的热退了就好了。哎呦，那就好，那就好。陶婆子没事儿，宇哥那孩子也不至于到时候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顾青青拿着药再次回到陶婆子家。姐姐，这个药你拿去煎给你祖母吃了，她的病就能好了。听了顾青青的话，宇哥立刻拿着药去了灶房。就在这时，顾青青突然看见一个男人也从外面走进来。孟夫子。姑娘，你怎么在这儿？上次孟夫子没有注意顾青青的长相，这次再见，孟夫子才发现顾青青竟然生得容貌清丽，一双眼睛更是清澈灵动。顾青青是来给陶婆子看病的，说了陶婆子的事儿。我是宇哥儿的夫子，今天没见他去学堂上课，所以来他家里问问看。明白了原因，顾青青说宇哥在灶房煎药，孟夫子就往灶房走去。孟夫子。顾青青走进灶房的时候，宇哥正在麻利的生火煎药呢。孟夫子得知宇哥是他祖母病了才没有去学堂。这样吧，这2天你就在家里面照顾你祖母，等你祖母的病好了再来学堂上课。谢谢孟夫子。孟夫子摸了摸宇哥的脑袋，这才离开。顾青青刚走出陶婆子家，宇哥很快追上来。宇哥，可还有事？姐姐，等我祖母的病好了，我会让她把诊脉钱给你的。宇哥，只要你祖母吃了药能好，姐姐也就替你高兴了。至于诊脉钱就不用给了。回家后，
顾青青听梁氏告诉了她说，陶婆子和宇哥这祖孙二人其实是7年前才搬到村里来住的。听说宇哥以前好像还是有钱人家生的孩子，后来不知道出了什么变故，陶婆子就一个人带着孙子来到乡下卖豆腐为生。平时陶婆子都会磨豆腐去镇上卖。这祖孙二人搬来村子之后，也很少与外人说话，村里人对这祖孙二人的事情也都不大清楚。不知道陶婆子的病怎么样了。晚上顾青青吃完饭打算去看一看，徐行也说陪着小媳妇一道过去。顾青青又拿了2张烙饼包着一道去了陶婆子家。顾青青到的时候，陶婆子已经醒了。姐姐，我祖母已经醒了。徐叔。徐行却顿时皱着眉头，好像宇哥叫他姐，叫徐行叔，不由得顾青青忍不住偷笑起来。再后来宇哥就叫徐行徐大哥，而对顾青青的称呼也换成了嫂子。这下徐行脸上的表情才满意多了。徐娘子，老身这病可是多亏你了呀。宇哥说你今天不仅来给老身看了病，还给老身抓药了。哎，要不是你啊，老身不会这么快醒过来的。大娘，你的病能好，还是多亏了宇哥这个孩子。今天不仅是宇哥去找我来给你看病的，药也是宇哥煎给你吃的。宇哥这个孩子从小就懂事，为了让我少做点活儿，他总是在家里抢着做事儿。有什么好吃的，这孩子也要让我老婆子先吃，他才肯动筷子。只是老婆子老了，不中用了，可怜这孩子从小跟着我，吃苦受罪的。陶婆子想把钱省下来给自己的孙子花，这才病了也不肯找大夫。大娘，下次你身上要是再有什么不舒服，还是要看病吃药。宇哥如今就只有大娘你一个亲人，就算是为了宇哥，大娘也该保重身子才是。徐娘子说的是，这次的事儿是老身糊涂了。虽然顾青青给宇哥说过不用给诊脉钱，可2天之后，陶婆子还是带着孙子过来，把诊脉钱给了顾青青。陶婆子祖孙2人坚持要给，顾青青也就收了几个铜板。上次徐行在山上打回来的兔子，顾青青将兔肉给了梁氏后，兔毛也被梁氏给收了起来。这不，天冷了，梁氏就用那个兔毛做了一个毛领给顾青青。老三媳妇儿，这是娘用你那个兔子皮做的毛领，你拿去围在脖子上，暖和。梁氏笑着把毛领给了顾青青，刚巧被刘氏看见，顿时刘氏的脸就黑了下来。娘，你是不是也太偏心了一点？凭啥你给三嫂做了这个兔毛的领子，我和大嫂却没有啊？娘，都是做你儿媳妇的，今天你给三嫂兔毛的领子，那我和大嫂也要，要不然今后你就让老三媳妇一个人给你养老好了。反正娘你心里也就只有老三媳妇一个，还用得着我们吗？老四媳妇儿，这兔子都是老三打回来的，兔肉那天也全都让你们给吃了。现在这兔子毛你也要惦记？娘给老三媳妇做这兔毛领子，那也是因为这兔子是老三打的。改天你要是让老四去山上猎2只兔子回来，娘也给你做。刘氏这下没声了，也没了刚刚的气势，黑着脸回到屋里。刘氏一回去就拿他男人撒气。徐权贵一脸无所谓的道：不就是扔兔皮吗？这有啥稀罕的？你要是想要，改天我去给你买只兔子回来，你让娘也给你做个毛领就是了。你懂什么啊？那兔毛领子镇上卖的可不便宜，一个兔毛领子要好几10个铜板呢，还不是怪你没本事。你看看你三哥，如今不仅在镇上做事，还能去山上打猎回来贴补家用。你呢？你会什么？你个妇道人家，你懂什么？我三哥再有本事，不过就是镇上做个账房而已，这有啥好羡慕的？我如今跟着人跑货，将来我要是发达了，铺面都能开几家。三哥他一个穷账房还能和我比？刘氏又是气得一阵火大。自从他和徐权贵成亲后，就没少听徐权贵说这话。结果呢，几年过去了，
不仅没见徐权贵发达，连铜板都没见他拿几个回来。天气冷了，这2天来找顾青青看病问诊的人也多了起来。顾青青正在屋里整理药方，张氏的叫骂声就从外面传了进来。三弟媳妇儿，好啊，亏得爹娘对你那么好，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徐家都快被你给偷完了。大嫂，你说我偷你啥呢？哼，你敢说你没有用徐家的钱给你娘家买房子住？张氏怎么会突然知道他娘家的事儿？谁告诉他的？哼，三弟媳妇儿，怎么样？现在你没话说了吧？还说你没有偷徐家的东西？我告诉你，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既然做了那偷婆家东西的事儿，就别想让人不知道。这事儿我可有证据，你休想抵赖。大嫂，我的事还轮不到你在这儿指手画脚吧？还有，徐家已经分家了，我用我自己的银子，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关你什么事儿？大嫂，要是我用我自己的银子，那都叫偷的话，那大嫂你怕不是也是小偷？啊呸！偷什么偷？老娘可跟你不一样，老娘又没有把徐家的银子拿到娘家去，哪像你呀？你倒是有本事啊，直接把徐家的银子拿去你娘家给你娘他们买了房子了，这得花多少钱？怕不是徐家都快被你倒腾空了吧？哼，我就说嘛，前段时间你怎么3天2头老是回娘家去？原来竟然是把我们徐家的银子都偷回你娘家去了。顾青青，爹娘对你那么好，家里几个儿媳妇儿，娘她老人家最偏疼的就是你。你呢，背着他老人家快把我们徐家都给偷完了。哼，我们徐家可要不起一个贼。顾青青，等我把这事儿告诉娘，我就让娘把你给休了，再报官把你给抓起来。你这个小偷就该下大狱坐大牢，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再偷婆家的东西。哼，你等着吧，我现在就去告诉娘，要是让娘知道你把徐家的钱偷去给了你娘家人，看娘她老人家怎么收拾你。张氏冷哼甩袖，直接就往梁氏的屋里去了。顾青青虽然问心无愧，但这事儿张氏去找梁氏的话，他还是要跟着过去把事情给说清楚。于是张氏走后，顾青青也连忙跟了上去。徐行回来的时候，正巧见张氏冷哼着黑脸往外走。青青，怎么回事？顾青青就大概的把事情给徐行说了一下。别担心，这件事儿交给我来处理。徐行和顾青青2个人一起走到了梁氏住的屋子里。张氏已经噼里啪啦的告完状了。娘，我说的可都是真的，您不信您自己问他。哎，老三媳妇儿，你来的正好，你偷拿了徐家的银子回娘家买房子这事儿，现在当着娘的面，你最好自己老实交代。我可是亲耳听别人说的，你休想抵赖。老三媳妇儿，你大嫂说的可是真的？娘，这事是我的主意，我确实另外给岳母大人他们另外找了一处住的地方。徐明轩也在这时回来了。娘，这事我也知道的。你是不知道，三嫂的娘和2个妹妹在楚家过的都是些什么日子。那天要不是我和三嫂及时赶到楚家，三嫂的娘和2个妹妹怕是早就被那个楚家的人给折磨死了。嫂子的3妹被打得浑身都是伤，嫂子的娘也被楚家的人关在柴房，不给吃喝。还有这事儿？那楚家的人先是把大嫂的妹妹卖给了一个年纪都快要当他爹的男人做续弦，后又打着主意要逼三嫂的妹妹嫁给楚老太那个混账儿子。就前不久，我和三嫂过去，还看见那个楚家的一个混账差点把三嫂的妹妹清白给污了呢。还有那楚家的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三嫂的娘和妹妹要不是搬走，在楚家继续住下去，迟早连命都会被那个楚家人给弄没了。娘，青青的娘和2个妹妹在楚家住不下去了，我这才给青青的娘和2个妹妹另外找了一间茅屋住了下来。梁氏听到这儿也算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哎娘，他们楚家的事儿关我们徐家什么事儿？凭啥要拿我们徐家的银子去给他们楚家人买房子？娘，这件事儿肯定是三弟媳妇儿撺掇的。对，就是三弟媳妇儿，要不然三弟也不可能把我们徐家的银子拿去给他们楚家人买房子的。老三媳妇儿，行了，
这事儿你不用说了，娘已经知道了。当初老三的命都是你救回来的，要不是你，老三现在怕是连命都没了。如今你娘和2位妹妹在楚家差点没命，老三帮他们找到一处住的地方，应该的。这件事儿，老三做得对，你也不用对娘解释什么。顾青青下意识看了徐行一眼，2个人同时都笑了出来。哎，娘，不行，我不同意，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就算是三弟媳妇儿不是偷了徐家的银子去楚家的，但是到底是我们徐家的银子买的，你必须要让三弟媳妇儿去把那个茅屋给要回来才行。我们徐家的东西，那也该由我们徐家人分。那个房子既然是我们徐家的，那也该拿回来，我们徐家人平分嘛。凭啥要给一个外人？大嫂，我和青青2人的事儿还轮不到你在这儿来说话，出去。莫名的徐行的眼神让张氏一阵心虚，也没有再敢去看徐行。娘，三弟和老三媳妇夫妻2个人糊涂，您老人家可不能跟着一起糊涂啊！这事儿您必须管，必须要让他们把房子拿回来给大家分。真是见过脸大的，没见过脸皮厚成这样的。大嫂，分什么分啊？那房子有你的份吗？你和大哥花过一个铜板吗？你还好意思过来分呢？三哥和三嫂赚钱买的，那也是三哥和三嫂的房子，你分什么分呀？一边去！你老大媳妇儿，徐家都已经分了家，别说是你，就算是娘也不好再去管你三弟屋里的事儿。再说老三作为女婿，帮他岳母找一个安身的地方，那也是应该的。那个茅屋是你三弟买的，和你没关系。你一个当嫂子的管好自己的事儿就行了。娘，我那还不是为了徐家好吗？要不是为了徐家好，我能管三弟他们夫妻2个人的闲事儿？行了，老大媳妇儿，老三夫妻2个人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你还是回去把你们夫妻2个人的事情管好就行。你看看你，香儿和云儿那2个孩子都快被你养成什么样子了，你一个当娘的连个孩子你都养不好，你还有那闲工夫去管别人的闲事？从梁氏屋里出去，张氏的脸色还一直都黑着。这边顾青青和徐行也从梁氏的屋里走了出来，张氏一点便宜没捞着，回屋去看到2个孩子，反倒是拿2个孩子撒气。香儿和云儿都哭得小脸透红，还是徐长福回来发现之后，这才哄了哄这2个孩子。你这个当娘的，那孩子撒什么气啊？香儿和云儿难道不是你生的？哪有你这么当娘的？看把2个孩子吓成什么样子了。行，都是我的不是。我看你们这个徐家呀，我也是待不下去了。你们才是一家人，我就是一个外人。你们看不惯我，那我走好了。这大半夜的，天又黑，张氏还闹着要回娘家，徐长福劝都劝不住，把整个徐家人都给惊动了。张氏的事儿，顾青青也懒得去看，徐行也没出去，由着外面闹。昨天晚上那个张氏闹了半宿，还是梁氏去了，张氏才肯消停。算算日子，他当初给保和堂的祛疤膏应该已经试用出效果了。顾青青决定这2天就去镇上的保和堂去问问看，要是那个秦无言确定了他的药膏有用，那他就去把合约同保和堂签下来。这样的话，除了那个牙膏，他又能多拿一笔红利钱了。现在他手上是有些银子，但是却不算多。顾青青打算等他手上的银子再多一点，他就和徐行一起搬出去住。这家里有张氏和刘氏2个极品，顾青青可没打算一直和这2个人一起住下去。顾青青在心里打算着，突然梁氏过来告诉他，说有人在门口找他。是谁呀？顾青青问是谁，梁氏也不知道，只说是来了一辆马车。顾青青一听到马车来了，就猜到应该是保和堂的人。果然顾青青猜的没错，确实是保和堂的人来了。只不过这个保和堂的人来接顾青青并不是为了药膏的事儿，而是为了那秦公子的祖母。听了来人的话后，顾青青还是上了马车，
打算去帮秦无言的祖母看一下。马车很快就到了保和堂，只是让顾青青意外的是，到了保和堂之后，她却并没有看到那个秦公子的祖母。顾姑娘，你这个药膏秦某已经找人试过了，确实你说的话不假，你给我的这个药膏是有去除疤痕的功效。既然秦管事你已经确定了我的药膏确实有用，不如我们就把合约给签了。不着急，秦某今天来找顾姑娘你来，主要是为了我祖母之事，不妨等我们先把祖母的事谈了，再谈这个药膏的事也不迟。不知秦管事的祖母在哪？为何我来了之后一直都没有看见她？这也正是我找顾姑娘你来的原因。在下的祖母年纪大了，这次从京城回来，沿途奔波劳累，又受了些风寒，不便再过来这边镇上。今天我请姑娘你过来，就是想请姑娘你随我去一趟宁城。宁城？在下的祖母久居宁城，提前叫姑娘你过来，也是叫姑娘你有个准备。去宁城一来一回，大概需要个3天左右的时间，沿途我会安排人一路护送。姑娘，你只需要回去收拾一下包袱就行。秦公子，这事儿我还得回去同我相公商量一下。这样吧，你等我明天给你答复。相公，姑娘你成亲了？顾青青脸上未施脂粉，头发上也没有任何多余的发饰。见惯了浓妆艳抹的女子，突然发现顾青青的模样竟然长得很是清丽。我确实成亲了。既然姑娘你成亲了，回去同你相公商量一下，这也是应该的。那秦公子，药膏的事，既然你现在已经确定药膏没问题，不如我们现在就把合约给签了。药膏的事我也已经同我大哥说过了。难不成秦无言这次又要耍赖？秦公子，上次我们可是说好了，我帮你治你祖母的病，你则答应给我30%的利润。姑娘你放心，秦某答应过的事素来都是算数的，这件事我大哥已经交由我做主了。只要姑娘你能够将我祖母的病给治好，那么在下就给你30%的利润。当然，要是姑娘你治不好在下的祖母，那这个利润的事嘛，我大哥的意思就还只是给你2%的利润。顾姑娘能不能拿到我手上3%的利润，那就主要看姑娘你有没有本事帮在下将祖母身上的病给治好了。这老狐狸。签合约的时候，那秦无言还在合约的后面加上了一条，那就是顾青青能把他祖母的头疼之疾给治好，要没治好的话，那就2%的利润。这次签的合约还是同上次一样，2份合约，他和秦无言2个人手中各自拿了1份。秦无言嘴角噙着笑，不错啊，姑娘的字倒是进步得挺快的。秦公子的字写的是不错，不过我见过2个人比秦公子的字写得更好。2个人？是谁？一个是凤公子。我大哥的字确实写得比我好，那还有一个呢？我相公。姑娘，你这吹牛的本事倒是比你做生意的本事还要厉害呀。秦公子，你祖母的头疼之疾可能会用到银针，希望能在见到你祖母之前将它准备好给我。姑娘放心，这银针在下一定尽快准备好，在到了宁城后就把它给姑娘你。这次那个保和堂还是很厚道，安排了马车送他回去。今天徐小山没有去学堂上课，梁氏坐在院里看着徐小山写字，刘氏的2个儿子也趴在旁边看着他们的小叔学写字。顾青青回去的时候，梁氏立刻走出来：老三媳妇儿，你回来了。这是陶婆子今天给你送来的腐乳，你不知道啊，咱们村里那个陶婆子做的腐乳的味道那是极不错的，村里的人都去她那儿买过腐乳。陶婆子啊，虽然是卖豆腐的，但是也会做点腐乳一起去镇上卖。这次你将陶婆子的病给治好了，她是特意给你送过来的。没想到隔了这么几天，陶婆子竟然又给她送了腐乳过来。顾青青收下腐乳，见徐小山坐在那儿写字，也写得好了些。顾青青随口夸了徐小山2句：老三媳妇儿，你是不知道啊，那个陶婆子的孙子宇哥那写的字才好，小小年纪不仅字写得好，还能诗会文的。依我看，
这孩子将来去考科举，一定会大有作为的。不由得顾青青头中出现了宇哥那个孩子的样子。还别说，那孩子年纪不大，却有着和他年纪不相符的沉稳。梁氏听说顾青青要去宁城，哦，你二哥也在宁城。顾青青没想到二哥居然也在宁城。老三媳妇儿啊，这天气冷了，娘呢正巧给你二哥做了一双鞋子，还有一身棉衣。既然你要去宁城，不妨就劳烦你把衣服给你二哥送去吧。娘您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东西给二哥送过去。当初为了让徐家人活下来，二哥主动同意卖到宋府去做下人。他娘和2个妹妹的事，还多亏了徐行和他5弟的帮忙。顾青青暗自决定，等他赚到足够的银子，就去帮徐行把他二哥给赎回来。老三媳妇儿，不如让老三陪你一起去。娘您放心吧，保和堂会安排马车送我，沿途的事情保和堂的管事都安排妥当了，我只需将那位秦老夫人医治好，回来的时候保和堂也会安排马车送我回来。徐行在红玉楼做事儿，一来一回就要3天，这次去顾青青也打算自己去就行了，反正沿途都有保和堂的人护送他，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徐行回来，顾青青就给徐行说了他要去宁城帮秦老夫人治病的事儿。相公，我答应秦管事帮他祖母治病，他祖母在宁城，我这次要去一趟宁城。你要去宁城？正好我这2天也要去宁城一趟，既然你要去，那我便和你一道过去。相公也要去？红云楼的掌柜在宁城还有另外几处酒楼，这次掌柜安排我去宁城一趟，那边的酒楼其中有2个酒楼这几个月的账目都不对，掌柜的让我去看一下。那正好，既然相公也去宁城，那我们就一道。第2天，顾青青去保和堂回话，秦无言并不在，于是顾青青便给保和堂的伙计说了这事儿，让保和堂的伙计将他的话带给秦无言。这次去宁城要2、3天才能回来，顾青青也和徐行简单的收拾了一个小包袱，除了带的吃的用的，还有徐行每天要吃的药，顾青青也都帮他带上。徐行说天黑后可以住客栈，到了客栈之后就可以去借用一下厨房，帮徐行煎药吃。说起来，徐行身上的病，顾青青一直没有帮他找到彻底解毒的法子。顾青青决定，等这次从宁城回来，他再好好的帮徐行想想法子，看看能不能找出办法，彻底将徐行身上的毒给解开。沿途都很顺利，途中在客栈歇了1夜之后，第2天，顾青青很顺利就和徐行一起到了宁城，看见了宁城的繁华。没想到宁城竟然这么繁华。吃饭的时候，客栈的伙计听了顾青青的话后，哎呦，姑娘，你是不知道，我们这个宁城啊，以前可是荒芜僻静的很啊，不仅人烟稀少，还有大片的荒地。现在我们宁城有如此繁华，还是要多亏了陆大人的。陆大人？难不成是那位陆夫人的相公？现在已经不是陆大人，现在的陆大人呐，已经是我们宁城的侯爷了。陆大人当初权倾朝野，但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突然带着夫人和几个孩子回了偏远的宁城。不仅如此啊，听闻当朝的太子凤北漠和陆府也走得很近，每年陆小姐生辰那天，不仅是太子府上，就连皇后也会赏赐不少东西过去。还有啊，大家都说那位陆府的大小姐应该就是未来的太子妃了，今后说不定还是未来的皇后呢。小二还要忙别的，也就离开了。青青，一会儿我要出去一趟，这宁城也有保和堂的分铺，我已经让人送信去了宁城这边的保和堂，知道我们住的客栈，想来那位保和堂的秦管事也会安排人过来接你过去的。顾青青点头。徐行走后，果然那个秦无言就安排人过来接他了。只是当顾青青下马车后，才发现这地方的门匾上赫然写着2个大字宋府。奇怪，这秦无言不是姓秦吗？怎么他的祖母住在宋府？难不成这位老夫人也不是秦无言的亲祖母？顾青青到了宋府之后，
立刻就有人过来领他往宋老夫人的院里去。老夫人这会儿正在屋里头睡午觉，顾青青到的时候，老夫人还没起来。府上的下人带了顾青青去小偏厅吃茶，叫顾青青先坐一会儿等着。顾青青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差不多1个时辰了。老夫人总算是起来了，一个小丫鬟过来带路，顾青青跟着小丫鬟一路走到老夫人住的屋子里。老夫人懒懒地靠在床头，你就是严哥儿给老身找来看病的姑娘。老夫人，听秦公子说你头疼之疾已有多年，不知是怎么回事，还劳烦老夫人具体跟我说说。不过是老了，不中用罢了。老身这病，多少大夫来看了都没辙。严哥这孩子既然找了你来，老身也总不能驳了他的好意。你且在这儿坐着陪老身，老身一会儿就安排人送姑娘出去。老夫人，秦公子既然找了我来帮你瞧病，那就说明秦公子他是相信我的医术的。要是秦公子不信我的医术，想来他也不会把我带到您跟前，您说是吧？难不成跟前的这位小女子还真有什么过人之处？老夫人，秦公子不辞辛苦安排人将我叫来，也是想让我可以治好老夫人您身上的病，所以还请老夫人可以将病情详情告诉我，我也好对症下药。姑娘好口才呀，看来严哥儿把你叫来给老身治病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老夫人，我也是想帮您将身上的病给治好。姑娘，不瞒你说，老身这头疼的毛病时不时的就犯病，这几年老身吃了多少药都没用，最近受了风寒，这头疼的老毛病也犯得比平时更厉害了些。顾青青听了宋老夫人的话后，又上前帮宋老夫人检查了一番，找到老夫人头疼的位置，又找准了几处穴位之后，顾青青这才下针。姑娘，老身这头疼的地方好像好了不少。顾青青现在是帮这位老夫人疏通经络，经络通了，老夫人的头疼自然会有所缓解。老夫人，今天帮您扎完针，一会儿再帮您开一副药方，您按照我方子上的方法吃药，明天我会再来看看。老夫人点头。顾青青从老夫人处离开，发现老夫人的头疼之疾并不难治，只要将这老夫人的病给治好，那3成的利润也就稳了。顾青青跟着下人沿路返回，只是让顾青青没想到的是，出府的时候她竟然意外地看见了一个人。二哥，你怎么在这儿？哎，弟妹，你怎么在这儿？诧异过后，顾青青想起来了，对了，二哥当年卖身的府上就是宋府啊。只是宁城那么大，顾青青想不到竟然会如此巧合，没想到二哥做事的府上居然就是那个秦公子的祖母府上。得知顾青青来这儿是来给宋老夫人治病的，徐安现在还要忙着去给主子送吃的，来不及和顾青青多说话，只是匆忙问了顾青青和徐行住的地方，徐安就端着手上的菜忙去了。顾青青从宋府离开后，依然还在想着二哥的事儿，不由得顾青青突然想到了秦无言。既然现在二哥在秦无言祖母的府上做事儿，而他现在又在给宋老夫人治病，那他是不是可以去找秦无言帮忙，然后把二哥从宋府给赎出来？看得出来，那位宋老夫人和秦无言祖孙二人关系还不错。顾青青想到这儿，不管能不能吧，都决定明天去找秦无言试试看。回到客栈，想起今天在宋府看见二哥的事儿，又把这件事情给徐行说了。听说他去帮忙治病的老夫人就在二哥做事的府上，徐行也有些吃惊。相公，我明天还要去宋府给宋老夫人治病，我今天看见二哥了，他正在忙，我就没和二哥说上几句话，不过我把我们住的客栈名字告诉二哥了。对了，相公，鸿运楼的差事可忙完了？还没有，可能我们要在这边宁城住上几天了。顾青青也不着急，反正他帮老夫人治了病之后也没有别的事情要忙，徐行的事儿没忙完，他就在这边住着等着他就是了。晚上
顾青青和徐行两个人正在吃饭，没想到小二居然过来敲门，说是有人找。顾青青打开门之后，意外的看见来的人居然是徐安。二哥，你怎么来了？我今天把手上的差事忙完后，给府上的管事请了个假，就出来了。徐行让徐安坐，徐安说他已经吃过饭了。二哥，那个秦无言和宋老夫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啊？听说宋老夫人是他祖母。弟妹，那个秦无言其实是宋老夫人的外孙。所以那个宋老夫人其实是秦无言的外祖母。弟妹，这位秦公子其实也是个手段厉害的。在他10岁那年死了爹之后，家里的财产、铺子、宅子，还有他爹手底下的庄子、田地都被他二叔一家占了去。那会儿秦公子不过是个10岁的孩子，还差点就死在了他二叔手里，被身在了乱葬岗，是他自己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后来才被他的外祖母接到宋府来养着。顾青青想不到那位秦无言的身上竟然还有着这样的一段身世。就在4年前，秦公子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不仅将他家的所有财产都给夺了回来，还把手上的生意更是做大了数倍。而他的二叔一家，听说现在是下狱的下狱，流放的流放，还有莫名其妙就被人弄瞎眼和断手的。虽然秦家人断手瞎眼，就连衙门的官差都没查出凶手，但是大家都猜测秦家的事多半是那位秦公子做的手脚。二哥来坐了一会儿就走了。顾青青想不到那位看起来慵懒闲散的秦公子狠起来居然如此吓人，打算去找秦无言帮忙赎回二哥这件事儿。顾青青也没有给徐行他们说，毕竟这件事儿还不知道能不能行。徐行白天要去忙鸿运楼的事儿，早上吃过早饭之后一早就出去了。宋府的马车今天也会过来接他。顾青青还提前把粮食给二哥做的棉衣还有一双鞋子都全部带上。顾青青刚到宋府，就立刻来人将她领到了宋老夫人的跟前。老夫人坐在园子里吃茶。姑娘啊，昨儿个你给老身看了之后，这身上浑身都舒坦了不少，就连别的病也好了很多呀。只是这个头还是时不时的犯疼呢。老夫人，我一会儿再给你扎一次针。你的头疼之疾因为是多年的老毛病了，想要治愈还需要慢慢调养才是。姑娘，你当真能把老身这头疼的老毛病给治好？老夫人你就放心吧，既然我说了，那我就一定能帮你把头疼的毛病给治好。姑娘，你真要是能帮我们老夫人将身上的病治好，那老夫人一定会重重赏你的。下意识的顾青青立刻想到二哥了，要是向老夫人讨赏，老夫人会答应放人吗？姑娘，想要从老身这儿讨的奖赏，还得要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要是有那个本事，等治好了老身，你想要什么再来开口。目前顾青青只得暂时将想法压下去，给宋老夫人扎了针。丫鬟送顾青青出去的时候，顾青青顺便打听一下秦无言的消息，结果丫鬟都不知道秦无言的去向。也是啊，秦无言那是主子嘛，宋老夫人身边的丫鬟又怎么可能知道主子的去向呢？更何况秦无言还不是这府上的正经主子，他只是宋老夫人的外孙而已。找不到秦无言，顾青青手上还拿着他要给他二哥送去的衣服和包裹。本来顾青青打算亲自给他二哥送过去，可宋府要是没有主子的传话，顾青青这样一个外人是不可能随便乱走动的。没有办法，顾青青只有托送他出来的小丫鬟帮忙，让小丫鬟帮他去给他二哥传一下话。当然也不好让人帮他白跑一趟腿，顾青青拿了几个铜板给小丫鬟当做跑腿的路费。顾青青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儿，没过多久就见二哥匆匆忙忙地跑出来。弟妹，你找我？二哥，昨晚你来的迟，我忘了把东西给你。这个包裹是娘特意让我带给你的，有棉衣还有鞋子，都是娘亲手给你做的。弟妹，爹和娘都还好吗？爹娘都好着呢，不过爹和五弟他们都挺想你的，还有小山，
小山那个孩子也一直念叨着二哥你呢。徐安让顾青青带话给梁氏，让梁氏他们照顾好自己的身子。这会儿他正忙着，手上有差事，不能走开太久。说了几句话之后，徐安又匆忙地回府做事去了。本来顾青青今天还打算去找秦无言帮忙，但是压根儿就打听不到秦无言的去向。现在看来想找秦无言帮忙，怕是也不可能了。赎回二哥这件事儿，只能从长计议。顾青青回到客栈之后，徐行还没回来，借了客栈的厨房给徐行熬药，直到身后有声音传来，顾青青才发现徐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到了他的跟前。接下来的几天，顾青青除了每天去给老夫人扎针之外，还在找机会打听秦无言的消息。但是那个秦无言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一般，顾青青一点秦无言的消息都没打听到，倒是徐行的差事都忙完了。顾青青这边也是，她给宋老夫人扎了几天针之后，暂时也不需要给她扎针了，现在就只需要宋老夫人每天按时吃她给她开的药就行。同徐行回去，一路上也很是顺利。梁氏一见顾青青和徐行回来，立刻笑着迎了上去。老三媳妇儿，你们这次出去一切都还顺利吧？都挺顺利的，我和相公的事情也都办妥了。那你们可见到老二了？已经见过了，已经把您给我的衣服和鞋子都给了二哥。梁氏点点头，又叫徐行和顾青青赶紧回屋里头去歇着。坐了2天马车了，确实挺累的。在家休息了2天后，顾青青总算是缓过劲儿来。上次在宁城没有见到秦无言，顾青青决定今天去镇上的药铺找一下。没想到顾青青到了镇上之后，药铺的伙计也说最近都没看见秦管事，那个秦无言就好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不仅宁城找不到人，镇上也没他的人影。看来想赎回二哥的事儿只能等了。从镇上回去，想起上次武帝徐明轩说的话，他说徐行的生辰也是在这个月。尽管徐行不过生辰，不过顾青青还是打算在徐行生辰那天给他煮一碗长寿面。问了武帝，徐明轩告诉顾青青说徐行的生辰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就在顾青青打算不再去找秦无言的时候，没想到秦无言的人竟然主动找上门来。顾青青心中一喜，听顾青青去找过他，秦无言还以为是他祖母的病有什么问题。秦公子放心吧，你的祖母一切安好，是我有事找你。哦，是吗？不知姑娘特意找在下是有何事？顾青青也没隐瞒，开门见山就把他的事儿给说了。这么说来，姑娘是想让在下帮忙帮你赎回你二哥？哼，想让我帮忙也不是不可以，不过不知在下有什么好处呢？我一定会帮秦公子将你祖母的病治好。我也同样答应姑娘你，给了你30%的利润。这件事我们已经两清了，不算。那你要如何才肯答应帮忙？要是姑娘你肯做在下的9981衣房的小妾的话，那我倒是可以考虑不要钱，就帮你赎回你的二哥。顾青青看得出来，秦无言只是和他说笑。这样吧，秦公子，你要是能帮我赎回我二哥，那个药膏我就少要1成的利润，如何？行，成交。感情这男人就挖着坑等着他去跳呢。既然姑娘你不肯当在下的第81房小妾，那在下就不强人所难了。在下并不缺女人，虽然在下也不缺银子，但不过嘛，这银子谁也不会嫌多呀。姑娘你既然能拿出1成的利润来赎回你的二哥，这对在下来说可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那我就索性好人做到底，就好心帮姑娘你一个小忙了。这个男人脸皮还真是够厚的，算计走了他1成利润，还说是好心帮他的忙。不过为了能把二哥赎回来，顾青青也只能答应。离开保和堂，心疼是心疼，好在终于可以把二哥赎回来，这也算是好事一件吧。顾青青回到徐家，就把这件事情告诉给徐家人。老三媳妇儿，你说啥？你说宋府答应放人，能把你二哥给赎回来？
秦无言可是答应了顾青青，他现在就去宁城帮顾青青拿到了徐安的身契，等顾青青和徐家人到宁城的时候，就可以把人带走。娘，是真的，那个宋府老夫人的外孙已经答应帮忙了，还说让我收拾收拾，可以去宁城接人了。这事儿宜早不宜迟，顾青青打算早点去宋府把二哥接回来。老三媳妇儿，这宋老夫人的外孙子为何会答应帮我们这个忙？顾青青也没隐瞒，如实就把这件事情给梁氏说了。当然，顾青青没有说她用了1成利润才让秦无言答应帮她赎人的，她只说是因为她帮秦无言的祖母治病，所以秦无言也就答应帮她这个忙，帮忙将二哥从宋府赎回来。这么说，你这次去帮忙治病的那位老夫人，就是宋府的老夫人？顾青青嗯了一声。老三媳妇儿，这次你二哥的事儿，多亏了你帮忙，要不是你呀，你二哥怕是这辈子都不可能回来了。晚上徐明轩和徐行回来，听说了这事儿，也都很高兴，特别是徐小山。徐小山一听说能把他二哥赎回来，高兴得跟什么似的，还说也要跟着去宁城赎人。梁氏当然不会让徐小山也跟着去宁城。同样听说能把徐安赎回来的张氏和刘氏2个人，则是一脸的不屑。他们才不相信顾青青真有那个本事将人给赎回来。这2人都不信徐安能回来，倒是徐长福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心底里隐隐有些高兴。要是这次他二弟能回来的话，那也是一件好事啊，至少他就不欠他二弟什么了。刘氏对顾青青他们说要去接徐长安回来的事儿嗤之以鼻，徐权贵对这事儿也是漠不关心，不回来还正好，徐家的房子本来就不够分，他二哥要是回来，那还不得再分走2间屋子啊？他还指望着他儿子长大能再从徐家要2间屋子呢。对徐安要回来的事儿，徐家人都是各怀心思。顾青青和徐行他们商量了一番后，决定明天就出发去宁城赎人，去接二哥回来。顾青青他们到达宁城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今天就大家先在客栈休息1天，等明天吃过早饭之后，就一早去宋府接人去。秦无言说，等他到了宋府后，就会把徐安的身契给他，到时候拿了身契，他就可以把二哥从宋府接走了。只是想到那少要1成的利润，顾青青还是有点心疼。梁氏他们都信了顾青青的说辞，徐行却没信。这一天在睡觉前，徐行突然看着小媳妇问了出来：青青，那个秦公子帮你，当真是因为你帮那位宋老夫人治病？当然不是了，因为我答应了那个秦无言，少要了他1成的合约，坑了我1成的合约后，他就答应了帮我把二哥赎回来。虽然被那个姓秦的坑了1成合约，不过能把二哥赎回来就是好事，银子少了还是可以赚回来的，你说对吧？今天要去宋府赎人了，大家看起来都很高兴。顾青青他们再次到了宋府，由于秦无言一早吩咐过了，很快就有人带着他们进了府中。而徐安的身契，秦无言也安排了小厮交到了顾青青的手上。顾姑娘，这是我们公子让我交给你的。太好了，终于把二哥的卖身契给拿到了。高兴后，顾青青又把身契给徐行他们看。徐明轩激动过后，忙将身契给了他爹。10多年了，这张身契终于回到他的手上。那宋老夫人不知道怎么听说顾青青又来了宋府的事儿，本来顾青青是打算进府和徐行他们一起接二哥的，没想到却被宋老夫人给安排人叫走了。原来是那宋老夫人被顾青青给她扎针之后，觉得舒坦了不少，头疼的毛病好了大半。虽然顾青青给她开了药吃调养着，可是听说顾青青来了，宋老夫人也想再次请顾青青去给她扎一次针。那银针自从上次离开宁城，顾青青就一直带在身上。等到顾青青再次给宋老夫人扎完针，已经是半个时辰后了。顾青青从老夫人那儿离开，打算直接去找徐行和二哥他们，也不知道徐行他们接到二哥没有。
过了这么久，想来应该是接到了吧。突然跟前来了一位姑娘，挡住他的去路。站住！你就是严哥哥带回来的女人。严哥哥，你是说秦无言？哼，你少在这儿给我装蒜！我可听府上的下人说了，你是严哥哥带回来的。这么多年了，严哥哥就带过一个女人去祖母跟前，那就是你。我可警告你，你不要打我严哥哥的主意，要不然我可饶不了你。小姐，秦公子长得那么好看，难保不会有人对秦公子有非分之想。依我看，他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过他也不看看他配不配，就他长得这一脸的穷酸样，还敢打秦公子的主意，真是做梦。我告诉你，秦公子身份高贵，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觊觎的。顾青青这下算是听明白了，搞了半天，这主仆二人是以为他和秦无言有一腿。这位小姐，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还请你给我听明白了，我和你严哥哥，也就是那个秦无言，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你当真和我严哥哥没有任何关系？不可能！你要是和我严哥哥没有任何关系，那他怎么会带你来宋府，还带你去见了我祖母？他怎么觉得这跟前的小姐看起来脑子有点不好使呢？他是去给老夫人看病，当然要去见那位老夫人了。喂，你这是什么表情？我们小姐在问你话呢。今天你要是不把话给本小姐说清楚，你休想离开宋府一步。真要说我跟你那位严哥哥有关系的话，那就是他花钱请我来给他祖母治病，我也就是拿银子办事，仅此而已。你没骗我，我都已经澄清了，能和你严哥哥有什么关系？也是，你一个成了亲的女人，我严哥哥确实看不上你。既然你是我严哥哥请来给我祖母治病的，那就最好用心一点，好好把我祖母身上的病给治好了。走，我们去找祖母去。顾青青有些无语，不过总算是把这位难缠的大小姐给打发了。她现在打算去找徐行和二哥他们了。顾青青向府上的下人打听了一下，得知徐行他们已经接了二哥出去，于是顾青青决定直接出府去找二哥他们。只是让顾青青没想到的是，她还没出府呢，就听见前面闹了起来。怎么回事？好像听见五弟徐明轩的声音，而前面的不远处也围了一堆宋府的下人，徐行和二哥他们都被围在人群中间。相公，二哥，相公，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多人将你们围着？三嫂，这个宋府现在又不答应放人了，还想把二哥扣下来不让他走。什么？不让走？宋府不是已把二哥的身契给了我们，怎么又突然不让二哥走了？这宋府的四夫人在二哥和我们离开之后，突然又把二哥给叫回了府中。要不是我们迟迟不见二哥出来，又进来府中找人，还不知道二哥都已经被扣下了。顾青青没想到宋府的人竟然会把二哥叫过去给扣了下来。诧异过后，有人说四夫人来了。顾青青抬眼看过去，就见一位浑身环翠、身着华服的妇人带着丫鬟走了过来。你们就是徐家人？是你不放我二哥走的？你二哥是我们宋府签下了死契的下人，一旦签下了死契，那就一辈子都是我们宋府的下人，没有我们宋府的允许，徐安一辈子都不得离开。徐安，还杵在那儿干什么？还不快回去忙你的差事。四夫人，徐安现在已经不是宋府的下人了，这些年徐安很是感激宋府的照顾，只是如今徐安赎身了，和家人分开多年，现在徐安也想回去和爹娘团聚，还望四夫人你可以体谅。团聚？笑话，你都卖身给我们宋府了，还想着回去团聚？本夫人劝你还是识相点儿，现如今你可是我们宋府后厨的管事，整个宋府的厨房都是你在管，留在宋府做个管事，不比你回乡下种地强。四夫人，徐安现在只想和家人团聚。徐安，你可不要不识抬举。四夫人，我二哥现在既然已经拿到了身契，那他也就不是你们宋府的人了，你们宋府也没有理由不让我二哥走。不错，今天我们一定要带走我二哥。四夫人一个眼神，顿时就来了不少家丁，将徐明轩他们给团团围住。我看谁敢！今天只要有我在，徐安他就休想从我们宋府离开。四夫人，你看这是什么？
四夫人，这可是秦公子让你们府上的下人亲手交到我手上的。我二哥的身契如今既然在我们手上，那他就不是你们宋府的下人了。今天不管四夫人你答应不答应，你都没有权利不放我二哥走。你那身契谁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拿过来给我瞧瞧再说。四夫人说完，她身边的丫鬟就走了过去，想要从顾青青手上拿走身契。顾青青当然不傻，并没有将身契给四夫人身边的丫鬟，而是立刻又将身契给收了回去。四夫人，这身契你要不相信是真的，那你就去把府上的老夫人叫过来。这身契可是秦公子从老夫人手里拿过来，亲手交给我的。来人，去把那个女人手里的假身契给本夫人回了。宋府的家丁上前，徐明轩一手一个，很快就解决了冲上来的家丁。一群饭桶，废物东西！你们这么多人，却连2个人都打不过，本夫人拿你们来有什么用？就在这时，不远处有人喊：“老夫人来了！”怎么回事？这么多年了，还从来没人敢在我宋府放肆，你们几个倒是好大的胆子！老夫人，并不是我们想来贵府放肆，而是我二哥拿到了身契，从贵府赎了身后，府上的四夫人不仅不放我二哥走，还要叫府上的家丁来抢我们手中的身契，不得已我们才对贵府的家丁动手的。怎么是你？那徐安是你的兄长？不错，徐安确实是我兄长。老夫人，这次来宁城，我们就是为了来接兄长回家的。娘，这些人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一个假的身契，还想浑水摸鱼，将那徐安从我们宋府给带走。假的身契？不错，这些人好大的胆子，弄了一个假的吉器，就敢跑来我们宋府撒野放肆。老夫人，我二哥的身契可是秦公子叫宋府的家丁交给我的，你看，身契现在就在我手上，并不是我弄虚作假来的。娘，他胡说的，他手中的身契是假的，一定是假的。够了，老四媳妇儿，那徐安不过是一个下人而已，你一个主子，你看看你都弄成什么样子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宋府都是像你这样不成体统的。娘，你可千万不能将这些人给放走啊！还有那个徐安，他可是我们宋府签下了死契的下人，他怎么能离开宋府？老四家的，那徐安的身契不是假的，是老身亲手给了严哥，让严哥交给徐家人的。徐安的身契我既然还给他了，那他也就可以从我们宋府离开了。还有，你一个当主子的，以后也要好好的注意自己的身份，别叫人看了笑话。丢了你的脸不要紧，我们宋府可丢不起那个人。行了，你们也带上徐安离开吧。顾青青面上一喜，不行，我不同意。或许是四夫人的声音叫得太过大声，一时间所有人都把目光看向了她，就连宋老夫人的目光也落在四夫人脸上。娘，你不能放那个徐安走。这个四夫人为何百般阻拦，不让二哥离开？奇怪，按理说二哥不过就是宋府的一个下人而已，就算是二哥要走，四夫人的反应也不至于这么大。老四媳妇儿，那徐安的身契老身都已经还给他了，你为何不同意他离开？娘，你不是不知道，这徐安可是我们宋府厨艺最好的一个下人，他做的点心和吃食都是府上别的人做不来的。他的厨艺这么好，我们要是将他放走，岂不可惜了？老身还道什么大事呢？不过就是为了一点点吃食而已。他的厨艺是不差，可我宋府好的厨子也多的是，走了他一个也不少。老夫人做主让徐安离开，顾青青和徐安一行人谢过老夫人，欢喜地离开了宋府。四夫人看着离开的徐安，尽管不甘心，可老夫人都发话了，她也没辙。宋老夫人回到她住的偏院里，宋若雪听说了徐安的事儿。祖母，你是不知道，现在咱们府上嚼舌根的下人可是越来越多了，
我之前听府上的下人说，严哥哥亲自带了一个女人来见你，那些人还传得有眉有眼的，还让孙女儿也误会了严哥哥真和那个女人有什么。结果我今天带着翠儿去拦下那个女人查问，才知道那个女人不过是严哥哥花银子请来的，根本就和严哥哥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祖母你知道吗？那个女人其实都已经成亲了。你说那个给祖母治病的姑娘成亲了？对呀，这可是她亲口说的。宋老夫人她活了一大把年纪了，不可能连姑娘和妇人都分辨不出来。那顾青青的模样一看就是个姑娘家，不由得宋老夫人想到那天顾青青迫不及待想要问她讨赏的样子。那个女人会医术，够聪明，还会说话。她的孙儿身边能留这样一位女人在，倒是比跟前这位草包孙女强。祖母，若雪在跟你说话呢。二哥，那宋府的四夫人也太蛮横不讲理了，就因为你做的菜好吃，她就想扣下你不让你走。哎，今天可是多亏了那位老夫人了，要不是那位老夫人突然出现，今天我们想带走老二，怕是有些难了。哼，怕什么啊爹？我们有二哥的身契在手上，那位四夫人就算是不想放人，我们也能带二哥走，大不了就去县衙报官去。没有身契，他们宋府也没有理由不放人。二哥，你看，这是你的身契。嫂子，这玩意儿现在也没用了吧？哎，赶紧撕了吧。五弟，不可鲁莽。怎么了？五弟，卖身契在衙门是有备案的，虽然身契已经拿到了，但是为了稳妥，现在我们还要拿着它去宁城的府衙一趟。还有这个讲究啊？要去把奴籍消了才行。于是一行人坐着马车去了宁城的府衙，衙门不让太多人进，就徐行和二哥一起过去。顾青青和徐明轩他们则是在外面等着。哎，二哥和三哥他们怎么还不出来呀？虎弟，你急什么？这不是才进去的吗？嫂子，在宋府接二哥的时候，你被老夫人的人给叫走了。你是不知道，今天三哥和我们一到宋府，那宋府的丫鬟们看见三哥，简直眼睛都快看直了，一个个的都赶着上着往三哥的身上瞧呢。嘿嘿，我好像还听见府上的那些丫鬟说什么，除了秦公子就没见过长得像三哥这么好看的人。徐明轩一说，顾青青这才想起来，好像他和徐行他们一起从宋府离开的时候，确实有一群小丫鬟盯着他们这边瞧着，竟然是那些小丫鬟都在盯着徐行瞧。顾青青没有说话。三嫂，虽然那些小丫鬟们都盯着三哥瞧，但是你是不知道啊，三哥可是正眼都没瞧他们一眼呢。爹，你说我说的对吧？几个人正说话呢，徐行和徐安两个人就从衙门里走出来。五弟，你们说什么呢？说的那么高兴。消除了奴籍，徐安走出来，人也觉得轻松了很多。哎，二哥，怎么样了？奴籍可消掉了？徐安笑着点点头。既然奴籍已经消掉了，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吧。哎，你们看，那宋府的人怎么又跟来了？前面不远处站了一位姑娘，女子身上穿的衣服，宋府的丫鬟们每个人都穿了一身。二哥，那宋府的人还真的是阴魂不散呢。我们走，别管那宋府的人。徐安却在看见女子的同时诧异了一下，随即就抬脚向她走了过去。哎，二哥，你去干嘛呀？虎弟，我们还是在这儿等二哥过来吧。那姑娘看样子应该和二哥认识，既然她这么远来找二哥，想来是有话要对二哥说。嫂子不行，我得跟过去看看。那四夫人的人来了，肯定又没好事儿。不是四夫人的人，别去了。不是四夫人的人，那又是谁？顾青青再次把目光看向了不远处的二哥和那位姑娘，女子好像从手上递了什么给二哥，再接着女子也没多留，转身就走了。徐安站在原地看着女子走远之后，这才拿着手上的东西转身返回来。二哥，刚刚那个姑娘是谁呀？她怎么会到这儿来找你？五弟，她是锦娘，我和她都在宋府做事，我们也算是认识了几年了。这次我赎身离开，她就过来送送我。二哥，那她为何不在宋府送你啊？要大老远的跑到衙门这边来，这地方距离宋府可不近啊。哎，难不成她猜到二哥
你会来衙门这边消掉奴籍，所以这位姑娘才会来这边来找你来。这次徐安却没有再说话。二哥，那姑娘该不会是对你……胡弟，不得胡说。二哥，反正我们都没有在宋府，我就算说了也不会有人听见的，你就放心吧。不知道那位锦儿姑娘都给了二哥你什么好东西啊？这是锦娘准备的一点干粮，给我们路上吃的。徐明轩倒是没客气，直接就拿了一块饼啃了起来。听说你去宋府接二哥的时候，宋府的小丫鬟们眼睛都看直了。徐明轩一听这话，正在吃东西的他差点没被呛住。不是我说的。回去的路上一切都很顺利，顾青青他们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梁氏听见马车的声音，忙从屋里跑出来。徐小山跑得比梁氏还快。娘，是二哥他们回来了。徐小山跑过去，一把抱住了徐安。娘，我回来了。好，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老三媳妇儿，怎么样？这次去接你们二哥，一路都还顺利吧？娘，我们还是先进屋再说。对，哎呦，进屋。这边听见马车声音的刘氏和张氏两个人也走了出来。原本不相信顾青青能把人赎回来的两个人，这会儿都看傻眼了。徐安当初签的可是死契呀，签了死契的下人，那可是一辈子都要留在别人府上做下人的。他顾青青到底是有什么本事，居然能将签了死契的二哥都给赎了回来？徐长福听说徐安回来，却在心中暗喜，太好了，他二弟回来了，那当年的事儿，他和他二弟也就能两清了。徐安回来，徐长福也想过去看看。站住，你要去哪儿？当然是看我二弟去啊，我二弟从宋府回来了，我也要去看一下。哼，你敢？要是今天你敢踏出这个门，那你也就搬过去和你爹娘一个屋住吧，别再给老娘回来。你，哼，别人回家一家团聚，关你什么事儿？需要你去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张氏压着徐长福，不让徐长福去找徐安，徐长福也只得在屋里躺下睡了，要不然就他这媳妇儿还不知道要闹成什么样子。这边刘氏也是，刘氏的脸色也没好看到哪儿去。现在二哥回来了，他该不会来分徐家的房子吧？依我看，爹娘多半要分房子给二哥。那徐安既然都卖去宋府当下人了，还回来做什么？他就该在宋府当一辈子的下人。梁氏听说四夫人拦着差点徐安就回不来的事儿，既然宋府已经把身契都给我们了，那四夫人为何不让安儿回来？还不是因为二哥他的厨艺好啊。那四夫人说二哥做的菜好吃，想留二哥继续在府上给他做菜，这才拦着二哥不让二哥离开。哎呀，还好，幸好那个宋府的老夫人过来了，安儿也才能和你们一起回来。不管怎么样，安儿这次能回来就好。梁氏点头。弟妹，这次能回来全是多亏弟妹你的帮忙，这份恩情徐安记下了。往后弟妹你但凡有什么需要徐安帮忙的地方，你尽管开口，只要二哥能做，二哥一定都帮你办妥了。哎呀，老三媳妇，你二哥的事确实是多亏了你呀。爹娘，我们都是一家人，不用客气，这次的事情只要二哥能回来就好。话虽这样说，可梁氏这个当婆母的也对顾青青心存感激。安儿，生气呢？说到生气，徐安忙把它拿出来放到桌子上。这东西现在既然没用了，还是把它烧了吧。听说徐安他们已经去了宁城的衙门消了奴籍，那现在这个生气确实没有什么用了。徐安在徐家没有单独的屋子，以前徐安回来都是和徐小山暂住在一个屋子里，现在徐安已经赎身回来了，那肯定不能再和徐小山一个屋子住下去。梁氏打算另外给徐安准备一间屋子，毕竟徐安的年纪，要是当初没有去宋府做下人，早就该成亲娶媳妇了。梁氏也琢磨着给徐安娶媳妇的事。二哥的事儿解决了，这次二哥能从宋府赎身回来，顾青青也很替他高兴。晚上梁氏做了饭，二哥回来，
徐忠诚高兴，打算今天晚上和大家一起好好的喝上一杯。饭吃到一半，突然有人来找徐行，说是衙门来的，知道是县令老爷安排过来的人。梁氏忙让徐行快出去看看。徐行出去后，徐明轩又把徐行碗里的酒给他倒满。顾青青看着徐行跟前的那碗酒，好奇古代的酒是什么样的，听说好像是米酒。捧起碗喝了几口滚烫的酒，暖暖的。顾青青又把剩下的也一起喝了。徐行从外面回来，老三，可是县令老爷找你有事儿啊？这么晚了，县令老爷还安排人过来，多半是有事儿啊。爹娘，我可能要出去2、3天才能回来。三哥，你要去哪儿？徐行还没回答，一坐下就闻见旁边的小媳妇儿满身的酒味儿。你喝酒了？徐行看着小媳妇儿，眉头微皱。嫂子，你把三哥的那碗酒都吃完了？老三媳妇儿，这酒后劲儿可大呀，你怎么都给喝了？大家看着顾青青，都面带诧异。喝了一点，甜的。老三，你媳妇儿这样，怕是喝醉了吧？你还是扶着她回屋去歇着吧。没醉。没醉。爹娘，你们二哥慢慢吃啊，我先带着他回去歇着了。去吧，这酒后劲儿可大，他还一下喝了那么多。三弟，你回去照顾好弟妹，她这样怕是要明天才能清醒过来。我会照顾好她的。先是抱着小媳妇儿往床边走，将小媳妇儿放下。一会儿，梁氏的敲门声从外面传来。老三，你们睡了没有？娘，有事吗？老三，你媳妇儿怎么样？娘煮了一碗醒酒汤，你拿去喂给她吃了吧。第二天早上起来，顾青青还觉得头有些晕，还是梁氏告诉她，昨天晚上她醉了酒之后，是徐行抱着她回屋睡的。老三媳妇儿，你可还是有哪儿觉得不舒服的吗？顾青青摇了摇头。昨天她虽然喝醉了，不过睡了一夜，早上起来除了有点头晕，也没有别的感觉。对了，娘，昨天那么晚了，县令老爷让人来找相公，是有什么事吗？说起这个，梁氏也不知道。昨天还没问呢，徐行就抱着顾青青回屋歇着了。后来大家也就都忘了这茬儿。二哥徐安回来的事儿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大家听说徐安赎身回来的事儿，村里人都很诧异，想不到徐安当年卖身都签下了死契，徐家人居然还能将他给赎回来。村里不少人都在私底下议论这件事儿。晚上徐行回来，顾青青才知道，原来昨天他吃的酒不是米酒，而是镇上卖的一种后劲儿比较大的烧酒。那酒后劲儿大，以后别喝了。顾青青却觉得可以少喝点儿，只要不喝醉就成。青青，裴大哥找我有些事情，可能这次我要和裴大哥一起出去2、3天，忙完了我就会回来。县令老爷找你做什么？徐行也没细说，只说要去阳城一趟。梁氏他们听说徐行要去阳城，也都嘱咐徐行路上要小心。3天后，也就简单的将徐安住的地方收拾了出来。有了新的住的地方，徐安从徐小山的屋里搬出来，住的地方解决了，梁氏也在准备帮他儿子徐安张罗娶媳妇的事儿了。梁氏去村里找了媒婆，托了媒婆帮忙说亲。顾青青听说梁氏在帮二哥张罗亲事，头中不由得想到了那天他们在宁城看见的那个来送他二哥的姑娘。老三媳妇儿啊，你说娘帮你二哥找个什么样的媳妇儿好？这事儿我觉得还是要问二哥，要不娘你去问一下，看二哥想娶什么样的姑娘。梁氏觉得有道理，决定等徐安回来好好问一下他。徐行不在，顾青青自从上次帮他娘和2个妹妹从楚家搬出去之后，还没有去看过他娘和妹妹。过了这么久，也不知道他娘和妹妹现在过得怎么样了。于是顾青青决定去看一下他们。
再次见到他娘和妹妹，顾青青发现不仅他娘沈氏胖了点儿，就连楚七七的脸上都长了一点肉。娘，三妹呢？怎么没有见到她？大姐，三姐去镇上卖帕子去了。娘和秀儿这半个月做了点绣活，攒下不少绣帕，今天秀儿拿着他们一起去镇上卖了。哎，女婿呢？他怎么没和你一起来？娘，相公有事去了阳城，并不在家。青青，上次你给娘的铜板，娘又去买了几只鸡回来养着，现在每天都能捡上几个鸡蛋呢。除了我们自己吃，还能省下来一些拿去镇上卖。大姐，娘现在隔一天就会煮鸡蛋给我和三姐吃。小丫头说起吃鸡蛋，楚七七眼睛都快笑得眯了起来。现在搬出来了，不仅有鸡蛋吃，还能吃上饱饭。晌午的时候，顾宁秀就从镇上回来了。由于她和沈氏做的绣活好，拿去镇上卖，还比别人多卖了好几个铜板。母女三人靠着自己的劳动和双手，也能自给自足了。回去的时候，顾青青还没到徐家，就觉得村里人好像看她的眼神都怪怪的。哎，听说就是他去帮那个徐家人把徐老二给赎回来的，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法子，竟然连天下死气的下人都能赎回来。可不是嘛，也不知道他哪来的本事，我们一般人可都没这些能耐。哼，哪来的本事？还不是长了一副狐媚子的模样。你们瞧瞧，咱们村里有几个长他那样的？找不出来吧？就看他那张小脸儿，就像是专门长来勾引人的。可是呢，你看看他那腰那身段，良家妇女谁长成他那样，腰根一掐就要断似的，一看就不像是个老实的。身后的人说话声音越来越大声，顾青青也算是听清楚了那些人在说什么。你们说谁勾引人呢？顾青青一回头，那些人又都不敢说了。顾青青回到徐家，刚回去还没走进门呢，大嫂张氏的声音就从身后传了过来。哟，老三媳妇回来了呀？我就奇怪呢，二弟一个签了死契的人，你说赎回来就赎回来了，我还真当弟妹你有本事，没想到弟妹你居然是跑出去勾引男人了。现在你做的丑事儿，那可是全村都知道。顾青青，你勾引了男人不守妇道，那可是要进猪笼的。哼，等着吧，这事儿等李正和族老们都知道了，你就逃不掉了。大嫂，你说我勾引男人，我勾引谁了？你有证据吗？没有证据就说我勾引男人，我还能说你勾引男人呢？你看来是没证据了。怎么就没证据了？现在村里的人可是都在传你勾引男人的事儿，要是你没做过那等不要脸的事儿，村里又怎么会再传你勾引男人？梁氏听见声音也从屋里走出来，传什么？哼，娘，您来的正好，三弟媳妇儿不守妇道，她出去勾引男人的事儿，现在可是全村人都知道了。老大媳妇儿不得胡说八道。嘿，娘，这事儿您要是不信，您就自己出去打听打听，现在村里谁不知道老三媳妇在外面偷男人的事儿？哼，弟妹，你偷男人的时候可想过三弟呀？怎么，是不是见三弟一副病秧子的模样，弟妹你担心三弟哪天眼一闭人没了，就赶紧把野男人都提前准备好了，到时候等三弟一死，你就赶紧去和你外面的那个野男人苟合呀。顾青青，你个小贱人，你敢打我！大嫂，你要再敢胡说八道，你说一次我打一次。哼，你敢！张氏扬起手，对着顾青青的小脸就要一巴掌重重的打下去，只是顾青青却没给他这个机会。我劝你还是安分点，你现在肚子里怀着孩子，你要是再这样动手动脚的和我打起来，到时候我下手没个轻重，这肚子里的孩子要是没了，可别怪我。你！张氏也怕动了胎气，他双目恶狠狠地瞪着顾青青，一副要吃人的样子。怎么样，还要再试试吗？老大媳妇儿，这次的事儿别说你弟妹要打你，往后你再说这样的胡话，
娘也不会轻饶你。娘，您知道您在说什么吗？他顾青青都做了这么不要脸的事，你竟然还要帮着他说话，我又没有做那等没脸没皮的事，你凭啥不饶我？还有，娘，老三媳妇背着老三跑出去找野男人，你就算是偏袒这个女人，但是你也要好好替老三想一想吧。老三可是咱们村里的秀才，要是村里人都知道他媳妇背着他出去偷野男人了，你让老三以后怎么出门？村里人还不得把老三给笑话死呀！顾青青，你这个小贱人，你竟然还敢打我！张氏恼羞成怒，这下不管不顾就要去打回来。只是顾青青还没躲，回来的徐明轩就一把捏住了张氏的手腕。大嫂，你做什么呢？怎么三哥不在家里，你就搁这欺负三嫂一个人呢？五弟，你回来的正好，三弟媳妇背着老三偷人还不算，现在还敢打我！你看呐，嫂子的脸都被顾青青那个小骚货打成什么样子了！大嫂，三嫂清清白白的，可容不得你如此污蔑。要是你今后再敢说一次这种话，别说三嫂打你，我也得揍你。说着，徐明轩还捏着拳头吓了下张氏。刘氏却在这时突然走了过来。娘，五弟，你们打大嫂做什么？这事儿大嫂又没错，有错的可是她顾青青。三嫂你自己说，你都做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当着娘和五弟的面呢？现在可是全村的人都知道你的丑事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弟妹，你说我做了见不得人的事，那么你说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还有，空口无凭，要是你没有证据，那我也可以说是你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你去偷了野男人。证据？那你说，你去宁城把二哥赎回来，你是凭啥把他赎回来的？二哥可是宋府签了死契的下人，我们都做不到的事情，你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三嫂不是早就和大家说过了吗？那宋府的老夫人是请了三嫂去给她治病，正好二哥也在宋府做事，三嫂也就顺道问宋府讨了一个人情。是吗？可我怎么听说是三嫂她去勾引了那个保和堂的管事，才让保和堂的管事从中帮忙赎回了二哥的。哼，我就说嘛，怎么可能就因为老三媳妇儿去了那个宋府给宋老夫人治了个病，宋府就同意把二弟给放了？原来竟然是老三媳妇儿去勾引了保和堂的管事啊！老大媳妇儿，老四媳妇儿，行了，够了，可别再胡说八道的了。娘，五弟，你们要是不信，这事儿我可是有证据的。有人曾经好几次看见顾青青一个人去保和堂，还有人去打听了。那保和堂的伙计说，每次顾青青去药铺，都是单独一个人去楼上见那个保和堂的管事，两个人一见面就关在屋子里半天，也不知道二人在屋里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你有证据？那好，你说有人看见我去了那个药铺，那个人是谁？你去把他找过来，我当面和他对质。哼，娘，我和老四媳妇儿是不能把二弟赎回来，但是我和老四媳妇儿却是清清白白做你们徐家的儿媳妇儿，可不像顾青青这个女人，虽然她帮忙把二弟赎回来了，可竟然是勾引了野男人才把二弟赎回来的，简直是丢了我们徐家的脸。还有人看见那个顾青青从药铺出来就衣衫凌乱，就连头发都是散开的。都这样了，你说他不是早就和那个药铺的管事苟合了是什么？五弟，你打我，你居然敢打我！打你？四嫂，我今天打你都算轻的，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一句，我不仅打你，我连我四哥一起打了。三嫂帮忙将二哥赎回来，那是三嫂对我们徐家有恩，我们徐家的恩人可容不得你们在这胡言乱语。好，很好，五弟，你就护着这个女人吧，我看你要护这个女人到什么时候，你等着吧，等她哪天把野男人都带回徐家了，我看你和娘还怎么偏袒她。你说有人看见我衣衫不整的从保和堂出来，那个人是谁呀？你去叫过来，要是你不把人叫过来，那就是污蔑，没凭没据的事情，我是给你这么污蔑的吗？嘿，怎
什么啊？心虚了？自己做了那不要脸的事情，还怕被人看见呀？要是你怕被人看见，那当初就别做那么不要脸的事。老四媳妇儿，够了，闭嘴！你三嫂说的对，真要有人看见，你要不就把人叫来当面对质，要不你要是再敢多说一句，我饶不了你。娘，五弟，你们二人可以不听我说的，但是外面村民的议论，你们自己去听吧。说完后，刘氏就气哼哼地走了。张氏知道婆母和徐明轩两个人就知道偏袒顾青青，在刘氏走了后，张氏也看着顾青青哼了哼后就离开了。三嫂，你别听大嫂他们胡说八道。老三媳妇儿啊，你五弟说的对，你大嫂和四弟媳妇儿成天就爱嚼舌根，可别听他们两个人胡说八道的啊。今天这事儿，娘一会儿会去好好说说他们。三嫂，要是外面有人对你胡说八道，我也不会饶了他们的。谁要是敢说你，我就见一个揍一个。这下把顾青青和梁氏都逗乐了。只是徐明轩还没去揍人呢，从学堂回来的徐小山就浑身脏兮兮的回来。小山，你这是怎么了？徐小山去学堂读书这么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狼狈的回来过。徐小山站在那儿，浑身脏兮兮的，一个字都不说，只是捏着一双拳头。小山，告诉嫂子，你到底怎么了？徐小山还是不说话。娘，小山这个臭小子是不是在学堂里和人打架了呀？小山，你老实告诉娘，你是不是去学堂打架了？这会儿梁氏发怒了，徐小山也有点害怕，吓得往后退了一步。但是徐小山还是一个字都不说。你这个孩子，你是怎么回事？娘是让你去学堂好好读书的，不给娘好好读书上课学习认字也就罢了，你现在还学会和别人打架了？你看看你身上的衣服都成什么样了？娘前2天才给你新做的衣服，你倒是好，和别人打架把衣服都给扯坏了。本来梁氏想听徐小山解释一下，可徐小山就是一个字都不说。娘，什么事还是先问清楚再说。我看小山也不会无缘无故和人打架，我们先问问看。娘，三嫂说的对，小山和我当年比起来，比我听话多了，他也不像是会无缘无故打架的人呐。依我看呐，这事肯定是有原因的。嘿，你还好意思说呢？我看你弟弟现在不听话，指不定就是在你那儿学来的。别以为我教训他就没你的份儿。这下徐明轩也乖乖的闭嘴了，惹不起他娘，还躲不起吗？娘问你，你老实告诉娘，你说你到底是为什么和人打架？徐小山这次还是把一双小拳头捏得紧紧的，一个字也不说。你不说是吧？那行，娘明天去学堂找你们学堂的夫子去。娘倒是想看看你今天到底是为了什么和人打架。娘，小山不是故意要和人打架的，是那些人不对，小山才和他们打架的。小山，你告诉嫂子，那些人怎么了？你要和他们打架？娘，我看小山身上的伤不少，这样吧，我屋里有药膏，让小山先到我屋里去，我先帮他处理一下。梁氏也没有说什么，于是徐小山就被带到了顾青青屋里。徐小山被带到屋里，梁氏和顾青青给徐小山抹药的时候，梁氏这才发现徐小山都穿着厚厚的衣服，身上还是有几处被掐的淤青。徐小山从来没有像这样跟别人打过架。小山，告诉娘，你这次跟人打架到底是为什么？徐小山还是没说话，外面就吵吵嚷嚷来了一群的人。奇怪，娘，外面怎么闹哄哄的？这会儿梁氏和顾青青也帮徐小山将身上的伤全部都上了药。听见外面闹闹哄哄的，徐明轩前脚出去，梁氏和顾青青两人也都打算出去看看。这时徐小山却吓得一下把梁氏的手给抓住。怎么了？娘，我……徐小山支支吾吾的，又不让梁氏出去。
顾青青看着徐小山这样，这下外面又传来一阵叫骂声。出来！你们徐家人都给老娘出来！今天必须给老娘一个交代才行。小山，怎么回事？外面的人是不是你招来的？徐小山被梁氏突然大的声音吓得先是点头，然后又赶紧摇头。梁氏看着徐小山这样，也没有再管他，而是决定先出去看看。本来就在外面叫嚣着的牛氏一见梁氏出来，好啊，你可总算是出来了。姓梁的，你儿子呢？还不快点把你儿子徐小山给叫出来。潘家媳妇儿，我不管怎么说也算是你的长辈，你好歹也该叫我一声婶子吧。有什么话不能好好坐下来说？你叫嚷什么？好好说。你看你儿子徐小山把我儿子大柱打成什么样子了，还好好说。今天你们徐家不给我一个交代，可休想我离开。不仅是牛氏的儿子，徐家院里还纷纷来了好几个同村的妇人。梁婶儿，还有我们儿子呢，哎，你看看，我们儿子也都是被你家徐小山给打的。我要一个说法，要是今天你不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们不会轻易算了的。本来徐小山和人打架，梁氏就够生气的，现在看见徐小山和这么多人都打了架，梁氏就更生气了。这下梁氏怒气冲冲回去，你说好好的怎么能和人打架？娘平时让你去上学，是让你去打架的吗？梁氏打徐小山，牛氏在一旁道：娘婶，你今天可别想着就装模作样的当着我们面打你儿子几下，这事儿就算了。我可告诉你，我儿子被你儿子打得浑身都是伤，必须要赔钱，还要请大夫。对，赔钱，必须赔钱。其他人也全部都在叫嚣着让梁氏赔钱。娘，不是我，是他们先骂嫂子，我才打人的。什么？你说他们骂你嫂子了？娘，他们在学堂骂嫂子勾引野男人，还说嫂子不守妇道，就该去进猪笼。顾青青想不到徐小山和人打架居然是为了他。好啊，原来是你们。孩子懂什么？那些孩子说的肯定全部都是你们这群女人教的。要不是你们这些女人胡乱的在自己儿子跟前嚼舌根，他们又怎么会胡说八道？我儿子又怎么会去打人？我就说嘛，我儿子平时那么听话，怎么可能和人打架？怎么，你们这些人真当我儿媳妇好欺负呢？我家儿媳妇清清白白，都被你们这群女人给败坏了。她是挖了你们祖坟了，还是招惹你们什么了？要让你们这么多人往她身上泼脏水？呸！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要不是你们徐家的媳妇儿跑出去勾引男人，谁会说她呀？是她自己做了不检点的事，还要怪别人说呀？要怪就怪她自己。啊呸！你们说我儿媳妇偷人，她就偷人了？那我还说你们全部都出去偷人了。你们可别忘了，我儿子还是秀才，我儿媳妇她就是秀才娘子，容不得你们这群乡村野妇这么羞辱她。我娘说的不错，你们说我偷人，我就偷人了，那我还说你们这些人全都去偷人了呢。还有，虽然现在我不知道是谁在那胡乱传谣，败坏我名声，但要是让我查出来，我一定饶不了他。今天莫名其妙出来这么多人说他勾引男人，这件事情肯定有蹊跷，要不然无缘无故不可能一下这么多人说他勾引男人去了。顾青青打算好好查一查这件事儿。哎呦，还真是一对好婆媳啊，自己儿媳妇儿都偷男人了，这个当婆婆的竟然还帮着她说话。你说你儿子是秀才呢，现在这个女人背着你儿子做了那等没脸没皮的事儿，也不怕你儿子被全村的人笑话。我要是你儿子，我羞都羞死了。哼，滚，统统给老娘滚，要不然老娘见一个打一个。徐明轩也没了好脾气，过来跟着他娘一起打。那些孩子都是胆小的，一见徐明轩和梁氏两个人拿着扫帚在打人，都被吓得不轻。见孩子被吓得不轻，
害怕梁氏和徐明轩打到他们孩子，这下也没敢再继续留在徐家讨要说法。村里人被梁氏打跑了之后，张氏和刘氏两人都站在旁边看笑话，特别是张氏，哼，就算是他娘现在偏袒那个顾青青，那又如何？现在村里偷了人，那可是要被拉去进猪笼的。等到这事儿传到李正和村长大人的耳朵里，到时候那个顾青青就会被李正大人和徐家所有的族老都拖出去进猪笼。刘氏也在屋里冷冷地勾了勾嘴角。那顾青青真的被进猪笼后，徐家没了顾青青，老三分到的那3间屋子，他们就可以再去要一间呢。那会儿老三就一个人，哪儿还用得着住3间屋子？刘氏在心里暗自打着主意。今天徐安白天出去找活去了，回来后徐安就一直想出去找个事儿做，总不能一天他一个大男人一直在家里不做事儿吧。在镇上跑了一天，没有找到合适的差事，见天色不早了，徐安这才从镇上回来。只是徐安还没进家门，就发现徐家莫名其妙的来了一村子的人。不仅村里的人来了，意外的徐安还看见了族老和李正大人都来了，心下觉得奇怪。徐安不解为何这么多人都来了徐家，更不解怎么李正和族老也全部都来了。这边顾青青和梁氏他们商量着要把造谣的人找出来，结果顾青青和梁氏他们还没去找，村里人倒是把李正和族老全都请了过来。就是他，李正大人，就是那个徐家老三的儿媳跑出去勾引男人，徐家村的风气都快被这种不要脸的女人给败坏完了，必须把这种不要脸的女人拖出去进猪笼才行。啊，对，李正大人，那徐家老三还是秀才呢，他媳妇儿如此不守妇道，作为秀才娘子更应该被拖出去进猪笼才对。李正大人，这种女人要是不进猪笼，往后村里指不定还有和她一样没脸没皮的去勾引男人的女人。对，进猪笼，进猪笼！村民们叫得大声，全部都要把顾青青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拖出去进猪笼。梁氏，你家老三媳妇儿不守妇道，勾引男人，确实败坏我们徐家村的风气。作为村里的里正，我必须要以儆效尤，要不然以后村里再出现这种事情，简直是丢我们徐家村的脸。徐家的族老今天听说了徐家老三媳妇勾引男人这件事儿，也觉得徐家的脸都快被顾青青一个人给丢完了。哼，梁氏，你听好了，虽然你家的老三媳妇是我徐家的人，按理说家丑不可外扬，可我们徐家也丢不起这个人。现在家丑已经遮不住了，你家老三媳妇跑去镇上勾引男人的事传得沸沸扬扬的，现在闹得全村都知道了。作为族老，现在我也必须要给我们徐家一个交代，更要给全村的人一个交代。来人啊，去把顾青青给我绑了。按照我们村的规矩，这个顾青青作风不端，勾引男人，这种败坏风气的行为是要抓去进猪笼的。等等，等？还等什么呀？你家媳妇儿这败坏民风的行为，你这个做婆母的还要包庇她吗？你儿媳做了那等没脸没皮的事，你这个当婆母的不好好教训，还百般阻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怎么，你们徐家不要脸，还要让我们整个族人一起蒙羞吗？蒙羞？我怎么就让你们蒙羞了？还有，敢问李正大人，你们都说我勾引男人，有证据吗？要是没有证据，那你们就是污蔑。村民不顾顾青青的质问，大家都在喊。
进猪笼，进猪笼！一定要把顾青青那个勾引男人的女人拖出去进猪笼了。对，必须要进猪笼，要不然我们徐家村清清白白的，可容不下这种勾引男人的下烂货。哟，亏我以前还当你是个好的，看在你帮我儿子治好了病的份上，我还拿你当我亲妹妹一样看待。你呢？你居然如此不要脸，趁着徐家老三不在就跑出去勾引男人，听说还是去勾引了镇上药铺的管事。哎呦，你倒是会攀高枝儿啊，还知道去镇上找好的。哎，我呸，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一脸的穷酸样，还想去攀高枝儿。哼，他也就是仗着他那张小脸长得漂亮，他现在可以去镇上勾引管事的，指不定哪天就能勾引我们村里的男人，到时候可别被他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的粥。咱们村里的男人可不能被这样的小狐妹子给祸害了。顾青青现在可是这个村里长得最漂亮的女人，要是顾青青真去把他们男人给勾引了，那可就坏事了。不行，千万不能让顾青青把他们的男人给勾引了去。这下村里的人们更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大声喊着必须要把顾青青抓去进猪笼。去，把徐家媳妇拿下，今晚就把她送去进猪笼。我看谁敢！哼，今天只要有我在这，就谁也别想动我嫂子一根手指头，要不然来一个我揍一个，来一双我就揍一双。徐家老五，那个不要脸的女人被拖去进猪笼，那是她活该。你现在跑出来挡着做什么？哎呦，怎么？难不成你也和这个女人有一腿？哎呦，这女人是不是连你也勾搭了？顾青青这下却突然走到罗氏面前。你要干嘛？不干嘛，我就是过来看看你到底勾引过多少男人，才让你张嘴闭嘴全是这些下作东西。怎么，勾引男人你就这么有经验？要不来，给大家都讲讲，看看你是怎么勾引的。我以前可真是瞎了眼睛，居然还觉得你是个好的，我呸！现在知道你是这么不要脸的女人，往后我可跟你没任何关系了。还有，我老朱家的猪肉再也不会卖给你这种女人，这种女人的臭钱我们老朱家可不稀罕赚。就你这种女人，和你有什么关系？我还怕脏了自己的眼呢。还有，你们朱家那些发臭发烂的猪肉，不用你说，我也不稀罕买，吃了我怕良心都被吃坏了。像你这种不问青红皂白就胡乱咬人的疯狗，早知道当初我就不该出手帮你和你儿子。顾青青，别以为你这样你就能掩盖你和你五弟那些丑事儿，我呸！你还真是不检点啊，当着大家的面都还敢勾引自己的五弟。徐明轩，你今天要是再继续在这挡着，你就是和你三嫂有勾搭，要不是你就让开点，不要在这儿挡着李正大人将顾青青拖出去进猪笼。呵呵，小爷我可算知道你们为何说我嫂子去勾引男人了，原来就是你这样张口就来的。说着，徐明轩突然伸手去轻佻地勾住了宋春花的下巴，吓得宋春花一脸惊慌失措。还没等宋春花反应过来，宋春花就突然整个被徐明轩给抱入了怀中。徐明轩，你要干嘛？你快放开老娘！哼，你躲什么呀？忘了你上次勾引小爷时那股浪劲儿了？怎么，这回见这么多人都在，还不好意思了？呸！徐明轩，你这个不要脸的，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老娘我什么时候勾引过你？你可别在这儿往老娘身上泼脏水。哼，你脖子上那颗痣，小爷我现在可都还记得呢。亏得小爷我还有些定力，要不然你这都秃完了，差点小爷我的清白就被你给毁了。啊！你徐明轩那个不要脸的，居然还说他差点把他清白给毁了。村里别人不知道，宋春花的男人却清楚地知道自己媳妇的脖子上确实有一颗黑痣。一听徐明轩的话，宋春花的男人孙大郎立刻脸色都变了。好啊，你这个臭婆娘，你竟然敢背着老子去勾引那个姓徐的，你看老子不打死你！说
是不是你见的徐明轩长得比老子好看，就跑去背着老子勾引他去了？我倒是这次徐家的事儿，你怎么上蹿下跳跑这么快呢？感情是早就背着老子和那个徐明轩勾搭上了呀。徐明轩，你这个该死的，你污蔑老娘，老娘和你没完！这会儿孙大郎哪能听得去宋春花的话呀，拖着宋春花就往人群外扯。走，跟老子回去，看老子怎么收拾你。哎，别走啊，你勾引了小爷，可不能就这么算了。够了，徐家老五，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不得再胡闹。李正大人，那个顾青青不仅勾引了镇上的管事，甚至连徐明轩也勾引了。这种女人还是赶紧先拖出去进猪笼了。至于这个徐明轩，大人你也不要轻易饶了他。为了遮掩他和他嫂子的丑事，还当着我们这么多人的面对孙大郎的媳妇儿胡说八道，简直是不把我们这么多人放在眼里。徐家老五，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怎么，你们这是仗着人多就来我家欺负人呢？小爷我和那个宋春花的事你们就不管了？那个宋春花可是衣服都脱完了来勾引小爷，再不管，难道真要等到下次他再来勾引小爷，让他把小爷的清白给毁了？徐家老五，你要是再胡闹下去，我现在就叫人把你给抓起来。胡闹？我和宋春花的事就是胡闹，那你们这么多人来我家空口白话污蔑我嫂子的事呢，难道就不是胡闹了吗？这全村的人都知道你嫂子勾引男人，和那个保和堂的管事有染，这还要证据吗？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对，大家都知道的事儿，还需要啥证据啊？人群中，村民们都纷纷起哄。就在这时，站在旁边的顾青青突然笑了出来。你笑什么？怎么勾引了那么多男人，你还挺得意的呀？我呸！果然是个不要脸的货色。我笑什么？我笑你们这群人本事可真是大得很。一群人来我家叫嚣着我勾引了男人，却没有任何证据，只是叫嚣着全村人都知道了，就认定了我勾引了人。没有证据的事情你们也真敢说。那要是照你们这样说，我也可以说李正大人和罗氏你睡了，那是不是这事儿也是真的？反正不需要证据，一张嘴说就行了，对吧？顾青青，你大胆！我大胆？不知道是我大胆还是李正大人你荒唐。亏你还是村里的李正大人，不问青红皂白你就敢来我家说我勾引男人，也不知道你这个李正是怎么当上去的。要是县令老爷也和李正大人你这样断案的话，那当今天下的人还不得被冤案给冤死？顾青青，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你勾引男人就算了，竟然现在还敢对李正大人不敬，还敢在这狡辩。我告诉你，今天不管你怎么狡辩，李正大人都一定会把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拖出去进猪笼的。是吗？把我进猪笼，那最好也把你和李正大人先拿去进猪笼了。毕竟你还是李正大人，你这做了勾引妇人的事，岂不是比我更应该进猪笼吗？李正大人再次气得老脸一黑。没错，我儿媳妇说的对，要是没有证据，就凭你们一张嘴胡说的话，那我今天还说你们这群人全都勾引了男人，那是不是你们这群人都要被拉去进猪笼啊？村民们被梁氏噎了一句，都说不出话来，毕竟他们也只是听别人说的，这证据的事儿可谁都没有。要证据是吧？那你们说，徐家老二不是在大户人家卖身签了死契吗？这顾青青有什么本事，能把一个签了死契的下人都给赎回来？这不是勾引男人了是什么？呸！我儿子难道就活该当一辈子下人吗？他被我媳妇儿帮忙赎回来，就是我媳妇儿去勾引人了，简直是放屁。那你们说，那顾青青是如何帮忙把徐家老二赎回来的？宋府的老夫人请了我弟妹去帮忙治病，而我正好在宋府做事，所以我的弟妹才向宋老夫人讨要了一个人情，这才赎回了我。你二哥说的可是真的？本来李正大人也是因为全村人都在说
顾青青勾引了男人的事儿，他才真以为顾青青勾引了人。这会儿李正大人见顾青青说的话有几分道理，再加上所有人都拿不出来证据，也不由得疑心，难道他是真的冤枉了那个顾青青？哼，不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儿媳妇的医术村里人又不是不知道，她医术高明，能看病救人，靠着医术向宋老妇人讨了个人情，救了她兄长回来。不仅她没有勾引男人，她还是我们徐家的大恩人。我不知道那些谣言是从哪儿传出来的，但是今天只要有我这个当婆母的在，我就不容许谁在这儿泼我儿媳妇的脏水。李正大人见别人的儿媳当婆母的都如此信他，这下也没有什么别的好说，于是转身就打算离开。大人，你这是去哪儿啊？那个顾青青的事你就不管了？还有，我还听说她经常一个人去药铺呢。闭嘴！听说，你刚刚没听见吗？他问你要证据呢，没有证据的事儿就在这乱嚼舌根。老夫看咱们村的风气都是被你们这群乱嚼舌根的人给败坏的。罗氏被李正大人训了一顿，人都快傻眼了，李正大人却没有再管那个罗氏，抬脚就打算离开。李正大人，那个不要脸的女人都还没有抓去进猪笼呢，哎呦，你怎么就走了？这种败坏风气的女人你都不管了，真要留她在村里继续勾引人吗？李正大人，抓？我怎么抓她？你们这些人说她勾引男人有证据吗？要是有证据，我现在就可以抓她。要是没证据，那她现在也可以说你们其中任何人也勾搭了男人。难不成本李正还能把你们都抓去进猪笼了？罗氏顿时就没了声音。村里人都是听说顾青青勾引了男人，还是勾引了镇上的管事，但是确实没有谁知道顾青青勾引人的证据，大家都是听说。这下顿时就面面相觑，不说话了。看来大人你还不算是太老糊涂了，还知道在抓人之前要讲证据。徐家老三媳妇儿，你说的不错，没有证据的事，本李正确实不该带这么多人来抓你。不过到底有没有勾引男人，你自己心里清楚。要是你没有勾引过男人，那么这件事也就罢了。要是勾引了男人，哼，到时候证据确凿，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李正大人冷哼甩袖，说完就要走。等等，怎么，莫非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吗？大人，我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为何要狡辩？要是你们没有查到我勾引男人的任何证据，那么我要你和这些村民全部都来跟我道歉，要不然平白无故泼我一身脏水，我也不会善罢甘休。想不到顾青青会这样说，李正大人哼了哼，转身就走。终于在所有人都走了，徐家院子也总算安静了下来。哼，咱们村里那些人就是见不得别人好。早几年老三得病，村里人就都在盼着老三死。现在老三媳妇儿帮我们把老二救回来，那些人又来胡说八道。梁氏越说越气，顾青青想不到她不过就是去药铺和人做点生意，卖了点东西，帮着徐家把二哥给赎生回来，就莫名成了勾引男人的女人了。一开始顾青青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当回事儿，现在看来这件事要是不查清楚，那么以后这些谣言就不会停止。顾青青决定要把这次谣言的事情查清楚，揪出造谣她的人。老三媳妇儿，你放心，一切有娘在，只要有娘在，娘就容不得那些人胡说八道的污蔑你。我们徐家的儿媳妇儿可不是那么容易被人欺负的。对，嫂子，别怕，我也在呢。谁要是胆敢欺负你，我就揍得他满地找牙。老五，娘还没说你呢，你今天说那个宋春花勾引你，这事儿要是传开了，你还想不想娶媳妇儿了？说到这个，顾青青也忍不住偷笑起来。气死人不偿命的本事，也就是他五弟厉害。嘿嘿，娘，我这不是没说我去勾引宋春花吗？那宋春花勾引我，关我什么事啊？你说对吧？这10几年我在宋府做事，这种陷害人的手段见得多了。爹娘，这件事肯定是有人暗中陷害弟妹。
弟妹是为了帮我赎身，才遭到那些人污蔑的。我们一定不能让那些人继续造谣弟妹，造谣下去。梁氏他们都相信顾青青，徐忠诚却是一直没说话。老二，那些人简直太过分了，说你弟妹去保和堂勾引管事，还传得有眉有眼的。弟妹，那个保和堂的管事是谁？二哥不知道吗？就是秦无言啊，当初也是秦无言找我去帮孙老夫人瞧病的。什么？你说是秦无言？二哥，你难道不知道秦无言是保和堂的管事？老二，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弟妹，秦公子自从夺回了家产之后，他手下的铺子不仅涉及胭脂铺子、酒馆、茶馆，甚至还涉及一些字画古玩类的。他自己手上都有一堆生意，怎么会突然去一个药铺做管事呢？而且我还听说秦公子手下的铺子并没有涉及药铺的。二哥，其他的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确实是那家药铺的管事，还有那家药铺的掌柜好像是姓凤的公子，我听那个秦无言叫那个药铺的掌柜叫大哥。顾青青把自己知道的都说了出来，别的他就不知道了。姓凤的公子？对，好像是叫凤北离。凤北离和那个秦无言二人关系确实不错，以前我在宋府还曾经见过那个凤北离去找过秦无言几次呢。二哥，你听说过那个凤北离？那位凤北离可是当今朝受封的最年轻的王爷。听说那位凤北离深受皇室的器重，他手底下的生意更是遍布天下，做得比秦无言手下的生意都大。不过什么？不过那位凤北离好像除了药铺生意，别的生意都不碰。秦无言却是什么生意都做，其中粉纸铺子还有……说到这儿，徐安下意识看了顾青青一眼，后面的话却没有再说下去。换了一个话题后，徐安才道：那个秦无言生意做得最大的是脂粉铺子和另一个生意，别的生意倒是七七八八的，做得不算大也不算小。另一个生意是什么生意啊？徐安干咳了一声。徐明轩没听懂，顾青青却是听明白了。难不成那个秦无言生意做得最大的是怡红院那种地方和脂粉铺子？娘，弟妹，你们或许都还不知道，那个秦公子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另一个身份？那是什么？那个秦无言除了是宋老夫人的外孙子，他还是南宁侯的嫡孙。本来那个南宁侯的爵位已经被他的二叔给占了，但是后来那个秦无言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在夺回了秦家的家产之后，很快又把侯爷的爵位给夺了回来。现在的秦公子可是南宁侯。徐安这话一说完，徐家人都惊住了。顾青青之前只猜测到那个保和堂的掌柜凤公子身份不凡，但是顾青青想不到那位秦无言竟然还是一位侯爷。虽然我一直就不相信那些人胡说八道，但是没想到那些人居然还造谣到一位侯爷的头上去了。哼，那些人连侯爷都敢造谣，这事如果传到秦公子的耳朵里，怕是秦公子一定不会轻饶了那些人。徐安想到秦无言对付秦家人的手段，没有说话。梁氏和二哥他们都说要把那个造谣的人给查出来，顾青青却在这时脑中不由得想到了两个人，第一个是大嫂张氏，第二个则是老四媳妇刘氏。这件事儿多半和这二人脱不了干系，只不过现在顾青青还没有证据，等他把证据找到了再提这件事儿也不迟。那个刘氏不是口口声声说有人看见他去保和堂吗？还说有人去和保和堂打听过他，那他明天就去问问看，多半那个人不是张氏就是刘氏。第二天，顾青青找到了药铺的伙计，询问了一下，可是有人去打听过他。药铺的伙计说是有一个。顾青青又去问了伙计，去打听他的那个人的长相，而且根据伙计告诉他的时间，顾青青算了算，那个跑去打听他的是在二哥被救回来之后的第二天才跑去药铺打听的。为了有人证，
顾青青还把伙计叫着跟他一起回去了。他还没进徐家，就见徐家外围了一群人。不仅如此，好像徐家的门外还有一辆马车。那辆马车顾青青一眼就认了出来。那不是县令老爷的马车吗？难道徐行是跟县令老爷一道回来了？嫂子，你回来了。谷弟，怎么回事？咱院里怎么来了这么多人？难不成李正大人查出什么证据来了？哼，三嫂，村里造谣你的那些人，三哥和县令老爷已经帮你都抓出来了。你看，就是那些人造谣你。只见县令老爷坐在徐家院里，而县令老爷跟前正站了大概4、5个妇人。哼，三嫂，想不到吧？这次造谣你的人竟然一开始是四嫂。你是不知道，一开始这些人还不承认呢。结果县令老爷和三哥2、3句话就让这几个人露出了原形。我还从来不知道三哥竟然如此的厉害，几句话就把造谣你的人全部给揪了出来。现在那些造谣你的人一个也跑不了，全都已经在县令老爷跟前了。顾青青走到徐行身边。相公。徐行看着小媳妇儿嗯了一声，那刘氏还在狡辩。县令老爷，民妇冤枉呀！民妇真没有说过那些话，是他，对的，就是他到处造谣，还污蔑到我的身上。呸！你胡说啊！明明就是你造的谣，要不是你在我跟前说你三嫂偷了男人，我又怎么会知道这事儿？明明是你告诉我的，嘿，现在你还在这儿血口喷人？县令老爷，我三嫂是我嫂子，我们可都是徐家人，都是一家人，我怎么会去做污蔑我嫂子的事呢？很明显就是那个宋春花造谣的。是吗？现在知道我们是一家人了，陷害我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说我们是一家人呢？哎呦，三嫂，你怎么能误会我呢？你是我嫂子，我怎么可能造谣污蔑你？是他，是那个宋春花，他才是污蔑你的人。弟妹，我给你带了一个人回来，你看看他是谁？那伙计一出来，刘氏看着伙计，面色当即一惊。弟妹，这个人你见过吧？不，他是谁呀？我没见过他。那就奇了怪了，弟妹，你说你没见过他，那他为何却认得你呢？刘氏埋着头，故意将自己的半边脸挡住，也不让人看。对，是他，就是他。那天就是他来药铺找我，还向我打听了顾娘子的事儿。他向你打听什么了？大人，他那天鬼鬼祟祟的来我们药铺东张西望，来半天了，又不进来买药，被我抓到后就向我打听顾娘子。他问小的最近是不是有一个乡下小妇人常来找我们管事？还有呢？还有就是他还问我说顾娘子是不是和秦管事每次都是一个人来找秦管事的？问我顾娘子找秦管事都干了些什么？你别血口喷人，我认都不认识你。你是怎么回的？我就说了呀，确实最近有个小妇人来找我们管事几次，不过每次顾娘子来药铺都是和我们管事的谈生意的，谈完就走，别的小的也没多说什么呀。所以你就因为这个就说我去镇上勾引了男人？不仅如此，你还自己添油加醋的说有人看见我衣衫不整的从保和堂药铺出来，还造谣我每次去药铺都是去找秦管事的，说我和他2人见面之后，2人在2楼的房间待着半天不出来，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对吧？刘氏越听越心虚。刚刚他说的可是真的？不是的，是他污蔑我。你可有什么证据证明那个刘氏去找过你？只要那个伙计和顾青青拿不出证据来，那他就不承认这事儿，空口白话的，顾青青也不能证明这件事情就是他做的。你可还记得那天他穿的什么衣裳，手上有没有拿什么东西？对了，我记得那天他穿了个蓝点白花的裙子，发髻梳的和今天是一样的。还有就是他手上还提着一个菜篮子。蓝底白花的裙子。对，就是那天那个刘氏就是穿了一身蓝底白花的裙子来找的我，
是他告诉我说那个顾青青在镇上勾引了男人，那个刘氏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民妇这才信了那个刘氏的话。那个刘氏还说，我们村里出了这样的女人，败坏了风气，一定要让全村人都知道才行。你胡说！大人，那天我也看见刘氏穿了她经常穿的那身蓝底白花的裙子。那天刘氏也来朱家找我了，也是她告诉我说许家老三的媳妇儿勾引男人这事儿的。大人，我们也只是听说的，这才误会了顾娘子，要不是他们胡说，我们也不会信的呀。大人，你别听他们胡说，又没有证据。村里的人，你可以说你经常看见他们，他们知道你穿什么衣服，这不足为奇。但是那个药铺的伙计，要是你没有去找过他，他又怎么记得你穿的什么衣服？你们二人去那个刘氏的屋里搜查搜查，看看能不能将那个蓝底白花的衣服找出来。是，大人。走开，走开！凭啥我的屋子要给你们搜查呀？我说没有，那就没有。我这几天连镇上都没去过，我哪有什么蓝底白花的衣服？我媳妇儿从来就没有什么蓝底白花的衣服，你们少在这造谣污蔑我媳妇儿。徐行和徐明轩二人相互望了一眼之后，两人上前就一把将那个徐权贵一人一只手给桎梏住了。至于那个刘氏，衙差们连个眼神都没给他，直接进屋搜查。很快两个衙差就出来了。大人，你看，找到了一件蓝底白花的衣服。对，大人，就是这件，就是这件。人证物证俱在，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刘氏这下也没了声音。看到这儿，大伙儿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原来这件事情还真是刘氏搞的鬼，人群中议论纷纷。不错，县令老爷，这件事确实是我说的，但是这件事不一定就是我在传谣。那个顾青青说她是因为帮宋老夫人治病才将我二哥给赎回来，那这件事情她也是空口无凭，反而是她3天2头去镇上的药铺找那个管事，她一个成了亲的妇人也不知道避嫌，如此不知廉耻，不是去勾引管事的是什么？徐行却在这时低头在小媳妇耳边说了一句话：大人，既然今天大家都质疑我去药铺的事，那我就向大家证明一下。不过我现在要先回屋一趟。去吧。顾青青很快就返了回来。大人，你看这个。这是合约。不错，这个确实是我媳妇儿和保和堂签下的合约。县令大人将合约上的字大概看了一遍之后，当即又把目光看向了顾青青。纸条上写的是你答应把药膏的其中1成红利让出来作为条件，才让那个保和堂的管事同意帮你赎回二哥的。药膏？红利？这是什么意思啊？是啊，红利？什么红利？不是说弟妹是帮老夫人看病才让宋府将我放回来的？二哥，事情我没有完全的说出来，本来这件事情我是不打算说的，但是现在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这儿了，那我就把事情如实的跟大家说一遍吧。我自己调配了一种药膏，这种药膏有驱除疤痕的作用。我将药膏拿去保和堂卖，保和堂的管事原本只同意给我2成的利润，后来由于秦管事要请我去给宋府的老夫人治病，我就多要了他1成利润，并且答应他会帮他将宋夫人的病给治好。秦管事是宋老夫人的外孙，我一开始并不知道二哥是在秦管事的外祖母府上做事，后来发现后，我就去找秦管事，将药膏的利润让了1成出去，所以秦管事这才答应帮我把二哥赎回来。为了让大家相信，县令老爷将合约交给官差，让官差拿到村民中间，光明正大的给大家看了一圈。村民们有的不识字，但识字的看了后，这才知道是他们冤枉了顾青青。顾娘子，我顾青青却看都没看罗氏一眼。大人，既然事情已经查清楚，这次的事全是刘氏等人对我的造谣，污蔑我的名声和清白，还请大人替我做主，严惩这些造谣我的人。
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刘氏这下傻眼了，他怎么都没想到顾青青居然是和人做生意，让出了一成红利出去，才赎回了二哥徐安。这下刘氏也没了声了。村民们知道了真相，这会儿都在议论纷纷。这个刘氏简直太可恶了，连自己嫂子都造谣。要不是刘氏造谣，我们也不会听信了谣言，就误会了顾娘子。可不是嘛，我就说嘛，顾娘子那么好的人，她怎么可能做那种勾引人的事啊？依我看呢，村里的人全都是被刘氏这种人给败坏了，我们都差点被他给骗了。就是，没想到顾娘子这次为了帮徐家赎回二哥，竟然还让出了一成的利润出去。要不是老三媳妇儿，徐家老二也不可能被赎回来。那个刘氏作为弟妹，不能帮着把徐家二哥赎回来就算了，反倒是还造谣自己嫂子勾引男人，简直是坏了心肝嘛！怎么那么毒啊？刘氏听着众人议论他，也是越听越心虚。哎呦，大人呐，我们都是被那个刘氏给蒙骗了。要不是刘氏，我们也不会真的相信顾娘子去勾引男人的。这一切都要怪他，对，全部都要怪那个刘氏。哎呦，大人呐，我们都是冤枉的，我们全都是被刘氏蒙骗的。您要怪就怪那个刘氏，这事儿可和我们没关系。不知道的事，你们也敢到处谣传？我们……大人，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我知道错了，我不该没有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就去造谣我三嫂的。三嫂，我错了，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我也是一时糊涂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你就念在我是不知者不罪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哼，不知者不罪。嫂子，我是真的不知道你是让了一成红利出去才把二哥给赎回来，二哥他毕竟是签了死契的下人，你就这样平白无故的将他给赎了回来，这才让我觉得奇怪的。要是知道嫂子你是用这一成的红利换取的二哥，我怎么也不会怀疑你的。就是因为你的怀疑，你就可以胡乱造谣，毁我清白。大人，不知造谣罪该当如何处置？按照律法，造谣他人者先打20大板，再论情况处置，轻则下狱1个月，重则下狱3个月。啊？什么？20大板？还有下大狱？大人，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我已经知道错了。大人，我不想坐牢呀，我要是坐了牢，我这2个孩子谁来照顾呀？说到孩子，刘氏又去看向了顾青青，见顾青青并不搭理他。娘，三哥和三嫂都听你的，你就去帮我求，你就看在小伙子兄弟2人都还小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梁氏下意识地看了顾青青一眼，顾青青以为婆母会帮刘氏求情，没想到梁氏在看了他一眼后并没有开口说什么。县令老爷根据这几个人的造谣程度，按照轻重一次判了罪。这次的事儿主要都是刘氏造谣出来的。县令老爷判了刘氏20大板，并关入大牢3个月。宋春花和罗氏2人，这2人虽然被刘氏蒙蔽，但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把这件事情传得全村都是，也要负主要责任。这2人和刘氏同罪，剩下的就是另外2个妇人。这2个妇人的罪要轻一点，县令老爷只判了这2人打了20大板，关大狱1个月。但凡是这次跟着一起骂过人的，一起过来喊着要把顾娘子进猪笼的，全部都要处罚。不过鉴于你们并不是这次主要的造谣者，本官酌情考虑从轻处罚，就罚你们1人交半吊钱去衙门，3天之内交过去。如若没有交钱的，那就是坐牢处罚。作为理政和族老，你们这些人1人罚1两银子。这次你们交到衙门的银子，本官会把这笔钱用在徐家村修缮学堂。村子里的孩子，但凡是男丁的，都可以去学堂读书认字。今天县令老爷和徐行一起回来，本来是送徐行回来的，
没想到却遇见了顾青青这个案子，还要回衙门。刘氏和宋春花几个人这会儿都在衙门等着，县令老爷也没有在徐家多待。徐家院里的人都走了，徐安也走到顾青青跟前。弟妹，想不到你为了帮我从宋府赎身，竟然还上出了1成的利润给保和堂。老三媳妇儿，是啊，只是你当初为何不告诉我们大家？你还让了1成利润出去呢？二哥娘，我没有把让出1成红利的事情告诉大家，也是怕二哥会觉得过意不去，所以就没说。老三媳妇儿，这1成的利润让出去，钱多不多啊？娘放心吧，银子没有了还可以再赚回来，只要能把二哥赎回来就好。虽然顾青青这样说，梁氏和许安却还是记住了顾青青的恩情。这次造谣的事儿，顾青青没想到梁氏和二哥他们都会毫不怀疑地相信他，问了一下原因。哎，孩子，娘以前在大户人家做事儿，这种栽赃陷害的手段见得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娘心里有数。要是你真的是他们说的那样，就不会帮老三治病，还帮着徐家把你二哥给赎回来。这也是徐安相信顾青青的原因。尽管当时村里的人都造谣顾青青去勾引了男人，但是梁氏和徐安他们却一个字也没信。刘氏他们被抓去了衙门，徐权贵看着顾青青的目光也阴恻恻的。只不过这会儿徐家人都在，徐行也回来了，徐权贵这才冷着脸回到了自己的屋子。相公，你今天怎么会和县令老爷一起回来？我和县令老爷去阳城那边将事情都处理完了之后，就一道回来了。本来县令老爷是要去衙门的，不过为了将我送回徐家，他也就跟着跑了一趟。对了，相公，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和县令老爷这次离开了这么久去阳城，到底干嘛去了？是啊，三哥，你这次去阳城干嘛了呀？还跟着县令老爷去了3天。以前我在学堂读书的时候，除了县令老爷同我交好以外，还有一个也是同我交好之人。那年会试的时候，他也考中了进士，现在是尚书右丞。他从京城回到阳城，这次我和县令老爷去阳城，除了是办事啊，也是拜访旧友的。什么？是尚书右丞？三哥，这个官大吗？五弟，这个是4品官，比太守大人的官位都要大一点。比太守的官都大？不仅徐明轩，顾青青听了这话后也跟着有点吃惊。他没想到徐行当年同窗的好友，除了有县令老爷，居然还有一个尚书右丞。哎，三弟，要不是你当初身边的病，说不定你现在也考中科举，有了官职。三哥，二哥说的是，你当初要是去考试的话，肯定会考中1官半职回来的。哎，三哥，现在我见你身子也好多了，不是听县令老爷上次来的时候说，明年开了春就有一场会试吗？要不你也去参加会试去？可是三弟这几年在病中，也没有再去上学看书，学业肯定也有所耽误。明年开春，三弟去考的话，会不会太仓促了些？要不还是等三弟在家温习1年，或者再去学堂学1年，到时候再去参加会试。也是啊，我看着这几年三哥确实一直都没有看过书，突然就去参加会试的话，肯定会把以前学的都忘了不少。现在再次提起去参加会试的事儿，徐行也没说话。大家见徐行不说话，也就相互对望一眼，没有再说这个话题了。晚上，顾青青问徐行：“相公，你当时信村里的谣言吗？”“你说呢，小傻子。”顾青青眨眨眼睛，徐行这次却突然扣着他的小脑袋亲了下来。“青青，你要是真像村里人说的那么会勾引人，我天天躺在你边上，你眼睛是瞎的吗？”徐行说着，眼底的笑意更甚。顾青青却一下恼火了，用力一脚踩到徐行的脚上，徐行吃痛，闷哼了一声。“青青，那些人说的话漏洞百出，我随便抓一个人来问问，就知道那些人啊是在造谣胡说了。”“你和县令老爷是怎么查出来是刘氏和宋春花他们几人的？”
那几个人的话根本就经不起推敲。再则县令老爷也说了，要是不如实回答，一律严惩重罚。村里那些人害怕被县令老爷重罚，也就如实交代传谣的人了。青青，你是不是也猜到了造谣的人是刘氏啊？对了一半。我当时其实并没有完全的肯定造谣的人就是刘氏，我只是猜测可能是刘氏，也有可能是大嫂。然后我根据村里的谣言说有人跟踪我，看见我去过镇上的药铺，还去药铺打听过我，所以我就想要确定造谣的人怕是还得去一趟药铺，因此我今天就去了药铺打听询问。你把那个药铺的伙计带回来刚好，有了那个伙计，刚好就有了人证。到了药铺打听之后，听那个伙计的形容，我就确定了造谣的人是刘氏，而不是大嫂张氏。顾青青还是好奇，那个刘氏无缘无故为何会跑去镇上的药铺打听他的事儿？不仅如此，还造谣他勾引男人。这样的造谣，那个刘氏分明就是想将他置于死地嘛。刘氏想害死他，原因还是因为他将二哥给赎了回来。相公，你说弟妹陷害我，是不是因为二哥回来了？二哥回来后，又从徐家分走了一间房子。听说刘氏和四弟早就对二哥现在住的那间房子一直惦记着，我都听娘说过好几次。四哥和刘氏去要，每次娘都没答应把那间屋子给他们。现在二哥回来，那间屋子给了二哥，那刘氏和四弟就更没了可能。相公，我想和你从徐家搬出去住，我们另外重新找一块地方建房子，你看如何？青青，你真要打算出去修房子的话，那这事儿就交给我来做，我会去安排的。你不是还要去镇上的鸿运楼做事？我会在从酒楼回来的时候再忙这件事的。那这样吧，白天就我来，等你回来的时候就你来忙。反正修房子的事儿，顾青青已经想过了，就是把工人找好，再把需要的材料买好，然后他平时稍微看一下就行了。同徐行商量好了修房子的事儿，接下来就是要去衙门一趟。县令老爷同意了，他才能在村里盖房子。为了离张氏和刘氏二人远点，修房子的地点顾青青也打算另外找一个地方修。这次修房子，顾青青也打算将房子修得大一点。徐行的爹娘要是愿意的话，也可以去他们的房子那边住。徐行和顾青青二人决定了另外搬出去修房子的事儿，第二天也给梁氏他们说了。由于刘氏不在，梁氏现在每天还要照顾小虎子和他弟弟，除了这两个小的，还有一个徐小山也要照看。听说顾青青和徐行要搬出去修房子，老三，如今已经分家了，你和你媳妇儿真要打算出去修房子另外住的话，娘也不拦着你们，只不过搬出去可以，记得常回来看看爹娘。娘，我和相公这次打算多修上几间屋子，到时候你和爹要是想过来住也行。老三媳妇儿，你和老三有心了，只不过娘和爹在这边住惯了，年纪大了，倒是不想挪动。再说了，娘现在还要管你的弟弟小山呢。徐安和徐明轩两个人听说顾青青他们要建房子了，都替他们高兴，还都说要帮忙。只是建房子的事儿还没开始，顾青青就听说了另外一件事儿，那就是听说村子里的人这几天有不少带着孩子去宇根祖孙二人的家里找事儿的。顾青青觉得奇怪，梁氏也听说了，这件事儿还没确定。下午徐小山回来，顾青青又再次给徐小山抹了药。嫂子，可以给宇根也送一点药膏去吗？宇根怎么了？嫂子，村里学堂的大胖他们几个孩子骂你，我听说那天在我和大胖他们打完架后，宇根好像后来也去揍了他们。顾青青想不到宇根那孩子竟然还会在学堂帮他揍说他坏话的人。嫂子，宇根身上的伤比我还重，大胖他们几个人都被宇根给揍得不轻。顾青青听说宇根也受了伤，当下没耽搁，拿起药膏立刻就往陶婆子家里去了。还没走进陶婆子家，
顾青青远远的就看见村民们都堵在陶婆子家门口大闹。赔钱！陶婆子，你孙子把我儿子打成这样，你今天要是不赔要钱，老娘和你没完！对，必须赔钱。要是不赔钱，今天我们这么多人不会善罢甘休的。徐家那个臭小子打了我们儿子就罢了，谁让人家有县令老爷撑腰呢？我们惹不起县令老爷，难道还收拾不了你这个老不死的吗？昨天他们都被县令老爷罚了半吊钱，这会儿正心里气不爽呢。没想到陶婆子的孙子还又把他们的儿子给打了。哼，你们说我孙子打了你们的儿子，我孙子就打了呀。我还说你们这么多人的儿子合起伙来打了我孙子呢。哼，你们儿子这么多人，我孙子就一个人，依我看，分明是你们几个人的儿子合起伙来打了我孙子。我还没有去找你们算账，你们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你，哼，我孙子身上的伤也不轻，全是被你们几个人的儿子给打的。你们现在来的正好，正好把药费钱赔给我孙子，也省得我老婆子再去找你们了。好啊，陶婆子，你倒是会反咬一口啊！你孙子打了我们儿子不说，你现在还要让我们给你孙子赔钱，我呸！不要脸！哼，论起不要脸，我老婆子哪赶得上你们呢？怎么，是不是仗着我们祖孙两个人一老一小好欺负呀？你们的儿子合起伙来打了我孙子，现在还敢合起伙来找我老婆子要钱？哼哼，你们这么多人来欺负我老婆子，欺负我老婆子一大把年纪，信不信我老婆子去衙门告你们去？老钱婆，老娘懒得跟你废话，明明就是你孙子打了我们儿子，你孙子算什么东西呀？好好的，他凭什么动手打我们儿子？今天你要是不给我们一个交代，老钱婆，你信不信老娘一把火把你们祖孙二人住的这间破茅屋给你们烧了？我看谁敢！顾青青，听说你要烧了陶婶子家的房子，谁让那个陶婆子的孙子打了我们儿子呀？还不赔钱？他要是赔了钱也就罢了，他既然不赔钱，那我就烧了他的屋子，也是他自找的。杀人放火可是犯法的，你要是敢来这儿放火，我就敢去衙门告你。要是你不想牢底坐穿，就尽管放，最好把这儿都烧干净。哼，不错，你要是敢把老婆子这几间破屋子给烧了，那老婆子我就去衙门告你。杀人放火可是重罪，你要是不怕，就尽管试试。反正老婆子就这几间破屋子，我也不在乎了。妇人也就嘴上说说而已，哪敢真的放火？这下妇人没了声音。徐家老三媳妇儿，我们这次是来讨公道的，要不是他们家雨根打人，我们也不会带着孩子来找他们呀。你看看，我们家孩子都被打成什么样了。顾青青没想到跟前这几个孩子个个都被打得鼻青脸肿。姑娘子，你看嘛，我们儿子都被那个陶婆子的孙子打成这样了，难道我们还不应该问那个陶婆子要医药钱呢？对啊，我们的孩子都被打得不轻，既然是他孙子打的，那就该他赔钱。你们身上的伤都是雨根打的？几个孩子点头。哎，姑娘子，你看看我们几个人的儿子都这样说了，那肯定是陶婆子的孙子打的呀。雨根为何要打你们？你就是我娘说的那个不要脸的，去勾引别人的。姑娘子，小孩子嘛，他不懂事的，他什么也不知道。你可别和他一般计较啊！我之前是不了解真相，被蒙蔽了的，这才跟孩子跟前说过几句话。我没想到这孩子他竟然还记住了。雨根为何打你们？因为雨根听见我们说你勾引男人，他就二话不说的一个一个将我们全都打了。所以雨根打他们也是因为他们说了我的造谣。这次的事就罢了，但是下次
要是再被我听见这些孩子说那些污蔑造谣我的话，那就是你们这些当娘的教子无方。这件事我也会去县令老爷那儿去告你们，县令老爷说过，造谣会重罚。顾青青这样说，妇人们都连连说是，还说回去后一定会好好的教训自己的儿子。那你们还不走？是要在这儿等着我追究你们这几个孩子对我的造谣吗？还有你们几个的教子无方。顾青青这话一说完，现在那些妇人吓得连连就带着自己的儿子匆忙的从陶婆子家离开了。徐家媳妇儿，这次的事儿可是多亏你了，要不是你，那些人也不可能就这样轻易的离开。顾青青一抬头还没说话，就看见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屋里走出来的宇哥。哎，你这孩子，那不是让你在家别出来吗？听说顾青青是来给宇哥送药的，陶婆子连忙将顾青青请到屋里。顾青青看了下，宇哥虽然没有大胖那几个孩子伤得重，身上还是有些地方被打伤了。这孩子自己坚持上药。婶子，这个药膏的效果不错，你拿去每天给宇哥抹上2次，他身上的伤要不了2天就能痊愈了。陶婆子点了点头，又对顾青青道谢。婶子，宇哥身上的伤也是因为我给他拿点药膏过来也是应该的。还有今天来找事的那些人，想来经过刚刚的事情，他们也不敢再来了。顾青青回到家后，徐行也回来了，见小媳妇坐在那儿没说话，徐行也在他对面坐了下来。青青在想什么呢？相公，我在想刘氏他们造谣我勾引人的事，明明没有证据，可是说的人多了，就算是假的也被说成真的了。怎么了？今天我听说宇哥那个孩子在学堂打了人，村里人还闹去陶婆子家要赔偿呢。后来呢？顾青青就把这事儿大概给徐行说了一下。相公，宇哥和小山2人都是因为我才在学堂打了人，刘氏他们造谣，不仅全村都知道了，甚至连在学堂读书的孩子也都在说这事儿。顾青青想了想，觉得谣言真是可怕，被造谣的那个人要是软弱一点儿，是不是就真的会因为谣言就被拉去浸猪笼了呢？青青，这事儿委屈你了。相公，我不觉得委屈，这次的事情不仅娘还有2哥他们都信我，你也信我，还帮我找到了造谣的人，就是想到这件事觉得有点吓人而已。假的说的人多了，就变成了真的，还有人会因为一句假的谣言被害得连命都没了。青青，有我在，别怕啊，你就什么都不用怕。修房子的事决定好了之后，今天白天徐行在中午的时候就趁机去了一趟衙门。县令老爷听说了徐行的来意之后，当即就安排人把这事儿给徐行批示了下来。徐行告诉小媳妇儿，修房子的事儿已经去衙门请示过了，现在就是买地、找工人、买材料的事儿了。三弟弟妹，我见村口那个地方有几块地都挺不错的，要是你们想建房子的话，不如就去那个地方买，你们觉得呢？二哥，你说的那几块地我今天已经去看过了，有一块地我已经买下来了。说话间，徐行就把地契拿出来给了小媳妇儿。既然徐行已经买好地了，那就要这块地好了，修房子的事儿全部都交给了公爹徐忠诚来做。徐行的爹是半个木匠，以前做过泥瓦匠，平时徐忠诚做的事儿就是帮人修房子什么的。这段时间温度都是越来越低的，今天顾青青更是觉得格外的冷。梁氏他们那边升起了火炉子，顾青青也把火炉子升了起来，屋里生着旺旺的炭炉。顾青青喜欢吃烤红薯，就去拿了2个大的放在炭炉子旁边烘烤着。徐行倒是不大喜欢吃这个，不过顾青青每次将烤熟的红薯分一半给徐行，他也都要吃。昨天顾青青觉得格外冷，今天早上刚一起来就看见空中下雪了，白茫茫的一片，屋顶上地上都积满了不少的积雪。梁氏拿着笤帚在院子里头扫雪。今年的雪呀，倒是比往年来的早了些，昨天晚上下了一夜，今天早上也下了一阵儿，这会儿倒是停了。张氏怀着身子，下雪之后张氏也不大敢出门了，
就在屋里头一心养胎。修房子的事，一切都进行得很是顺利，所有的事情都有公爹徐忠诚帮忙看着，顾青青也不用随时的过去守着。徐小山的字练得进步很快，顾青青的字也是进步了不少。现在顾青青也已经差不多将这个地方的字都认识了，顾青青也没有再继续帮村里人看病了。趁着修房子这段时间，顾青青也就躲个清闲。等房子修好后，顾青青会打算去镇上开一间药铺。前2天县令老爷给他们送来了羊肉，顾青青一直没吃。现在天气冷了，又下了雪，刚巧可以煮上一锅羊肉汤来吃。徐行回来的时候，顾青青刚刚将羊肉汤煮好。为了吃这个羊肉汤，顾青青还用面粉烙了饼子。顾青青煮的羊肉锅子，二哥和五弟徐明轩晚上也过来。本来顾青青打算顺道去把梁氏他们也叫过来吃，结果梁氏之前为小虎子兄弟2个人吃饭，倒是提前吃了，就只剩下徐忠诚从顾青青他们修建的新房的地方回来，还没吃饭。徐明轩一看就说要喝酒，徐忠诚也想喝2盅，徐安和徐行2个人都不要酒。顾青青想到上次那个甜酒的味道，突然来了兴致，想要喝上半碗。徐行却怎么也不让顾青青吃。青青，这个汤我尝着不错，你还是喝汤吧。嘿嘿嘿，三嫂，你这个羊肉汤做的确实不错，我吃着也好喝啊。哈哈，弟妹这次就只煮了羊肉，下次可以弄一点羊杂煮一煮，再加上一些羊杂在里面煮，吃起来更好吃。二哥，你要是喜欢吃那些羊杂，下次我去镇上带点回来，咱们就煮上一锅，到时候你也陪我们一起好好喝上一杯，如何？徐安一向不大爱吃酒，梁氏从外面进来。哎，老五，你自己喝酒，可别把你二哥给带坏了。嘿嘿，娘，这有酒有肉的日子才有意思呢。二哥，你说是吧？对了，二哥，听娘说你最近都在镇上找差事做。徐安点点头。那二哥可找到差事做了？我这次在三弟做事的酒楼也找了一个差事。二哥，你也在鸿运楼找到了事做？三弟弟妹，这差事是我今天白天才定下来的，本来我也打算今晚上回来告诉你们，现在我也在鸿运楼做事了，那明天开始我就可以和三弟一道去镇上了。哎，太好了太好了，老二啊，如今你去鸿运楼做事也算是有个正经营生了。二哥，不知道你在鸿运楼找了一个什么差事来做啊？五弟，我以前在宋府的时候一直在宋府的厨房做事，别的活我也不会，但除了做菜，二哥可能也就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了。顾青青顿时想到上次去宁城赎回二哥的时候，好像听那位四夫人说二哥是宋府后厨的管事。二哥，这么说来，你是在鸿运楼的厨房做事啦？我在鸿运楼的后厨做厨子，掌柜的厚道，给我的银子也不错。哦，安儿，不知道那个鸿运楼的掌柜一个月给你多少钱的月钱？娘，鸿运楼的掌柜厚道，给了我3两银子一个月。什么？3两银子？哎，老二，这鸿运楼怎么会给你这么多银子呀？爹娘，是这样的，鸿运楼的掌柜听说我以前在宁城的宋府做事，还是宋府后厨的管事，我做了几样宁城的特色小菜，掌柜的尝过了味道以后觉得十分满意，还知道我会做各式各样的点心，所以就把后厨的部分事务交给了我管。哎呀，那这么说来，二哥你现在还是鸿运楼的小管事了？徐安点了点头。安儿，娘最近正好托了媒婆给你说亲呢，如今你找了个不错的差事，还是鸿运楼那种大酒楼的小管事，那就更好说了。不过安儿，娘还没问你呢，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梁氏一说到这个问题，徐安当即就愣了一下。哎呦，安儿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可没啥人笑的。你呢，也别不好意思，你看你比你大哥小不了2岁，
如今你大哥都快生第3个孩子了，娘也该帮你张罗张罗。娘，娶媳妇的事先不着急，这件事还是再等等。哎，你这孩子，既然现在已经回来了，那娶媳妇的事也该抓紧，这有什么好等的？我阿儿，哎，这件事情当初也怪娘把你卖身去了宋府，你的终身大事就这么耽误了这么久，你到现在连个媳妇儿都没有。梁氏每次谈到当初的事儿，都总是觉得对不住自己生的这个老二。娘，当初我去宋府，不仅我活了下来，爹和大哥他们几个也都活了下来。要是再给我选择一次，我还是会去宋府的，至少我们大家都还活着。哎，你们也不要再自责了。要是我当初没有被卖去宋府，没有拿银子回来的话，不仅我活不下去，爹和大哥他们也全部说不定都会被饿死呢。是啊，娘，二哥说的对，至少现在不仅二哥还活着，我们也都还活着。既然现在二哥都已经回来了，你和爹以后就不要再为这件事情自责了。阿儿，你放心，娘一定会托媒婆给你找个贤惠温柔的姑娘回来。徐安张了张嘴，本来想说话，却又将剩下的话给咽了下去，只是拿起桌上的酒罐去倒了半碗酒来吃。哎，二哥，你不是说你不吃酒的吗？哎，五弟，我也来陪你和爹吃上2杯。嘿嘿，那成，今天咱们兄弟2人就好好的陪咱们爹吃上1杯。徐安他们陪着徐忠诚吃酒，几个人吃的时间有点长，直到梁氏和顾青青2个人都离开了，屋里的几个人都还在喝酒吃菜。就在顾青青打算去被窝里躺着的时候，徐行从外面推开门走了进来。相公，爹他们都吃完了。爹和五弟都喝醉了，被娘和二哥一起扶了回去。对了，相公，今天我见娘提起二哥的亲事，好像二哥对这事儿并不是太上心，似乎二哥现在还不想找媳妇儿。徐行也看出来了，也不怕冷。徐行掀开被子，把小媳妇儿塞到了被窝里，躺在被子里还挺暖和的。只是顾青青突然发现徐行的脸色好像不太对，他还没说话呢，就见徐行一口鲜血就从嘴里吐了出来。自从徐行吃了他给他配的药之后，徐行已经有1-2个月都没吐过血了。再次看见徐行吐血，顾青青也是吃了一惊。相公怎么样？没事吧？赶忙给徐行把了把脉，气息紊乱，脉搏也比平时还虚弱。这是怎么回事？白天徐行还好好的，怎么晚上就变成这样了？你先躺一会儿，我去把药端过来。顾青青就要往外走，却突然整个人都被徐行抱入怀中。相公，松手，我去帮你把药端过来。青青，别动，给我抱一会儿。相公，你先松开，我帮你把药拿过来。你现在病情有点复发，得先把药吃了才行。只是徐行松手之后，也虚弱地倒了下去。好在徐行是倒在床上，顾青青也是毫不费力，就将徐行扶好，躺下，将药倒出来，端着碗返回来，碗里的药一勺一勺地喂给徐行。已经喂完徐行吃了药，顾青青将药碗放到桌子上，这下也打算帮徐行好好检查一下。从徐行的拇指上挤出了一滴血出来，只见那个血碰到银针，很快银针的颜色也变成了乌黑色。他今天在吃了晚饭后突然吐血的原因。顾青青对比了一下，他用银针扎破了徐行手指挤出来的血，颜色是深红偏黑的颜色，而徐行之前吐出来的血却是一大口黑色的污血。很明显，徐行身上的毒是突然被什么东西给催动加重的。平时他们吃的东西，徐行身上的病都没事儿，而今天晚上吃了羊肉之后，徐行的病就突然加重。所以要他猜得不错，徐行身上的毒应该是不能吃羊肉的。现在他必须帮徐行将体内淤积的毒给催出来，要不然徐行身上的毒很可能
会再次加重。徐行这会儿躺在床上，面色苍白，薄唇的颜色也逐渐变黑。顾青青叫了他2声，犹豫片刻，顾青青上前缓缓地将徐行身上的衣服一件一件脱了下来，没耽搁，终于在顾青青将他拿出来的10几枚银针全部扎下去的时候，只听得徐行闷哼了一声，就猛地一下睁开眼睛。相公，你醒了。顾青青忙去拿了盆子，徐行连续地扶着床边吐了好几口鲜血之后，终于是停了下来。青青，你在我身上扎那么多根针做什么？顾青青一面帮徐行将身上的银针一根一根地取下来。你身上的毒发作了，要是不全部吐出来，会加重你的病情。所以我刚才用银针扎针的法子，帮你将身上的毒血全都吐了出来。相公，你自己将身上的衣服穿好，我去帮你倒一杯水来。青青，我身上的衣服既然是你脱的，那就帮我穿上吧。刚躺下，徐行就整个将他给抱入怀中。青青，啊！没想到他刚刚扭头，徐行就突然俯身亲了下来。徐行的吻强势又不容抗拒，顾青青被迫承受着，直到男人咽足之后，这才松开了他。青青，我想要你，你给吗？我……顾青青吓得不轻，紧张的浑身都僵硬。罢了，睡吧。晚上休息了一晚上后，第2天徐行的脸色好了很多。顾青青发现徐行不能吃羊肉之后，也不敢再给他吃这个了。昨天晚上剩下的羊肉汤，顾青青也没有倒，而是给梁氏他们送了过去。听说昨天晚上徐行病发过一次，梁氏不由得一脸担忧。啊，老三媳妇儿，老三的身子怎么样？不会有事吧？娘，别担心，相公身上的病没事儿，我已经施针帮他把体内的毒血给逼了出来。这几天我也会另外给他配药，让他调养调养，养个几天应该就没问题了。哎，这好好的，老三身上的病怎么会突然就发了呀？娘，相公身上的病突然再次毒发，是因为昨天晚上吃了羊肉。我发现相公身上的毒和羊肉相克，他昨天晚上和我们一起吃了羊肉之后，就把体内的毒给引发了。啊，哎呀，那以后可千万不要再给老三吃那个羊肉了。您放心吧，上次县令老爷托人给我们送来的羊肉已经全部吃完了，以后也不会给他吃了。老三媳妇儿啊，老三身上的病，娘劳烦你多多费心呐。娘，相公身上的病我会尽力，只是暂时还没有想到好的对策。经过徐行这次毒发的事情，顾青青也再次打算准备好好的想法子帮徐行把身上的毒给解了。说起解药，家里的药材好像也快没了。以前顾青青喜欢去山上采药，但是现在自从天气冷了之后，又下了大雪，顾青青就算是上山都麻烦，所以现在徐行吃的药，他也必须去镇上买才行。除了去镇上帮徐行买药，顺道再买点御寒的东西回去。顾青青最先去了镇上的药铺，买好药从药铺出来，顾青青接着就去买棉衣去了。由于买的东西多，顾青青还去找了一辆牛车帮她拉东西。除了一些御寒的东西，家里的粮食也快吃完了，反正找了牛车，顾青青还买了大米、面粉，还有猪肉和鸡蛋什么的。顾青青回到徐家，梁氏见顾青青买了不少东西回来，也帮忙去帮她拿。徐小山跑过来，顾青青看了徐小山，娘，小山今天没有去学堂吗？哦，去了，不过孟夫子这2天病了，今天只给学堂的孩子上半天课，就把他们都给放了回来。老三媳妇儿，你今天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回来？我今天去镇上给相公抓药，刚好家里的粮食快吃完了，我就买了一些回来。赶车的大叔也帮忙一起将东西往顾青青他们的屋里搬。顾青青掏出铜板给了大叔，大叔拿了铜板之后就从徐家离开。张氏见顾青青买了那么多东西回来，
不由得看得有点眼热。原本以为分家之后，顾青青和徐行那两个病鬼不是被饿死就是穷死，没想到这两个人不仅没有越过越差，反倒是还越过越好了。张氏不由得又酸又气闷。最近修房子的事都是公爹在帮他们看着，徐忠诚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由于公爹的帮忙，顾青青这才不用一直过去看着，所以顾青青今天也是特意多买一点肉回来，给公爹和婆婆他们拿上一点过去。今天的雪下得很大，徐小山也带着两个小侄子一道在院里堆雪人儿。梁氏怕两个小孙子冻病了，忙过来抱着两个小孙子回屋去了，又训了徐小山几句，叫徐小山回屋去练字去。徐小山写了几个字，就悻悻地去找顾青青，还捏了一个小雪人给顾青青看。嫂子，你看。顾青青笑了出来。外面的雪又下得大了些。徐行回来的时候，没想到院子里头一大一小正蹲在地上堆着雪人儿。三哥，相公，你看我和小山一起堆的。冷不冷？顾青青还没说话，梁氏从屋里走出来。哎，老三，你二哥呢？他怎么没有和你一起回来？娘，二哥的差事还没有忙完，我就先回来了。哦，哎，老三，娘今天听青青说了，你身上的病又发了一次，现在感觉怎么样？可有好些了？娘，不碍事，吃了药，今天已经好多了。老三啊，娘听青青说，你的病是吃了羊肉才突然发作的，往后啊，你可别再吃那个东西了。娘，放心吧，我今天去镇上帮他抓了药，只要每天按时吃我给他抓的药，养上个几天，他身上的毒就会再次被控制住。几人正说着话，张氏大老远的在喊梁氏过去。梁氏虽然不大喜欢那个老大媳妇儿，可到底张氏也是他的儿媳，见张氏叫他，就往张氏和老大徐长福夫妻二人住的屋子走过去。还冷吗？顾青青摇头，徐行却还是拉着他往屋里走。几个人围坐在炭炉旁边，听着门外有脚步声，再接着就看见张氏从外面走了进来。哟，三弟弟妹，你们都在烤火呢。弟妹啊，你前段时间不是去山上采了不少草药吗？昨个啊，大嫂觉得肚子有点不大舒服，去镇上找了大夫。大夫说大嫂腹中这孩子有些胎相不稳，得吃上几副安胎药才行。大嫂要吃安胎药，去药铺买啊，来我这儿干嘛？弟妹，大嫂呢是这样想的，你那儿不是采了不少草药回来吗？不妨你给大嫂配上一点安胎药来吃，反正弟妹你这儿都有不要钱的嘛，大嫂又何必白瞎那个银子去镇上买呢？你说是吧？张氏一屁股就坐在了徐小山旁边。弟妹，嫂子可是听说前段时间你给村里的人看病，那些穷鬼来找你，你不仅是不收诊脉的钱，还给他们白送草药呢。外人你都送草药了，我可是你亲嫂子，总不能外人你都帮了，反倒是自己嫂子你不送吧？还有三弟啊，我这腹中的孩子算下来可是你们徐家的孩子，将来这孩子还要叫你叔父呢，你这个当叔父的该不会连点安胎药也舍不得叫弟妹给嫂子吧？大嫂，我这儿又不是药铺，没有你要的安胎药，你想吃安胎药去镇上的药铺抓吧。弟妹，你可别糊弄嫂子，你前段时间可没少往那个山上跑。弟妹，你可别糊弄嫂子，你前段时间可没少往那个山上跑，怎么会没有草药呢？行了，弟妹，你也别藏着掖着的，还是赶紧的去把那个安胎药给大嫂配好了拿过来吧。大嫂，你信也好，不信也罢，反正我这儿是没有任何的安胎药可以给你。老三媳妇儿，
这么说来，你就是不肯给我安胎药吃了呗？眼尖的张氏突然发现，顾青青他们灶房中的桌子上放了大包小包好几包草药。哎，弟妹啊，你还说你没有药，那这是什么？顾青青还没有等张氏的手碰到那几包药，将药给拿走了。哼，我说弟妹啊，你今天要是不把这安胎药给我配好，那嫂子我今天就在你这儿不走了。徐行这次却没给那张氏耍赖的机会，就将张氏拽着走了出去。张氏气得闷哼了声，终于跺着脚走了。真是见过脸皮厚的，没见过脸皮厚成张氏这样的。张氏走后，顾青青才知道，原来那个张氏之前在院里当着大家的面将梁氏叫过去，就是叫梁氏来问顾青青要安胎药的。梁氏没有答应张氏，吃了闭门羹还没有要到安胎药的张氏回去就拿徐长福撒气。还好他现在已经和徐行单独另外修了房子，等房子修好，他就和徐行一起从徐家搬出去住。搬出去住就可以远离张氏和刘氏二人，特别是刘氏。张氏是蠢，刘氏则是阴狠。这次刘氏陷害他不成，多半那个刘氏不会甘心，出狱后肯定还会找事儿。徐行身上的病这次复发，吃了几天顾青青给他配制的药之后，面上的气色终于再次好了起来。顾青青这几天给徐行把了脉，也不由得松了口气。徐行的病终于是再次被他给控制了下来。现在最主要的难题就是他不知道徐行身上的毒到底有多少种成分。顾青青在忙着想法子帮徐行解毒的同时，梁氏找到媒婆，也帮徐安找了一位邻村的姑娘。这不，花婆子一大早就来到徐家，说是给徐安找了一门好亲事。梁氏笑着问，是哪家姑娘？隔壁村徐家的姑娘，不仅模样长得周正，还贤惠勤快，是个会过日子的。要是你家老二娶了她，肯定以后是享福的。哎，这模样嘛是其次的，人品好就行。那这样，今天晚上安儿回来，我就告诉她一声，问问她的意见。这还有啥好问的？就你儿子这一把岁数了，还去给大户人家做过下人，说出去也不好听，能有几个姑娘乐意嫁给你儿子的？如今那徐家的姑娘肯嫁给你儿子，你家就偷着乐了，别再挑三拣四的了。要是错过了这个姑娘，下次再想我给你找姑娘，那可就不容易了。哎，我儿子今年过了年，那也就32岁，怎么就一大把年纪了？再说我儿子当年是去大户人家做过下人，可他这就已经赎身回来了，今后就不再是下人，他怎么就找不到媳妇儿了？32了还不老？我儿子30，孩子都生了4、5个了，最大的儿子也都10岁。你看看咱们村里有几个30了还没成亲的？我可是听人说，你家老二回来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如今他就一间屋子，能娶到这个姑娘就不错了，别再挑三拣四。梁氏尽管心里不大舒服，可转念想到那个姑娘是真的不错，能和徐安一起踏踏实实好好过日子，倒也是不错的，还是客气地送了花婆子离开，打算等徐安回来就给他说这件事儿。梁氏在等徐安回来，结果到了晚上，却听见徐行回来告诉他，娘，酒楼最近的生意好，二哥这几天怕是都要住在酒楼，不会回来了。啊？你说你二哥最近都不会回来了？徐行点了点头。那你二哥他大概哪天能回来呢？要是不出意外的话，二哥应该3、5天后才能回来。几个人正说着话，徐明轩从外面跑进来。娘，嫂子，最近的镇上可热闹了，你们什么时候要是有空的话，也可以去镇上瞧瞧去。镇上发生了什么吗？这几天镇上有灯会，到了晚上镇上的人更多更热闹。
这也是二哥在酒楼忙得脱不开身的原因嘛。现在红云楼的掌柜啊，在酒楼上已经给二哥安排了住的地方，二哥忙完了也能直接在酒楼住，也不用回来了。说起灯会，顾青青一下就来了兴致。她还没有看到过这个古代的灯会呢，不知道这个地方的灯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老三，这镇上的灯会不是过年后才有的吗？这不是才刚入冬吗？好端端的，镇上怎么会突然就摆起灯会来了？徐小山从屋里跑出来，远远的小家伙也听见了灯会的事儿。娘，镇上有灯会吗？哼，你呀，听见灯会就跑出来，就爱凑热闹。听说是心灵老爷上办的灯会，还去阳城那边请了几个戏班子过来唱戏呢。哦，对了，据说后天晚上心灵老爷还会安排在城楼上放烟火呢，到时候可能还会更热闹。那我后天晚上一定要去瞧瞧去。你要真想去啊，就叫老三带你去逛逛也好。嘿，娘，你和小山也去啊？镇上难得这么热闹，后天大家都一起过去瞧瞧热闹去啊。徐明轩嬉皮笑脸的，他已经和镖局的几个兄弟约好了，后天一起看，喝酒吃肉看灯会。哎，娘老了，你不爱动，到时候你们兄弟几个去看就行了，娘还要在家照顾小虎子兄弟2个人呢，就不去了。年轻那会儿梁氏也爱凑热闹，如今上了年纪了，梁氏对灯会啥的也兴趣不大。很快到了镇上的灯会那天，徐行这天回来的也比平时早，天刚黑他就带着小媳妇儿一起去了镇上。到了镇上之后，镇上更是无比的热闹，两边的街道旁边全部都是卖花灯的，各种各样的花灯，还有猜灯谜的，猜中了就可以送花灯。徐行猜中之后，顾青青去挑了一个花灯，顾青青抱着花灯刚要回头去拿给徐行看，突然一辆马车路过，风把马车的车帘吹起，顾青青诧异地发现车内坐着的那个人似乎有点眼熟。青青，相公，刚才那辆马车中坐的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顾青青努力地回忆，一时也想不起来，就是觉得眼熟。那马车走远了，听见前面有卖糖葫芦的，顾青青要了一串。徐行告诉顾青青，前边有唱戏的，已经在镇上唱了3天了。顾青青打算先和徐行去看看唱戏的，再去城楼下看焰火。由于这边看戏的人太多了，顾青青挤不到前边去，徐行却拉着她去了旁边的酒楼上，给顾青青找了个好位置。徐行问顾青青要不要吃东西，顾青青当即说不要了。顾青青站起来往下望，看了一会儿，刚要转身，突然被人撞了一下。女子梳着丫鬟的发髻，身上的衣服也是大户人家的丫鬟穿的样式。对不起对不起。没事儿，你走吧。尽管顾青青说她没事儿，徐行却也不许小媳妇儿再趴在那个栏杆上继续看戏了。见天色也不早了，城楼那边的烟火应该快放了，我们现在就过去吧。也行。就在2人走出红云楼门口的时候，顾青青突然意外地看见了一个人。相公，你看那边。只见前面不远处停了一辆马车，此时一个小丫鬟正扶着一位夫人往马车上走。青青，怎么了？相公，你刚刚可看见那边马车上的人了？看见了，那位丫头不就是在酒楼不小心撞到你那个？顾青青要说的并不是丫鬟。不是吗？我看就是啊。不是相公，我说的是那位被丫鬟扶上车的夫人。我刚才发现那位夫人长得很像一个人。谁？像四夫人。四夫人？就是宋府那位四夫人。相公，你可还记得我们当时去宋府给二哥赎身的时候，府上有一位四夫人拦着，并不让二哥离开。当时马车上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当时那位四夫人。这次换徐行诧异了。
你说那位宋府的四夫人怎么会到我们镇上来？青青，你当真确定那位上马车的人就是宋府的四夫人？我见过的人都不会忘记，更何况当时那位四夫人不让二哥走，我对她印象更是深刻。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认错。为何那位四夫人会突然出现在镇上，而且还是出现在鸿运楼？难道是因为二哥？糟了，那位四夫人该不会还想打二哥的主意吧？如今二哥已经赎了身了，奴籍也消掉了，那位四夫人就算过来了，也不能拿二哥怎么样啊。不大放心二哥，顾青青想了想，还是决定和徐行一道去鸿运楼的厨房问问看。青青，二哥今天在厨房肯定忙得抽不开身了，我们过去，他估计也没有和我们说话的时间。这样吧，今天就暂且算了，等我明天去酒楼的时候，我再去问一下二哥也不迟啊。那也行。于是顾青青还是跟着徐行一道从鸿运楼离开了。二哥做的菜真有那么好吃吗？那位四夫人竟然追人都追到我们镇上来了。徐行却是沉默着没说话。相公，你想什么呢？徐行看向小媳妇笑了笑，没说什么话，又同小媳妇一道继续往前走了。顾青青提着花灯往前面挤，却被徐行拉了回来。青青，县令老爷在那边，我过去和他说几句话啊。你去吧，我在这儿等你。你就站在这儿别乱动，我去见了县令老爷就过来啊。我又不是小孩子，你去吧。徐行还是不放心，本来打算直接带着小媳妇一道过去见见县令老爷，结果小媳妇坚持在这边等他，徐行就又再次叮嘱了小媳妇几句，这才离开。徐行走后，顾青青倒是没有乱走，就在原地等着徐行回来。突然有声音叫他：秦公子，你怎么也在这儿？怎么，只许顾姑娘你来这看烟火，秦某就不能来了？啊，不是，秦公子想来看烟火，当然可以来。二人正说着话，徐行走过来。青青，这位是……二人站在一起，徐行身上的气度竟然也不输给秦无言半分。相公，这位就是保和堂的秦管事。相公？他秦无言有过的女人不计其数，有过那么多女人的他，到底是不是清白之躯，秦无言一眼就能看出来。他要是有相公，又怎会成亲这么久了，还保留着姑娘之身呢？秦无言饶有兴致地看着徐行。秦公子，我二哥的事有劳秦公子费心了。这次徐行说完，秦无言倒是看着徐行淡淡的点了点头。青青，我们走。顾青青跟着徐行一起离开。哼，有意思，明明是姑娘之身，顾青青却真有相公。夜色中，顾青青也和徐行走到了另一边。原来县令老爷帮他们安排了一处看焰火的好位置，还有坐的地方。青青，那位秦公子以后离他远一些。啊？什么？这边城楼下也有不少吃的，还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不要了。刚刚在鸿运楼才吃了不少东西，这会儿还撑着呢。突然，人群中一阵闹哄的声音传过来，只听见砰的一声，再接着更是此起彼伏的响声，空中也是一片绚烂，漫天焰火，璀璨又夺目。虽然将小手和小脸都冻得通红，可顾青青却很是开心。回去的时候，县令老爷安排了一辆马车送他们。顾青青和徐行两个人到家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顾青青和徐行两个人没想到梁氏居然还没睡。老三媳妇儿啊，你们都回来了？娘刚刚好像听见有马车的声音啊。娘，今天我和青青去镇上看见了县令老爷，回来的时候县令老爷安排了马车送我和青青二人回来。老三媳妇儿，你们两个人看没看见老五他们呀？娘，五弟他们还没有回来吗？唉，也不知道这个老五把小山给带哪儿去了，这么晚了也不见他把人给带回来。明儿个小山还要去上学呢。娘，你又在三哥他们跟前说我什么坏话呢？哼，又在外面喝酒，也不说早点把你弟弟带回来。
娘，你还说呢？这小子都重死了，我一路把他背回来，差点没把我腿给背瘸了。哼，该，让你不早点把他带回来。徐小山睡得沉，徐明轩把他放到床上，给他盖上被子，他都没醒。几个人从徐小山屋里退出来。对了，三哥，你猜我今天看到谁了？老五，你看见谁了？难不成五弟也看见了那位四夫人？五弟，你也看见那位四夫人了是吗？四夫人？什么四夫人？难道不是？老三媳妇儿，你说四夫人是谁啊？说起那位四夫人，顾青青没有隐瞒，把今天在镇上看见的事儿给梁氏他们说了。老三媳妇儿，你是说你看见的那位四夫人是宋府的人？我要是没看错的话，就是那位宋府的四夫人无疑了。那个四夫人来这做什么呀？二哥的生气都已经赎回来了，难不成那位四夫人还想把二哥给抓回宋府不成？对啊，你们二哥生气都已经拿回来了，那位四夫人还能跟到镇上来做什么？就算他们宋府有钱有势，也总不能平白无故的来抢人吧？哼，管他来是做什么的，二哥既然已经从宋府赎了身，那就和他们宋府没有任何的关系了。要是那位四夫人敢乱来，我就上去揍他。老三媳妇儿，你说你是在鸿运楼门口看见的那位四夫人？那看来这位四夫人应该去找过老二了。娘，我和相公当时是打算去找一下二哥的。相公说，反正今天那位四夫人已经离开了，昨天鸿运楼的生意忙，二哥在厨房做事，肯定也忙不开身，我和相公就没有过去。三嫂，既然那位四夫人都已经出现在鸿运楼的门口了，那她肯定去找过二哥了，要不然的话，她怎么会出现在鸿运楼呢？明天相公去鸿运楼，我会让相公找二哥问一下的。哦，对，问一下好。老三啊，明天你记得去问一下你二哥，看看那位四夫人去找过你二哥没有。徐行点头答应着。对了，五弟，你说你今天在镇上看见了一个人，你看见谁了？哎呀，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三嫂，今天我在镇上看见的那个人，长得竟然和你有几分相像。要不是我知道你就两个妹妹啊，我看到他，我都快以为他是你兄弟了呢。五弟，你是说你在镇上看到了一个长得和我相像的人？对呀，当时我看到他的第一眼，我就立刻想到了你。那个人的年纪有多大？年纪不大，看样子倒是挺年轻的，应该比三嫂你的年纪都还要小上1-2岁。顾青青一听，这下更加怀疑了。这个身子的原身还有一个亲弟弟。老三媳妇儿，你怎么了呀？难道老五今天看见的人是你堂兄弟？三嫂，对啊，你们顾家应该还有几个堂兄弟什么的吧？那个人长得和你有点像，说不定啊，也是你们顾家的人。不是堂弟，五弟，你今天看见的那个人，有可能就是我的亲弟弟。三嫂，你当真还有弟弟？只是我们怎么都没有听你提过。对呀，老三媳妇儿，怎么从来都没有听你提过此事？娘，五弟，你们有所不知，除了2个妹妹，我其实还有一个亲弟弟，他叫做顾燕。几年前村里抓壮丁，楚家人不想他们自己人被抓走，就把我弟弟送了出去。一开始我弟弟还有写信给我们，后来就音信全无了。楚家人和我娘都以为我弟弟已经战死在边关，所以你们都没见过。老三媳妇儿，那照你这么说的话，今天老五看见的那个人还真是你的亲弟弟？三嫂，那我今天看见的那个男的还真的说不定就是你的亲弟弟呢。他长得和你真的有点像，特别是眉眼之间更是尤其的像。大家都猜测那个人就是顾青青的弟弟，但顾青青自己也不确定，毕竟那个人只是五弟在镇上偶然碰到的一个人，也有可能单纯只是和他长得有几分相像。青青，你想知道那个人是不是你弟弟，明天你只要回去看一下不就行了？如果那个人真的是小媳妇的弟弟的话，那他肯定会回去。行，那我明天就回娘家一趟。顾青青猜测五弟徐明轩今天在镇上看到的那个人，10有8九就是他的亲弟弟。
要不然那个人也不可能长得和他有点像。第二天回去后，意外的却并没有看见他娘家里还有别的人，更没有听见他娘和妹妹提起他的弟弟。真要是他弟弟顾燕回来的话，他的娘和妹妹不会看见他也不提一句。难道昨天武帝看见的那个人并不是他的亲弟弟？沈氏和顾宁秀看见顾青青回来，二人都很高兴，特别是楚七七。娘，这2天咱们家里有人来吗？没有啊，没有谁要来。大姐，谁要来我们家呀？我就随口问问。今天顾青青回来还带了点肉和点心，沈氏说今天中午就给大家炖肉吃。他娘和2个妹妹自从离开楚家之后，几个人的气色都越来越好。天气冷，顾青青见他娘和妹妹身上的衣服都很单薄，家里也没有生炭炉子，所以顾青青拿了银子给他娘，让他娘去镇上买3身暖和的棉衣回来穿。这么冷的天，不烤炭火可不行。青青啊，你和女婿能帮娘和你2个妹妹找到这么好的地方住，娘就心满意足了，怎么好再要你的银子呢？这个钱你还是拿回去吧。如今你和女婿都成亲了，娘看得出来，女婿待你极好，但是你几次3番的从徐家拿银子给娘，女婿知道了会不好的。娘，这个银子是给你们买棉衣的，你看这天气越来越冷，你和3妹她们却穿得如此单薄，你就算是不替自己考虑，也要替3妹她们考虑啊，总不能你们全都冻病了才好吧。再次将银子塞给沈氏，顾青青这次这样说，沈氏也就没有再拒绝。顾青青从娘家回去，梁氏立刻上前来问：怎么样啊，老三媳妇儿？昨天老五在镇上看见的那个人，可是你的兄弟？娘，今天我回去了一趟，家里除了我娘和2个妹妹，并没有其他人。看来昨天武帝看见的那个人，应该并不是我弟弟。哦，那要是没回去的话，兴许可能不是你弟弟。毕竟你弟弟回来总不能不回家吧？再说了，这不回家，你弟弟还能去哪儿啊？晚上徐行回来，顾青青把这件事给徐行说了。青青，你弟弟现在还并不知道你娘他们已经搬走的事儿，会不会你弟弟回来后又回了楚家去找人？有道理，他并不知道我娘他们搬走的事情，肯定还会去楚家找人。而楚家人却并不知道他娘和2个妹妹搬去了什么地方。他弟弟回楚家肯定找不到人呢，也打听不到消息。不过要是回楚家找不到沈氏他们，应该也知道去附近打听他娘他们的下落。青青，武帝那天看见的人真要是你兄弟，想来他打听到你娘和他们的住处后，肯定会来徐家找你的。顾青青也点点头。相公，你今天去问过二哥没有？宋府的那位四夫人昨天是不是去找二哥了？我已经去问过二哥了，那位四夫人昨天确实是去找过二哥，不过二哥说四夫人这次来镇上是过来省亲的。省亲？那位四夫人难道在镇上还有亲戚？二哥是这样说的。那四夫人真要是来省亲的，那她又是如何知道二哥在鸿运楼做事的？顾青青总觉得这件事不像那个四夫人说的那么简单。二哥说四夫人这次过来省亲，顺便又过去找了他，还想找他回宋府去做管事，还答应每个月要多给二哥几两银子的月钱。这四夫人果然是没有死心啊，看来这四夫人又是冲着二哥来的。四夫人想找二哥回宋府，这事儿还得二哥说了算，二哥要是不同意，四夫人也没辙。这天晚上，好几天都没有回来的二哥从镇上回来了。徐明轩听完了徐安的话后，当即一脸吃惊地看着他。二哥，你说的是真的吗？这么说来，那位四夫人不仅不需要你卖身去宋府，还要请你再回宋府的厨房当管事啊。老二，你说那四夫人还答应要每个月给你8两银子的月钱？哎呀，二哥，三哥在镇上做账房，一个月都才5、6两银子，你这是直接比三哥每个月的月钱都要多了。那宋府的四夫人真有那么大方，要给你这么多银子一个月？那位四夫人确实是这样说的。张氏从外面走进来。哎呦，二弟啊，
想不到你还有这么大的喜事呢。那宋府的四夫人都亲自来请了，还给你1个月那么多银子，不回去还犹豫什么呢？在大户人家做事儿，那不比你在镇上的酒楼做事强啊。反正这次二弟你过去又不是卖身当奴才，这么好的事儿，别人那可是想都想不来的。老大媳妇儿，你怎么过来了？有事儿吗？娘，好歹我也是徐家的儿媳妇儿吧？怎么，难不成我没事儿就不能来找您呐？我看呐，徐家这几个儿媳妇儿，娘你也就只偏袒老三媳妇儿，我和老四媳妇儿就只能到娘跟前儿来碍眼了吧？梁氏没说话。二弟呀，如今你可算是发达了，那宋府的四夫人如此器重你，你到了宋府那是去享福了呀，到时候可别把嫂子和你大哥给忘了。张氏本来是见顾青青和徐行夫妻2个人都去了梁氏屋里，想看一下他婆母梁氏是不是又背地里给老三夫妻什么好东西，也就偷偷的跟了过来。张氏一面说好话，一面还想从徐安身上捞点便宜。哎呀，这么多银子，这徐安难道不该给大家也分上一点吗？让大家都跟着沾点好处吗？徐安看了张氏一眼，没说话。老二啊，那你可想去那宋府做事儿啊？哼，去那宋府有什么好的？依我看呢，倒不如二哥在镇上的酒楼做事呢。当初那个四夫人就不想让二哥赎身回来，二哥在宋府上做了那么多年的下人，如今好不容易才赎身，又回去做什么？娘，五弟，那宋府我是不会再回去了。哎，二弟呀，你怕不是傻了吧？这么好的事儿，你居然都不去？嘿嘿，不去好，不去好，我也不赞成二哥你回去。老二啊，这事儿你既然做了选择，那就不去了。五弟说的对，我在宋府做了那么多年的下人，如今好不容易才赎身回来，我也不想再回宋府去了。二弟，8两银子呀，这可不是8个铜板。这么好的赚钱机会，你真要是不去，这以后有你后悔的。大嫂，我的事就不劳大嫂你费心了。哼，好心当成驴肝肺。二弟你不去就算了，那银子又不是赚到我包里，关我什么事儿？扭身就走了。我在宋府做10多年，厨房大管事最多1个月才3、5两银子，更何况四夫人找我回去只是做一个小管事，就负责她院子里的吃食。我这一个小管事回去，月钱比宋府的大管事都高，这并不合常理。虽然我不知道这四夫人的意图是什么，但是我徐安也并非是贪图便宜之辈，这8两银子我自认为受不起。二哥，那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四夫人给你8两银子，明显就是不正常的。我也觉得那四夫人无端的给你这么多银子，此事啊肯定是有问题的。老二啊，你说宋府那位四夫人为何要这么做呢？嗨，娘，你管他那么多做什么呢？反正这事儿只要二哥不去宋府就行了，管他四夫人葫芦里面埋的是什么药，二哥只要不去就不会中计。对，老二啊，这宋府咱就别去了，不管那个四夫人有什么目的，只要你不去，那就不会有问题呀。老二啊，娘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之前你没回来，娘也不好去找你嘛。现在你回来了，娘正好把这个事儿跟你说说。娘，你要和我说什么事啊？还能是什么事儿？现在娘最关心的那就是你的亲事呀。前不久娘不是托了媒婆给你说亲了吗？前2天她来找过我，说是帮你找了一个贤惠勤快的媳妇儿，听说是个会过日子的。安儿，那姑娘也姓徐，就住在咱们隔壁的村子，听说那姑娘模样也长得整齐，只要你没意见，改天娘就带着你去那姑娘家相看相看，你看怎么样？娘，
儿子现在还不着急成亲呢，这事儿就暂时别提了。哎，安儿，你这孩子，你胡说什么话呢？你现在都32了，要是再不着急成亲，难道你要等到7老8十再娶媳妇儿吗？二哥，娘说的对啊，你现在确实也应该给我们娶一个二嫂回来了，我们还等着吃二哥你的喜酒呢。顾青青和徐行二人站在旁边都没说话，但顾青青在旁边站着，却发现他这位二哥好像真的并不想去相看那位媒婆给他说的姑娘。娘，儿子如今刚从宋府回来，住的地方也就眼前这一间屋子，真要是娶了媳妇儿，就这一间屋子住，就连做饭的地方都没有，倒是委屈了别人的姑娘。还是等我先攒下一笔银子吧，再娶妻也不迟。哎，安儿，虽然你现在只有一间屋子住，可你并没有和娘分家嘛。等你成了亲，那姑娘进了门之后，我们还是一个屋子吃饭，那不就得了吗？娘，还是先等我攒下一笔钱再说吧。徐安坚持要攒钱，梁氏说不过徐安，却也没打算由着他。徐安不想去，那他这个当娘的就先去看看。饭后，顾青青将药端给了徐行，徐行吃过了之后，相公，我看二哥好像不大想成亲的样子。青青，二哥的事儿他自己有主意，只是我看娘怕是还会去找那徐家的姑娘。青青，你猜我今天看见了谁啊？谁呀？秦无言。顾青青愣了一下，徐行却再次让顾青青离那个秦无言远点，这已经是徐行第2次让顾青青离秦无言远一点了。相公，你不会是怀疑我和那个姓秦的？青青，别胡说。是我胡说吗？你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我不是。不是？不是的话，你会如此介意那个姓秦的，会几次3番的让我离那个姓秦的远一点。徐行微怔，顾青青没等徐行说话，起身就往外走。外边已经天黑了，还下着大雪呢。青青，你要去哪儿啊？我去哪儿关你什么事？你不是怀疑我和那个秦无言有什么吗？我走了，你也用不着怀疑我了。徐行下意识抓住小媳妇的手臂，松手！徐行盯着小媳妇儿，放开我！青青，我从未怀疑过你。被徐行整个人抱入了怀中。顾青青抬头，不等他说话，徐行就扣住了他的双手，亲了下来。青青，不管你信不信，我确实从未怀疑过你。顾青青小脸红红的，刚被徐行亲了一阵儿，见徐行的表情不像是在骗他。那你刚才为何要那样说？青青，我只是看那个秦无言不像个好人而已。还有，我并不放心他。相公你就放心吧，不管那个秦无言是不是好人，他都看不上我。他可是家里有9981房小妾的人。秦无言说，要多少女人他多的是，他从来就不缺女人。还说虽然他也不缺银子，但是谁也不会嫌自己银子多。所以那个秦无言很是爽快地和他做了交易，他帮他赎人，他则让出1成利润给他。说起利润，顾青青想起来，好像过2天他就可以去镇上拿红利了，也不知道这第1次红利他可以拿多少银子。不由得顾青青有些暗暗的期待，等拿了红利，要是银子多的话，他就去镇上开一间药铺去。开药铺可是顾青青到这儿来之后一直想做的事儿。昨天顾青青猜测梁氏怕是还会去找那个徐家的姑娘，还真的被顾青青给猜中了。今天早上徐行刚去镇上不久，梁氏就把那个花媒婆给找过来。这花媒婆在徐家说的一通的天花乱坠，可是把那个徐家姑娘给夸的天上有地下无。梁氏就想给徐安找一个过日子的姑娘。听着花婆子的夸赞，梁氏也越发的对那个姑娘满意了起来。这不，梁氏就过来找到顾青青。老三媳妇儿，娘这会儿要去一趟徐家，帮你二哥看一下那位徐姑娘。不妨你也陪娘去一趟，也帮你哥相看相看。这，顾青青暗忖，二哥明显就不想成亲。哎呦，走吧。
你这孩子呀是个有主意的，跟娘去一趟。要是那姑娘你瞧着也好，那娘也就放心了。梁氏满面欢喜的拉着顾青青一道去了徐家。第一次去姑娘家相看，总不好空着手过去。梁氏买了2斤肉，1包茶叶，另外桂花糕和米糕糖都一样买了2包。到了徐家，徐家人满面欢喜。哎呀，徐嫂子，这2位，一位是那位徐家根儿的娘，一位是她的弟妹。徐家根儿本来今天也说跟我们一起过来登门拜访，奈何手头上的事儿太忙，走不开。你也知道，那徐家根儿以前在大户人家做大管事的，不仅体面，这1个月更是有不少的进项。到底是在大户人家里做过事，不像咱们乡下人。徐家根儿那通身的气派，只需往那儿一站，就能把旁人给比下去。这花婆子一口一句徐安以前是在大户人家里做大管事的。这花婆子胡说啥呢？他儿子明明就是卖到宋府去做下人去了呀，怎么到了花婆子嘴里，他儿子就成了大户人家的管事了？花婆子嘴里还在说，这徐家根儿不仅差事儿体面，模样也端正，就徐家根儿这种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姑爷，要不是我花婆子知道你们徐家姑娘也是个好姑娘，我也不会来张这个嘴。花婆子将徐家老2口给哄得合不拢嘴，一直陪着笑。你说这徐家根以前是大户人家的管事，那不知他现在呢？现在那差事儿就更体面了。鸿运楼你知道吧？这徐家根回来之后，在鸿运楼找了个差事。鸿运楼你们听说过吧？听说过，就是那镇上最大的酒楼。嗨，镇上最大的酒楼可是醉香楼，不过鸿运楼也不小，镇上除了醉香楼，就属鸿运楼最大。徐家根在那个大户人家做了多年的管事，后来觉得这大户人家做管事不自在，就前不久又去镇上的鸿运楼找了差事做。那鸿运楼的掌柜一听徐家根以前是大户人家的管事，又见徐家根长得品貌不凡，瞧出他是个有本事的，就让他做了鸿运楼的管事。这鸿运楼现在大大小小的事儿都是他在做主。徐家老2口一听徐安现在是在镇上最大的酒楼做管事，心里越发的满意欢喜。欢喜之余，徐母又问了徐安每个月的月钱是多少。这他如今是鸿运楼的大管事，那1个月的月钱至少不也得10两20两银子赚呢？徐家这老2口没意见了。怎么样，这位徐家根儿你们可还满意？徐家根这样的好孩子嘛，要是贤叔能嫁给他，倒是贤叔的福气和造化了。瞧，这姑娘家都没意见了。依我看，不如趁着今天大家都在，就把这亲事儿给定下，改天再选个吉日，把喜事儿一办，这不就成了？花婆子直接说到办喜事，梁氏和顾青青都是一惊。徐家老2口一听花婆子这话，正中2人下怀。徐家老2口迫不及待就想把亲事给自己女儿定下来。梁氏这头还没点头答应呢，徐母就把称呼都给改了。哎呦，亲家母啊，这择日不如撞日，不如就听媒人的。今天我们2个就把这2个孩子的亲事给定下来吧。这么好的亲事有啥好犹豫的？快答应下来吧。顾青青暗忖，那花婆子嘴里没一句实话，还有徐家迫不及待想把亲事定下来的模样，都让顾青青觉得那位徐家姑娘怕还真没有那花婆子嘴里说的那么好。这亲事吧，这么定有点太仓促了吧，倒是委屈了徐家姑娘。依我看，这事还是先不急吧，等哪天阿儿有了空，我带她再来徐家商议一下定亲的事儿。那花婆子后来几句话不离，把亲事定下来，不过梁氏始终没有松口。梁氏又稍微做了片刻，找了一个由头，
带着顾青青起身从徐家离开了。徐安他娘，我说你怎么回事呢？我今天嘴皮子都快磨破了，才让那徐家松口把闺女嫁给你们。你们倒好，徐家都同意把亲事给定了下来，你们竟然还不答应。就你儿子那年纪还当过下人，要不是我花婆子3寸不烂之舌把你儿子捧上天，你以为那徐家会答应把姑娘嫁给你儿子？今天你不答应把这门亲事给定下来，到时候那徐家就不答应把姑娘嫁给你儿子，别怪花婆子我没帮你。不知那位徐家姑娘可是也是这样被你吹得天上有地上无的？那徐家姑娘可是本本分分正正经经的好姑娘，这我花婆子可说的是老实话。是吗？难不成我花婆子还会骗你们不成？花婆子走后，梁氏和顾青青二人一起回到了徐家。老三媳妇儿，你可信那个花婆子说的？娘，那花婆子嘴里没一句实话。二哥的事情，他在徐姑娘家讲的全是他编排的。他能当着我们的面胡乱编排吹嘘二哥，同样也会如此编排吹嘘那位徐家姑娘。依我看，娘你要是想知道那位徐家姑娘到底是什么样的，怕是还得亲自去附近打听打听。那位花婆子怕是靠不住。成，改天娘就亲自去打听打听。晚上，徐行迟迟没有回来，等到徐行回来已经是深夜了。相公，你喝酒了？喝醉酒的他盯了顾青青好一会儿，又一把将她给抱入怀中，就那样紧紧地将她给抱着，好像很害怕失去什么似的。相公。徐行没说话，只是双手抱着她又紧了几分。顾青青被徐行抱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于是用手推了推徐行，徐行却在这时踉跄了一步。就在这时，顾青青发现徐行手里头竟然拿了一罐酒。他这到底是喝了多少酒啊？徐行脚下踉跄着，却又仰起头往嘴里灌酒。这还是顾青青第一次见到徐行喝了这么多的酒。相公，别喝了。只见徐行仰起头，酒罐里的酒也悉数全部都灌入了他口中。相公，怎么了？徐行这模样好像整个人都被掏空了一样，这让顾青青被吓得不轻。喝完了酒罐里的酒，徐行要再喝，发现酒没了，一把把酒罐砸在地上。顾青青被吓了一跳，徐行也整个人猛地踉跄着，看了他一眼，突然就急火攻心，一口鲜血吐了出来。这到底是怎么了？相公，你别吓我，你到底怎么了？徐行在吐完血后恍惚地看了顾青青一下，整个人都晕了过去。顾青青扶不住徐行，昏睡的徐行顾青青也叫不醒，帮徐行擦了擦嘴角的血。顾青青想把徐行扶起来，却扶不动他。正在顾青青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弟妹，怎么回事？二哥，相公他晕过去了，你快来帮我扶他一把。徐安走进来，也不要顾青青帮忙，他一个人就把徐行背到床上。弟妹，三弟怎么喝了这么多酒啊？二哥，他今天回来就这样。徐安见地上还有摔碎的酒罐。弟妹，三弟从来不会多喝酒的，他今天这是怎么回事？顾青青也不知道徐行到底怎么了。二哥，这么晚了，明天你还要去镇上做事，回去歇着吧，这有我呢。弟妹，那三弟就有劳你照顾了。徐安脚下的步子刚走了2步，突然想到什么，又转过身停了下来。二哥怎么了？还有事？弟妹，今天是几号？二哥问这个做什么？弟妹，我知道了，今天是三弟的生辰。对了，他还记得徐明轩之前给他说过，徐行生辰就在这个月月底。哎呀，当年的事。顾青青还记得梁氏他们说过的话，当年徐行误食糕点中毒的那天就是徐行的生辰那天。顾青青觉得当年的事儿，她的婆母梁氏和徐行肯定还有什么事儿瞒着大家。二人正说着话，梁氏从外面走进来。娘，你怎么来了？梁氏手上端了一个碗，
老三媳妇儿，老三这是睡下了吗？娘，三弟喝醉了。醉了？娘，这个面是给相公煮的。老三媳妇儿，娘这面是刚才给老三煮好的，他还能起来吃吗？相公现在还昏睡着，这碗面他怕是吃不了了。娘，三弟喝了不少的酒，我看三弟今晚上怕是也醒不过来了。这样吧，这碗面你就放在这儿，你还是先回屋歇着吧。可是，叹了口气，梁氏又要去给徐行煮个醒酒汤来。醒酒汤我来煮吧，这儿有我呢。你和二哥都回去歇着，不用担心，有我在，他不会有事。两个人点了点头，离开了。顾青青帮徐行掖了掖被子。正当顾青青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昏睡中的徐行却一把抓住了她的手。顾青青只听见徐行口中叫着：娘，娘，你别走，别走。好好好，娘不走，娘不走。说完了这几句话之后，顾青青见昏睡中的徐行逐渐的安静下来。顾青青去灶房简单煮了醒酒汤后，就给徐行端了过来。相公，来，把醒酒汤喝了。顾青青反复叫了几声都没用，只是徐行闭着嘴。顾青青试了好几次，徐行的嘴依旧还是闭着。没办法了，顾青青自己喝了一口醒酒汤，对着徐行的薄唇就亲了下去。这次徐行倒是很配合。终于在将最后一口醒酒汤喂完之后，徐行突然按住了顾青青，让她不要离开。再紧接着，顾青青还没反应过来，徐行就翻身把顾青青给压了下去。这会儿醉酒的徐行还没醒，但是他却对顾青青就这么亲下来，手上的动作也没闲着。顾青青有点被吓住了，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拒绝，还由着徐行继续着。可身上的人却没有给他考虑的机会，摆明了现在就要他。顾青青也终于在犹豫了一会儿之后，伸手抱住了徐行的脖子。他没有拒绝。当真正的疼痛来临的那一刻，顾青青疼得想骂人了，男人却身体力行地告诉他，这只是刚刚开始，屋内也是一世旖旎。第二天顾青青醒过来的时候，只觉得浑身都疼，也不知道徐行那个男人身上的劲儿怎么那么大，就跟800年没碰过女人一样。顾青青有些后悔昨天晚上一时的心软。青青，醒了。顾青青一想到昨天晚上徐行对她的狠劲儿，就气得不想理他。徐行却也不生气，反而低下头亲在了小媳妇脸上。昨天晚上的事情，虽然他是喝醉了，但是却也知道他在做什么。怀里的小媳妇儿一直都是他想要的。青青，饿不饿？昨晚上累着你了，你再睡会儿，我去给你煮粥喝。他还说。徐行看着这样的小媳妇儿，眼底的笑意更甚了。徐行看着小媳妇儿喝完了粥才去镇上做的事儿。徐行走后，顾青青也没起来，又继续睡了半天，顾青青才起身。穿衣服的时候，顾青青发现身上有好几处的淤青。这几天天气越发的冷，外面的雪也下得越发的大。顾青青打开门走出来，发现他起来之后老三媳妇儿，这身子可好了些？难不成徐行连这事儿都说了？老三今天早上走的时候跟娘说了，你身子不适，是不是受凉了呀？还好徐行不是什么都跟梁氏说了。梁氏又问顾青青身上还有没有哪儿不舒服的。娘，我没事儿，没有哪儿不舒服。哦，那就好，那就好，没事儿就好。哦，对了，老三今天早上走的时候还让娘给你炖了鸡汤呢，说是要给你补补身子。顾青青又是一愣，她没想到徐行竟然还让梁氏给她炖了鸡汤。来，你随娘来，鸡汤这会儿正在锅里头温着呢，娘去给你盛上一碗来。很快梁氏就给顾青青盛了一碗热乎乎的鸡汤端了过来。除了鸡汤，梁氏还在汤里面放了一只鸡腿儿给顾青青吃。顾青青喝了2口，老三媳妇儿怎么样，好喝吗？
好喝。这锅里还有，你要是喜欢呢，一会儿喝完了，娘再去给你盛上一碗。娘怎么不吃呢？还有其他人呢？娘早吃过了，你爹他们那份儿，娘也都给他们留着呢。你只管吃，不用管娘。娘这样吧，我们一人吃一半。哎呀，这可是娘特意给你留的，娘要吃，锅里还有呢。喝了一碗鸡汤，又吃了一只大鸡腿，顾青青吃得饱饱的。今天是新的1月，也是顾青青可以去镇上拿红利的那天。顾青青到镇上之后，直接去了镇上的药铺保和堂。不知道这次她能拿到多少红利。望着保和堂的牌匾，不由得顾青青有些期待。顾娘子，你怎么现在才来？早上怎么没有过来啊？我早上还有点事情要忙。啊，我们的秦管事今天早上在药铺等你半天了。秦无言，你们管事找我有事吗？这小的就不知道了。不过既然我们秦管事亲自过来在这边等你，这想来肯定是有要事找顾娘子你说嘛。那他人呢？你早上没有过来，我们管事上午就走了。牙膏和药膏的红利在顾青青来之前，秦无言已经叫账房给顾青青准备好了。秦无言不在，顾青青直接去账房拿就行。账房给了2个荷包给顾青青，顾青青打开其中的一个荷包，500两，居然是500两。顾青青怎么都想不到，那个去疤痕的药膏竟然不到1个月时间就有这么多的红利。还有另外一张银票，只有60两，就那去疤痕的药膏的2成红利就有560两。顾青青接下来又看了牙膏的红利，她想不到牙膏的红利居然一共有1200两银子。怕银票丢了，顾青青小心翼翼把它藏在衣服里。拿了红利，顾青青从药铺离开，步子也是轻快的。她怎么都想不到牙膏和去除疤痕的药膏的红利竟然会一次拿这么多银子。现在一下有了这么多银子，那距离他开药铺的事儿也就不远了。自从刘氏下了大狱之后，就一直不着家的徐权贵今天竟然回来了，还穿得通身气派。不仅是他，就连小虎子兄弟2个人，徐权贵都给他们买了衣裳和吃的。上次徐忠诚生辰，徐权贵和刘氏送了他爹死人穿过的衣服，徐忠诚就一直对徐权贵也没个好脸色。这次徐权贵回来，还特意买了2匹布给他爹徐忠诚。梁氏看着桌子上放的这2匹料子，老四，你这是？娘，你儿子如今发达了，这2匹布就当是你们养我这么多年，我孝敬你们的。发达了？老四，你把话说清楚点，你做什么了？怎么就发达了？这徐权贵成天朝5不朝6的，莫名的听了徐权贵这话，梁氏就有种不安的感觉。娘，你儿子我如今也是做大生意的人，再过不久，兴许我就要搬到镇上去住了。话说到这儿，徐权贵也没有同梁氏多说，抬脚就从屋里走了出去，留下一脸懵的梁氏。这些年徐权贵嘴里张口闭口都是说他将来要做大生意的人，这话说得多了，梁氏倒也没当回事儿。除了在梁氏跟前得意，徐权贵还在张氏和他大哥跟前去显摆一番。顾青青一回来，也好像听见张氏同徐长福2人在说徐权贵现在突然发达了的事儿。不过顾青青对这事儿并不关心，徐权贵发达不发达都和他没关系。回到屋里，顾青青忙把今天在镇上拿到的红利拿了出来，再次看着桌上的几张银票，顾青青还是又抑制不住的一阵欣喜。突然门外传来敲门的声音。谁啊？顾青青一面将银票收起来，一面准备走过去开门。老三媳妇儿，是娘。听见是梁氏，顾青青忙走过去开门。梁氏从外面走进来。哎呀，老三媳妇儿，娘过来呢，是有事要跟你说的。娘，不知你有什么事情要同我说？你还记得那天我们一起跟花婆子去的那位徐姑娘家？娘，你可是找人去打听那位徐姑娘了？
老三媳妇儿，那位花婆子简直是太过分了。怎么回事？那位徐家姑娘本来是许了人家的，听说还是一位私塾的夫子，结果还没成亲呢，那位姑娘就跟人搞大了肚子。顾青青一脸诧异，那徐家姑娘是被村里的一位卖油郎搞大的肚子，听说是在那位卖油郎那儿买过几次油，二人一来二去就好上了。只是那位徐家姑娘大了肚子之后，那位卖油郎也跑得没影了。后来呢？后来徐家人胡乱将那徐家姑娘嫁了出去，结果那位徐家姑娘嫁了人还不安分，又去勾引村里一个死了媳妇的官夫。事情败露了之后，那徐家姑娘也就被打回娘家去了。娘还去徐家村打听了一下，那位徐姑娘前前后后已经嫁了4、5回了，次次都是不守妇道被赶回的娘家。顾青青听得目瞪口呆，老三媳妇儿啊，幸好娘听了你的话，亲自去那个徐家姑娘家附近去打听了一番，要不然娘要是真的帮你二哥娶了这么一个女人回来，那娘可怎么对得住你二哥哟？娘，既然那位徐家姑娘不行，那咱们也不要提这事儿了，你也找个时间去回了那花婆子。还有二哥的亲事，你也别去找那个花婆子帮忙了，那花婆子嘴里没一句实话，别再被她坑了。经过这次的事儿，梁氏自然不敢再去找那个花婆子给他儿子说媒了。二哥的亲事你也别太着急，依我看二哥是个有主意的，成亲的事情二哥肯定也是自有打算。哎呀，你二哥别的事儿确实是个有主意的人，只是这成亲的事儿，娘看你二哥是一点也不上心啊。要是你二哥年纪再小点儿，娘倒是也不用担心他，可如今你二哥年纪都32了，娘要是再不替他上点心，也不知道他多晚才能娶上个媳妇儿。梁氏这样说，顾青青倒是没有再说别的，毕竟梁氏是个当娘的，二哥没有成亲，梁氏肯定是不放心的。晚上的时候，徐行从镇上回来，今天徐行和平时比往常回来的要早些，还给小媳妇买了2串糖葫芦回来。顾青青吃着糖葫芦，徐行又给了1袋子钱。青青，这是我这个月的月钱，你拿去收着。怎么这么多？青青，上次我随县令老爷离开，帮他办了一件事情，这多出来的银子都是县令老爷给我的银子。相公，那县令老爷对你倒是挺大方的，你就帮他办了一件事儿，他就给了你这么多银子。相公，这些是我今天去镇上拿的红利。徐行看了眼，闪过一丝吃惊，想不到吧，我那个牙膏和药膏竟然1个月拿到这么多的红利。徐行确实是有点意外的。相公，现在我们手上的银子多了，我打算拿出来一部分去镇上开一个药铺，你看怎么样？你想开药铺？徐行见小媳妇点头，思忖了片刻之后，那你既然想开药铺，那这事儿就交给我来帮你办吧。可是你不是要去红玉楼做事吗？哎呀，这就不用你操心了。虽然徐行说开药铺的事儿交给他去做，但是顾青青还是打算自己也亲手去办一些事儿。说完开药铺的事儿后，青青，你还疼不疼？不疼了。晚上刚躺下，男人就翻身压了过来。你要干嘛？青青，我想要你。不是昨天才……青青，就一晚上怎么够啊？夜还长着呢，顾青青不知道这只是个开始。第2天，徐行一脸的厌足。青青，你白天多睡会儿，我去镇上啊。顾青青背对着徐行，并不想说话。徐行走后，顾青青睡了大半天才起来。梁氏见顾青青今天又睡得很晚才起来，还以为顾青青是受了什么风寒得了病了。心虚的顾青青连连对梁氏说她没事儿，好在梁氏也没有多问。娘，小山今天没有去学堂吗？嫂子，学堂今天休沐，不用去学堂。
依我看呐，小山也读不了几天书喽。为什么？天越来越冷了嘛，这几天雪又下得更大了些。这每年村里的学堂啊，在大雪封山冷得不行的时候，都会放学堂里的孩子们回家的。娘，孟夫子说下个月我们就不用去学堂上课了，等明年开了春再去。小虎子也从雪地里跑了过来。小家伙被梁氏养了一段时间，倒还是养得胖了点儿。小虎子的弟弟也跑了过来。昨天2个孩子的爹徐全贵跑回来一天，今天一大早又没影了。今天早上徐全贵出去前，梁氏问了几句，叫他别一天不着家的，每天也要回来照看一下自己的儿子嘛。徐全贵一向不爱听梁氏说这些，今天梁氏开口，徐全贵就一脸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行了娘，这事还不赖你，要不是你们当初把我媳妇害得进了大牢，这2个孩子又怎么会没人照看？老四，你把话给娘说清楚了，这事儿怎么就赖上我们了？还有，你要搞清楚，你媳妇儿自己做的那些陷害人的勾当，可不是我们叫她去做的。娘，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这个家你就知道偏袒3个。我媳妇儿她就算是做的有错的地方，但是她有什么大错？不过就是误会而已，解释清楚不就成了？我看三嫂也没有受到啥损害，你们却合起伙来，非要把我媳妇儿弄进大牢去，就因为这几句话，可怜她不仅挨了板子，还要在大牢那种地方关上半个月。再说了，当初的事儿能怪小虎他娘吗？要不是三嫂她自己不说清楚，小虎他娘能误会她？谁让三嫂自己成天往那个药铺跑，还单独去见过秦管事？这孤男寡女的，这想不让人多想都难。混账东西，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你三嫂帮我们徐家赎回了你二哥，那是对我们徐家有恩在的。你和你媳妇儿不知道感激他就罢了，还上赶着往他身上泼脏水，这是人做的事儿吗？多大点事儿啊，这三嫂她最后不是一点损害也没有吗？你什么叫没有损害？你媳妇儿当初出去胡编乱造，败坏了你三嫂的名声，还差点让你三嫂被全村人给亲了猪笼。要是当时没有能还你三嫂清白，现在就不是你媳妇儿进大牢，而是你三嫂连命都没了。就你那个媳妇儿，她做的可是谋人性命毁人清白的事儿，关她才半个月，算是便宜她了。娘，你这话说的倒是全是我媳妇儿的错了，别以为我不知道，那县令老爷根本就是公报私仇，三哥和那个县令老爷认识，二人还一同读过书，在书院里称兄道弟的。这次的事情，县令老爷摆明了就是骗孟老三徇私枉法。徐全贵是越说越离谱。娘，你打我，你竟然打我！对，我打的就是你，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你媳妇儿自己做错了事儿，你赖到娘和你三哥他们身上也就罢了，你现在居然敢连县令老爷都叛污。徐全贵挨了打，这次徐全贵什么话都没说，盯了梁氏半晌之后，气得转身就走。梁氏看着雪地里的小虎子兄弟2个人，想到徐全贵又是一阵的摇头。娘，你怎么了？这徐全贵的事想了想，梁氏也没有给顾青青说，倒是徐小山突然指着门口的方向叫了出来：娘，好像有人来咱们家了。果然看见门外好像有人，梁氏出去看人，哎，老三媳妇儿，好像是你娘家的人来了。梁氏这话一说完，顾青青一回头就看见楚七七那个小丫头。大姐，你看谁来了？顾青青看向来人，眼中闪过一丝诧异。大姐，二哥，是二哥回来了，你看，那就是二哥。二哥，难道是顾燕？大姐，我们走。顾青青看着跟前走过来的男人，吃惊的目瞪口呆。大姐。顾青青下意识点了点头。老三媳妇儿，既然是你兄弟来了，这外头雪大，还是赶紧叫你兄弟进屋里去坐吧。
大姐，娘和三妹都在家等你，我过来是接你回去的。老三媳妇儿，既然如此，那你就跟你兄弟一起回去一趟，趁着这次你们也好好的聚一聚。大姐，我们走。顾青青跟着顾燕、楚七七一道回去了。途中，顾青青也大概知道了他弟弟这次回来的事儿。原来徐行当初猜得不错，他这位弟弟回来之后，确实是直接回了楚家的。对了，为何这1年你都没有音信传回来？大姐，1年前我在战场上身受重伤昏迷，待我醒来后已经是半个月后了。那会我身上的伤很是严重，能不能活下来都不好说。原本我都以为自己可能扛不下去了，但终于在熬过了2个月后，我的伤情也逐渐的好转。由于我这次受伤立下了一个不小的功劳，我也从普通的小兵被拨到了莫将军麾下做事。顾青青诧异了一下，没想到顾燕在边关竟然还真的差点没了命。后来呢？后来到了莫将军麾下做事后，我的月钱也从一开始的半吊钱涨到了1个月5两银子。大姐，我知道这个银子要是叫人送回去的话，肯定又会落入到楚家人的手里，所以我向莫将军提出了请求，把每个月的银子也不再送回去。原本我是想突然带信给你们的，但是后来一想，要是知道我在边关没事儿，那楚家人必定会去衙门闹着要月银，一来怕那个楚家人跑去生事，二来则是怕这月银要是拿不到，楚家人势必会把气撒在你和娘他们的身上，所以这1年多我也就没有托人带信回来。顾青青暗忖，他弟弟顾燕说的这个话倒也是事实。大姐，对不起，这1年多我没有消息传回来，让你和娘他们替我担心了。作为顾家唯一的男人，以前他是年纪小，现在他长大了，也有了保护他们的能力，自然不会再让他们娘几个在楚家被欺负。回来了就好。姐弟3人回到顾家的时候，沈氏和顾宁秀母女2人已经把鸡炖好了。青青，怎么只有你自己来了？女婿呢？大姐夫肯定去镇上做差事去了。大姐，姐夫今天会来咱们家吗？还让那个姓徐的来做什么？娘，当初大姐被楚家人卖到徐家去，我不在没能拦着这事，但是现在我既然回来了，就不会再让我大姐再回那个徐家去了。自己的大姐是被楚家人卖去给人冲喜的，当听说还是个病入膏肓之人时，更是气得去狠狠地把楚家人给揍了一顿。他顾燕是绝对不会再让自己的大姐回到那个病老鬼的身边的。想不到顾燕会这么说，沈氏和顾宁秀他们都愣了一下。娘，大姐，有我在，你们就不用再怕那个徐家的人了。我现在回来了，就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们。燕儿，不是你想的那样的。娘，你们看，我有银子，我们有银子了。大姐，当初徐家人给多少银子买的你，最多我们把银子还给他们就是了。桌上那包沉甸甸的银子，都是顾燕这1年多快2年的时间攒下的，大概有200多两银子的样子。燕哥，这怎么这么多银子啊？现在我有银子了，娘，大姐，我以后也一定会让你们吃饱穿暖的。大姐，这银子你拿去还给那个徐家的人，往后我们就和那个徐家的人再无瓜葛了。顾青青看着顾燕递给她的银子，并没有去拿。哎呦，燕儿，你弄错了，那徐家人不仅没有欺负过你大姐，你大姐夫对你大姐和娘都很好。哦，对了，当初要不是徐家人和你大姐夫，娘和你2个妹妹怕是现在都没命了。这说起来，还是你大姐夫和徐家人救了娘和你2个妹妹的性命。就连娘和你2个妹妹现在住的这个地方，那也是你大姐夫帮忙找的。要不是你大姐夫，娘和你2个妹妹哪儿有这个唯一的安身之处？顾燕诧异了一下，她没想到那徐家人竟然还帮了他娘和2个妹妹这么多。娘，那徐家人当真对你和大姐都不错。二哥，
徐家人和大姐夫真的对我们不错，娘刚刚说的也都是真的。徐家人不仅救了娘和我的命，还怎么？二哥，当时要不是徐武哥，我怕是就被那个楚大全给玷污了。什么？顾燕俊脸上的表情瞬间黑得吓人。沈氏看见顾燕转身就往外走。燕儿，你要去哪儿？我去收拾那个姓楚的。他今天非要去把那个姓楚的给揍废了不可。这个畜生竟然还敢欺负他妹妹。哎，燕儿，你别冲动，先听娘说。娘，你不要说了，楚大全那个畜生，他竟然敢对宁秀做那等禽兽不如的事，我今天一定要去将那个混账东西给收拾了。二弟，那个楚大全已经被县令老爷抓了起来，正在牢里蹲着呢，你就算去楚家也找不到他。大姐，你说什么？你说那个楚大全现在已经被关到了衙门了？二哥，大姐说的都是真的。那天徐武哥将我救下来之后，教训过楚家人了。后来大姐带着我们离开了楚家，搬到了这里。徐武哥则是去衙门报官，将楚大全抓了起来。顾燕眼底带着诧异，显然是有些吃惊的。燕儿啊，你刚刚怎么不听娘把话说完呢？娘是要告诉你，那楚大全现在已经被送到县衙去坐大牢了。虽然那个楚大全不是东西，是个混账，不过他也得到了应有的报应和教训。这事儿毕竟还涉及到你三妹的名声，往后还是不要再提了。你三妹如今还没婆家，往后她还是要成亲的。这事儿要是闹大了，那你妹妹今后要怎么嫁人？哼，算那个楚大全走运。要是那个楚大全现在还没有被县令老爷关到衙门，我非得把他给揍废了不可。燕儿，徐家不仅对娘和你妹妹有恩，你大姐夫对你姐也是极好的。如今你姐能嫁到徐家去做儿媳妇儿，也算是你大姐的造化。往后啊，可不要再提让你大姐回来，另外给你大姐找夫婿这样的话了。你大姐如今都已经成亲了，你这个当弟弟的这样说话，今后传出去也不怕让人笑话。娘，大姐是被卖到徐家的，不是大姐愿意嫁到徐家。更何况我听说徐家那个男人还是一个病入膏肓之人，一个命不久矣的男人，大姐在徐家继续住下去，那岂不是要让大姐将一辈子都搭进去了？这事我不会同意，我不能让大姐的一辈子都毁在了徐家手里。当初楚家人卖大姐的时候我不在，没有护住大姐是我不对，但是现在我既然回来了，那我肯定不会再让大姐继续留在徐家。二哥，大姐夫很好的，大姐夫对娘好，对大姐好，对七七也好。顾言暗忖，看来那个徐家人应该确实对他大姐和他娘他们都不错，要不然楚七七这小丫头也不可能这样帮那个姓徐的说话。燕儿，你大姐当初是被楚家人卖去徐家冲喜的，但没想到意外的是，你大姐竟然嫁了一个好夫婿呢。那徐家老三不仅是个读书人，更是个品行端正的人，能嫁给他呀，那是你大姐的福气。二哥，大姐夫真的很不错，现在你还没有见过大姐夫，等你见到他，你肯定会喜欢他的。顾燕皱着眉头，笑话，他怎么可能会喜欢徐家那个病秧子？那个病秧子是对他们顾家有恩，恩情他记下了，喜欢吗？却是不可能的事儿。二哥，大姐夫那样的男人，模样好不说，对大姐又好，这样好的大姐夫可是不好找的。二哥，你别再对大姐夫有敌意了。就算许下那个男人真的是个不错的，可是他已经是个命不久矣之人，大姐跟着他，万一他要是死了怎么办？难道要让大姐守一辈子的活寡吗？这沈氏刚要解释，顾燕却又将目光看向了顾青青。大姐，现在趁着你还没有和那个徐家那个病秧子男人生下孩子，赶紧搬回来住。今后要是等你们生了孩子，那个男人又死了，那孩子和你没了依仗，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顾青青看得出来，他二弟是为了他好，也很想护着他这个当大姐的。大姐，你不必有所顾忌，那徐家人对我们顾家有恩，
我们可以给他们多给10两银子。还有，今后那徐家人要是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我顾燕也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但是我不能让大姐的下半辈子都毁在了徐家。顾青青看着顾燕再次塞到他手上的银子，并没有收下。二弟，你误会了，你大姐夫他虽然身上确实有病，却不是病入膏肓，这个病能治，他也不会死。不是都说大姐你冲喜的是一个病秧子吗？还是已经病入膏肓的一个男人？啊，燕儿，当初娘也以为你大姐夫真的是病得活不久的那种人，后来才知道你大姐夫身上的病能治，不会死的。你就放心吧，你大姐在徐家不会做寡妇的。可是我和娘都看见过大姐夫，大姐夫也就是面色比常人苍白了些，别的都和我们一样，外面那些传言并不可信。知道徐家那个男人不会病死，顾燕吃惊过后也没有再说话。沈氏和顾宁秀他们还以为顾燕现在是已经认下了徐行这个姐夫，却不知道顾燕没说话，只是在思忖他们刚刚说的事儿。中午沈氏和顾宁秀2人一共做了好几个菜，有荤有素，特别是沈氏炖了那锅鸡汤，味道鲜美。顾青青喝了2碗鸡汤，就连楚七七那小丫头都喝了不少。由于顾燕这个弟弟才刚回来，顾青青吃了饭之后也就没回去，沈氏还留顾青青在家里吃晚饭。大姐，今天晚上就不走了好不好？我们姐妹2人住一屋。你这孩子，如今你大姐可是成了亲的人了，哪能再继续住在娘家？要是你大姐迟迟不回去，那是要被婆家人说闲话的。娘，大姐就算是成了亲，也没有说就不能回娘家住几天了。再说，我看大姐夫也不是那么不讲理的人，大姐你说是吧？顾青青也下意识地点了点头。娘，你看大姐都说可以住了，就让大姐在咱们家住几天再回去吧。既然如此，那今天晚上就留你大姐住下好了，只不过只许留你们大姐住1晚，可不许胡闹。那今天晚上就让大姐住我那个屋，还是我和大姐一道睡？你呀，从小就和你大姐住一个屋，现在你大姐都成亲了，你还当是小时候呢。沈氏嗔怪着看着自己的2个女儿和回来的儿子，没有楚家人在跟前，莫名的沈氏恍惚有种好像还在顾家的感觉。对了，青青，你今天晚上住在这儿，女婿怕是还不知道吧？这事儿要不要叫你2弟去徐家给你婆家他们说上一声？娘，今天我和七七一起去徐家将大姐给接过来，那徐家人也看见了。大姐要是没有回去，徐家人自然也知道大姐就在顾家住着，这事没什么需要再说的了。话虽这么说，可要是你们大姐不回去，我们再不去传个话，岂不是会叫人说我们做事不知礼数？娘，2弟说的不错，今天我回来的时候，我婆母也知道，要是我没有回去，他们定是知道我在娘家住着，放心吧，不会有问题。顾青青他们没有回去给徐家人说这事儿，徐行却是在天快黑的时候也来到了顾家。顾燕一听徐行来了，当下立即抬脚走了出去。他倒是想看看这位被他娘和妹妹都夸上天的大姐夫到底长什么样。今天打定主意，一定要帮大姐把徐家的婚事给退了。顾燕手上捏着银子出来，还了银子就立刻打发他走人。只是让顾燕没想到的是，他出去之后，站在院里的那男人不仅不是面黄肌瘦，反而容貌清俊。他就只是站在那儿，浑身上下都透露着一股淡定和从容。大姐夫，哎呦，女婿啊，你来就来呗，怎么还买了这么多东西过来？娘，都是些吃的。女婿，外面雪大，咱们都快别在外面站着了，快进屋去。徐行却在这时把目光落到了刚才走过来的男人身上。女婿啊，这位是青青的2弟，昨天才回来的，还没见过吧？燕儿，过来，这就是你大姐夫，快过来见过你大姐夫。
顾燕却只是站在原地，既没有说话，也没有要打招呼的意思。燕儿，怎么回事？还不快过来见过你大姐夫？徐行当然是看出来，跟前的这位舅哥似乎是对自己并不大满意。娘，都是一家人，倒也不必见外。谁和你是一家人？我没有答应，你就不算是我大姐夫。燕儿，你胡说什么呢？没规矩，还不快点向你姐夫赔个不是？哼，哎呦，女婿啊，你千万别和青青他弟弟一般计较。这孩子说话一向是没规矩的，是娘没教好他，一会儿娘好好教训教训他。今天白天沈氏以为顾燕已经打消了将他大姐从徐家接回来的念头，没想到他儿子竟然还有这个想法。娘，放心吧，青青的弟弟就是我徐行的弟弟，作为兄长，自是不会同自己兄弟计较。燕儿，你看看你大姐夫多好，你再看看你，还不快点过来，跟你大姐夫好好的赔个不是？姓徐的，当初我大姐嫁到你们徐家给你冲喜，这事不是我大姐愿意的，那是楚家人心肠歹毒，以家人的名义将我大姐卖到了你们徐家。虽然我娘说你们徐家的人对他们有恨，但是一码归一码，你们徐家对我们顾家的恩情，我顾燕记下了。只是我大姐，我现在必须要将她从你们徐家给接回来。这20两银子足够当初你们给我们顾家的聘银了。你现在就拿着这银子走吧，往后也不要再来找我大姐了。徐行面无表情地看着顾燕递给他的银子，并没有要去接的意思。燕儿，闭嘴！你这个孩子真的是越说越不像话，你一个当弟弟的怎么能和你大姐夫这么说话？我要你和我大姐和离。顾燕这话一说完，顿时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特别是沈氏。同我大姐和离，这银子你也拿走。只要我徐行不答应，这世上还没有任何人能让我和离的。哼，好狂妄的语气。虽然你是青青的兄弟，但是我和青青夫妻二人的事，恐怕还轮不到你一个做兄弟的来插手吧。你！顾燕被气得不轻，扬起拳头就要去揍徐行，却被徐行一把捏住手腕。被徐行捏住手腕后，他竟一时不能将手抽回去。记住了，我是不会和你大姐和离的。现在我是你姐夫，将来也是，以后你的姐夫也只会是我，小舅子。女婿，燕儿，行了行了，你们两个人别再打了。大姐夫，二哥，别打了。顾青青没想到徐行和他二弟竟然会打起来。行了，相公、二弟，你们都不许打了。顾青青一声吼完，果然见徐行和顾燕二人停了下来，只是很快两个人又再次打了起来。哎呀，青青啊，你说这可怎么办？你看看有什么办法能让女婿和你二弟停下来呀？顾青青看向雪地中打在一起的二人，虽然这两个人打了好一会儿，但是两个人好像都势均力敌，谁都不落下风，而且隐隐好像徐行还要占点优势，这倒让顾青青有点意外。就在这时，徐行突然一招制胜。你耍阴招，这叫技不如人。你行了，都不许给我打了。燕儿，你要是再胡闹，娘就要生气了。几人回到屋中。大姐，你快来看，大姐夫买了好多好吃的。大姐夫，你怎么买了这么多好吃的过来？徐行没有回答，目光却是看向了身旁的小媳妇儿。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点吃的吗？谁稀罕了？这点心可真好吃。二哥，你也快来吃呀。顾燕头都不回，转向了另一边。二哥，吃。他一点也不想吃这个东西。七七，过来，你二哥不吃就算了，最好是饿着他。二弟，这个烤鸡可香了，你真的不吃吗？顾燕看着他二姐拿到他跟前的鸡腿，虽然还没尝到，但是就只闻着这味道，顾燕也知道这鸡腿味道肯定不错。二弟，你要是不吃，那我就吃了。谁说我不吃了？我偏要吃。说着，顾燕还去瞪了徐行一眼，砍鸡腿的动作也格外用力，好像他此刻啃的不是鸡腿，
而是徐行一样。大家相互望了一眼，都在这时笑了出来。徐行来了，晚上沈氏又多做了2个菜，摆了满满的一桌子菜。女婿，青青今天晚上不回去了，不如你也在这住一晚上吧。娘，我们这屋子可不够住，除了有大姐住的地方，可没别人住的地方。哎呦，女婿啊，别听你弟弟胡说，家里有你住的地方。娘，这话我可没有胡说，家里就4间屋子，现在倒是还空了1间没有人住，但是空出来那间屋子里面全是空的，连个床都没有。就算是我们想留某人住下来，那不是也没他住的地方吗？啊，这……娘，要不这样，今儿晚上我搬去和你住一个屋，我把我住的屋子腾出来给大姐和大姐夫住，这样不就成了？不妥，这事我不同意。娘看行，今天晚上不如就让你大姐夫和你大姐一起住你三妹宁秀的屋子，宁秀来我屋和七七一起跟我睡。娘，这事可不成，你忘了宁秀现在还没成亲了，宁秀一个没有成亲的姑娘家，大姐住宁秀的屋子，和宁秀同住倒是没有问题，但是你让一个男人去住宁秀的屋子，这事要是传出去了呢，你让外人怎么想？宁秀的名声还要不要了？今后你还想不想要宁秀嫁人了？这……听说你是位读书人，我一个粗人都知道男女有别，需要避嫌，想来你也知道这个道理，是吧？娘，二弟说的对，三妹一个姑娘家，我这个做姐夫的和青青一起去住她的屋子，确实是不大妥当。娘，今晚上不如我就和二弟住一屋吧。啊，行，这个主意好。样儿啊，今天晚上你大姐夫就和你住一个屋子，还有你大姐夫和你住一屋，你可要老实点，可不许再对你大姐夫无礼了。顾燕再次默了默。娘，我也觉得相公今儿晚上和二弟住一个屋好，就让相公和二弟一起住吧。怕自己儿子顾燕又找徐行那个女婿的麻烦。样儿啊，你今天晚上和你大姐夫住，可不许再犯浑了。你大姐夫他今天宽宏大量，才没有和你计较。你大姐能嫁到徐家，嫁给你大姐夫，那是他的福气，你可别再不知轻重了。嘿，娘，行了，就你那个女婿，他不欺负我就不错了，我还能对他做什么呀？院里吃完晚饭之后，徐行终于有时间和小媳妇儿单独的相处一会儿。青青，可还有哪儿不舒服？没有。青青，我今天给你买的药。药？什么药？徐行这次却没回答，而是干咳了一声。这人竟还去药铺买药去了。青青，我今天去药铺问了，药铺的大夫给了我药膏，他说这个药膏抹在身上很快就……徐行口中的话还没说完，顾青青突然见不远处走出来的顾燕。大姐，药？什么药？没什么，就是你大姐夫他每天都要吃药，今天跟我一起回了顾家，倒是忘了把吃的药也一起带过来了。大姐，既然他的药忘了带来了，依我看，他不如现在回去，也还来得及吃药。多谢二弟的关心，只不过我这药一天不吃啊，也是不要紧的。看来他这位弟弟对徐行的成见是真的很深呐。顾青青决定明天单独和他二弟聊几句。徐行去了顾燕屋里休息，原本和徐行很不对付的顾燕，竟然在和徐行住了一晚上之后，第二天就对徐行一口一个大姐夫的叫着，很是顺口啊。顾青青这下不由得有点懵了，那个徐行昨天晚上到底对他弟弟做了什么呀？竟然让他弟弟一下就如此听他的话了。徐行只说没什么，别的也不肯再多说了。而另一边，顾燕的嘴巴严实的紧，同样的，顾青青在顾燕嘴里也是一个字都没问出来。徐行今天还要回镇上去做事。相公，我打算在娘家住上几天再回去。顾青青这话说完之后，徐行倒是没有不答应，只不过徐行的声音好像是从齿缝中磨出来的。顾青青顿时觉得心虚了，没敢再去看徐行。终于等徐行回去后，顾青青这才偷偷松了口气。天冷，
沈氏又叫来顾宁秀和顾青青去烤火。楚七七坐在火堆旁边，小脸也被火光烤得红彤彤的。娘，二哥呢？他去哪儿了？你二哥说要去给咱们家买几亩地呢，这不，他去村里打听去了。顾青青眼底闪过一丝诧异，随即又觉得他二弟给他娘和2个妹妹买上几亩地来种，倒也是不错的。娘，二哥怎么突然想到去买地了？这事儿啊，是娘跟你二哥提的。哦，对了，昨天晚上你二哥还把他攒的银子都拿给娘，让娘管着。昨天顾燕给沈氏的银子，其中有20两银子则是要给顾青青的。顾燕让沈氏帮他把那20两代为转交给顾青青。娘，你这是什么意思？青青啊，这20两银子是你二弟让娘转交给你的。你二弟说了，原本这20两就是要让你拿给徐家的，现在你二弟不是接受女婿了吗？虽然燕儿现在不会再提让你和女婿和离的话，但你二弟说了，这20两银子还是要给你，就算是给你压箱底的钱。这银子您还是自己收着，我现在手上不缺银子。他如今除了有徐行每个月给他的月钱，还有他自己赚的红利钱，他自然是不会要二弟的这个银子。顾燕上午出去一趟，中午回来的时候就拿了地契回来。顾燕一共拿了3张地契。顾燕买的那几亩地距离他们现在住的地方也不远。顾青青他爹以前没死的时候，不仅对他们的几个孩子都极好，更是还会教顾青青和顾宁秀姐妹2人写字。村里女孩多数是会些针织女工啥的，却很少女孩会读书写字的。顾燕今天在外面买了地回来，竟然突然提出来要给楚七七请夫子，教她读书识字。燕儿，七七一个姑娘家，你给她请夫子上课做什么？她又不能考科举走仕途。再说了，乡下也没见谁请夫子来教自家女儿读书识字的呀。娘，七七虽然是姑娘家，不用考科举走仕途，可读点书认得几个字总是好的，也不至于将来做个睁眼的瞎子。大姐和3妹当初小的时候，爹也教了他们读书认字的。这，七七，你想学读书认字吗？青青啊，你觉得呢？我觉得二弟这个意见很不错，让七七读点书也是挺好的。顾宁秀也点头。沈氏见大家都同意顾燕给楚七七请夫子教她读书，这下也没有再拦着了。顾燕这次回来攒下的银子不少，她还想去镇上买个铺面。二弟，你买下铺面是打算做什么生意？做生意的事我倒是没有想好，可能再过一段时间我还要再回边关去。什么？燕儿，你竟然还要去那个边关？你既然都回来了，为何还要再回去？二哥，你不要走好不好？哈哈，放心吧，二哥现在暂时还不会走。燕儿，你能不能别去了？娘，我现在是在莫将军手下做事，这次回去也是去追随莫将军的。燕儿，娘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你要是再去边关有个什么3长2短，你这次去要真把命都丢在那儿，你让娘可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爹？顾宁秀也没有说话，她也怕自己的二哥去了边关会出意外。顾青青却看着顾燕没说话。她这次从她见到她这位二弟开始，虽然就1天的时间，顾青青看出来他这位二弟是个有主意的人。娘，3妹，你们都别担心，我这一次去边关放心吧，是不会有危险的。我跟着莫将军做事，这2年莫将军见我表现不错，还给了我一个官职呢。我这次回来，一来是看看你们，二来也是休沐的，等我再次回到边关就可以上任了。二哥，你说的是真的吗？你当真在边关有了官职？他这位二弟一看就是个有本事的，又在边关历练了几年，得到上头人的赏识也不奇怪呀。现在我在边关的官职位居7品，再回边关
我也不用再去冲锋陷阵，主要是跟在莫将军麾下，听从他的指挥和吩咐。娘啊，如今你好不容易才从边关回来，娘都几年没见你了。边关那么远的地方，你要是再去到那边，娘要是想见你怎么办？哈哈，娘，你们想要见我也很简单，莫将军答应了我，允许我每年回来一次。每年过年的时候，我都会回来陪你们小住1个月的。总的来说，顾燕这次去边关是做官的，这是好事。虽然沈氏和顾宁秀母女几个人都舍不得顾燕离开去那么远的地方，可到底她这次去不用再去战场上厮杀，这也让沈氏和顾宁秀母女几个人放心了些。话又说到买铺子的身上。娘，大姐，虽然我暂时没想好要做什么生意，不过现在既然我们手头上的银子足够用，还有充裕的，那就去镇上买下一间铺子放在那儿，今后等我回来的时候，指不定哪天我就想开个铺子做个生意什么的。也好，买下一个铺面放在那儿，今后娘要是托人给你说媳妇儿，有个铺子在，也好听一些。哎，娘，你说这个做什么呀？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你大姐都成亲了，那娘还不得费心你的亲事？我不着急，娘，你还是先给三妹找一个好婆家吧。娘，你看二哥他就知道欺负我，你快帮我说说他。沈氏笑了笑，顾燕见自己三妹的脸都被自己打去的脱红了，倒也没有再逗她。顾青青在顾家住了2天，徐行也就跟过来住了2天。只是前一天顾青青还和自己三妹一起睡，第2天那个徐行来的时候，可恶的竟然带了一车东西来，车上的东西都是他在镇上买的。顾家那间空出来的屋子就被徐行放了床和被子，所以这天晚上徐行如愿以偿地和小媳妇儿住了一个屋。顾青青在娘家住了3天，徐行也陪着小媳妇儿一起在娘家住了3天。第4天的时候，顾青青终于没住了，总不能在顾家一直住下去吧。这几天徐行都没有碰过她。顾青青说要回去，顾宁秀和楚七七舍不得他们大姐。也好，如今你都成亲了，要是一直在娘家住着，肯定会被你婆家人说闲话的。今天回去，下次得了空你再和女婿一起来，娘给你做你爱吃的圆子汤。虽然顾宁秀和楚七七姐妹2人舍不得让自己大姐回去，也知道大姐如今成了亲嫁了人了，肯定是要回去住的，所以姐妹2人还是没有多留她。从顾家回去，顾青青就听说了一件事儿，那就是家里的4弟徐全贵已经在她去娘家住的这几天搬去了镇上住。不仅如此，徐全贵还把他2个孩子都带走了，说是已经找了下人来给他看孩子，就不需要梁氏再帮他看孩子了。张氏本来见顾青青他们建了7、8间屋子的大砖瓦房就觉得羡慕，但没想到现在老4竟然还在外面买了大宅子，现在家里就只剩下他男人徐长福一个人没本事了。张氏心里不是个滋味，又酸的不行，连带着看徐长福也不顺眼起来。这几天张氏成天对自己男人徐长福发火，连带着他2个女儿香儿和云儿，这2天都被张氏给吓得不轻。相对于张氏，顾青青听见徐全贵去镇上买了宅子的事儿，她却并不关心他。那个徐全贵买不买宅子都和顾青青没关系，顾青青也不在意这事儿。倒是徐行今天从镇上回来，一坐下就从怀里搜了一张纸出来递给他。青青，你看这是什么？相公，这是什么？说话间，顾青青也把徐行给他的纸条打开了。青青，这是我在镇上帮你找到的几家位置不错的铺面，上面我都写好了铺面的地址和位置。这几家药铺我都觉得还不错，你可以明天亲自去看一下，挑选一个你喜欢的买下来。行，那我明天早上起来就去镇上依次看一下。青青，这几家铺面，前面2间铺面的地方大，里面很是宽敞，后面还有院子和住的地方，后面的3个呢则要小一些，不过位置都还不错。好，我知道了，我明天就去看看去。现在他手上的银子足够了，只要把铺面买下来，
顾青青就可以开始琢磨开药铺的事儿。等开了药铺，她就可以去镇上做生意。不由得，顾青青也有点期待起来。爹说我们的房子再有2-3天就能修好了。这么快的吗？诧异过后，说到房子的事儿，顾青青就想到徐权贵在镇上买了宅子这个事儿。见徐行面上表情并没有任何诧异，相公，这事儿你也听说了？徐行虽然前几天跟小媳妇儿一起住在顾家，但中间也有回过徐家的，所以对徐权贵去镇上买了大宅子这事儿，徐行也是听说了的。你说四弟到底是做了什么，让他能在短短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赚了这么多银子？除了在镇上买大宅子，徐权贵现在还请了下人和仆妇。莫名的顾青青就觉得徐权贵的事儿肯定有蹊跷。徐权贵的事儿不仅顾青青看出来有问题，徐行也早就觉得怀疑。徐行帮他列出了5个铺面，顾青青第2天起来之后都一一去看了一遍。其中一个铺子，顾青青看得更为满意。这间铺子旁边就是镇上最大的酒楼醉香楼，背后则是这镇上最大的书院麓山书院。顾青青今天一上午看了好几间铺子，这会儿也饿了，见前面书院门口卖的馄饨热气腾腾的，顾青青打算去吃上一碗。吃完馄饨付钱的时候，意外的顾青青竟然从前面的醉香楼看见了一个眼熟的背影。那不是宋府的四夫人吗？这四夫人在这边镇上住着迟迟不走，难不成还是因为二哥的事情？顾青青正暗忖着，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叫她，下意识回头，意外的没想到竟然看见秦无言了。怎么看见在下你很吃惊？对了，上次听药铺的伙计说秦公子好像有事要找我。本公子这儿有一笔赚钱的买卖，不知现在应该叫做徐夫人才对，不知徐夫人你可有兴致？不知是什么买卖？秦无言嘴角勾起一个弧度，却没回答。有什么话不能在这儿说吗？我们去保和堂，我再和你详谈。徐夫人，这可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要不要上车就看你了。说完，秦无言就先转身上了马车。既然那个秦无言有生意要和他谈，说不定他还能在那个秦无言手上赚上一笔。送上门的银子，他可没有理由去拒绝。马车在保和堂外停了下来，二人一道去了保和堂的书房。不知秦公子有什么生意要和我谈？徐夫人，我大哥需要一种药，要是徐夫人你能把我需要的药做出来，那么在下不仅可以给你3成利润，更是还会额外给你黄金100两。顾青青愣了一下，他没想到这个秦无言要和他做生意，竟然还真是一笔不小的生意。只是让顾青青不解的是，这个秦无言到底要和他做什么生意，竟然开口如此大方。怎么样，这笔生意不知道徐夫人你可有兴致？既然是有银子赚，那我当然不会拒绝，只是不知秦公子需要的药到底是什么药？徐夫人，这次需要你配药的人并不是本公子，而是我的大哥。他的药铺生意遍及天下，这个事你也知道。但是你不知道，我大哥除了药铺开的天下都是之外，他的药铺还负责边关将士们的伤药。难不成这个秦无言需要我配的药是和边关的那些官兵们有关？战场上刀剑无眼，将士们受伤更是常有之事。我大哥说，莫将军这些年一直想找人研制一种可以迅速止疼的药，以便于在有人中了刀剑之伤后，可以在拔剑的时候减轻他们的痛苦。秦无言说完后，发现顾青青站在那儿若有所思，还以为顾青青没有法子能配制出这种药膏，毕竟他大哥这几年一直在找人想法子，都没能制作出来，那就更不要说是顾青青了。徐夫人，要是这种药你做不出来也无妨，谁说我做不出来了？你当真会做？巧了，别的可能我还没把握，但是嘛，你说的这个我倒是恰好知道一个法子。
顾青青一脸笃定，秦无言却还仍然处在吃惊之中。你要的这个药，我一会儿回去就可以配置一份给你，你可以先拿去试用一番，等你试用之后觉得效果不错，我们再签订合约也不迟。你当真会做？我要是不会做，我也不敢在你面前说大话，毕竟这个药做好了，你也会先看效果，又不是我随便说了就算的。哈哈哈，好，只要你能调配出来我说的那种药，那么本公子就按照我刚刚所说的做，给你黄金100两，再外加给你30%的利润。行，成交。那个秦无言以为他说的那个药很难，可在顾青青这儿却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儿。秦无言说的药说白了那就是麻药嘛，麻药这东西对他这个曾经的现代医学鬼才来说，这简直就是跟吃饭一样的简单，一会儿他回去就可以配置。为了表示诚意，秦无言在顾青青离开的时候给了顾青青1两金子的定金，这还是他来这个地方这么久以来第一次看见这种东西。害怕招了贼，顾青青出了药铺之后，小心地将秦无言给他的那锭金子给收起来。他没发现站在2楼的秦无言正盯着他离开的背影看着。看来现在这位顾青青应该已经是上次他见过的那个男人的女人了。只不过让秦无言觉得有意思的是，那姓徐的和顾青青成亲这么久，竟然才碰了他。秦无言盯着楼下已经渐渐走远的顾青青打量，会做生意又能赚钱，漂亮的女人他秦无言见得多了，可漂亮还有灵气又有趣的女人却并不多见。还别说，要不是顾青青已经成亲，他秦无言倒是不介意真的让他给他做个第81房小妾。本来顾青青之前是打算直接回去，现在他还要去基安堂去买2味药材才行。配制麻药的药材，顾青青在保和堂已经顺便买了，但保和堂那边缺了2味他需要的药材，他只能去别的药铺。这镇上最大的药铺是基安堂，顾青青决定去基安堂问问，没想到却意外地看见基安堂药铺的附近，他二哥正在和那个宋府的四夫人在桥上谈话。顾青青惊了一下，远远的他看见那位四夫人突然就扑到了徐安怀里，远远的只见他二哥徐安立即把四夫人推开，二哥徐安很快就往后退了几步，很明显是在和四夫人保持距离。徐安好像不知道对四夫人说了句什么，说完之后没有再管那个四夫人，直接转身就走。这次四夫人更是大胆，从后面直接抱住了徐安。徐安，你别走，别走，你知道我喜欢你，我也知道你是喜欢我的，我大老远的从宁城过来就是为了见你一面。上次你忙，你我2人见面连话都没有说上几句，我等了这么久，今天你才好不容易答应出来见我。徐安，你不要走好不好？徐安，不要离开我。夫人，你自重。徐安，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徐安没说话。徐安，你是不是因为我的身份，因为我是宋府的四夫人，所以你才不敢要我，一再的推开我？徐安，虽然我是宋府的四夫人，但是你在宋府那么多年，你比我还清楚，我那个男人他就是一个傻子，他脑子有问题，除了知道吃，别的什么都不懂。只要你肯跟我在一起，那个傻子他是绝对不会发现我们的事的。到时候我再给你生2个儿子，我们的儿子名正言顺就是宋府的小公子，将来也是要继承那个宋府的家产和家业的。那宋府偌大的家业，到时候不仅有我的一份，还有咱们儿子一份。徐安，要不今晚上你就别回去了，我在醉香楼住，你可以来醉香楼找我，我们今晚不如就……够了，四夫人，你听好了，我徐安一直都当夫人你是主子，也从来没有对夫人你有过半分的非分之想，还请夫人你也自重。不是真的，你怎么会不喜欢我？你怎么会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徐安，你忘了吗？那年我病了，还是你每天给我炖汤煮药，是你对我嘘寒问暖，是你告诉我也有人心疼，让我好好保重身子，才让我好了起来。你要是不喜欢我，你怎么会对我如此照顾？怎么会对我说那些话？夫人，我是宋府的下人，你是主子，做下人的伺候主子那也是本分，所以我给夫人你炖药，询问夫人你的病情，也不过是徐安的本分而已。可是你对我说的那些话，四夫人，徐安说有人心疼你，说的是夫人你的爹娘和兄弟姐妹，还有夫人你的相公。要是徐安当初的那话有什么不妥，或者是让四夫人你误会的地方，那么我在这里先给夫人你赔罪了。还有，四夫人你现在是宋府的夫人，还望夫人你可以知道自己的身份，往后四夫人你也不要再来找我了。冷冷地说完之后，转身就走了。徐安是他卢玉娥看上的男人，那就必须要是他的。当初嫁给那个傻子就不是他愿意的事儿，如今他看上徐安了，他一定要让徐安做他卢玉娥的男人。顾青青从镇上回去之后，依旧还在想着今天在镇上看见的事儿。那位宋夫人好歹也是宋府的儿媳妇儿，为了他二哥徐安，那位四夫人她如此胆大，竟然追到这小镇上，就不怕这事儿被宋府的人发现。今天他在镇上已经把配制麻药的草药给买齐了，当下也没有再耽搁调配麻药，忙到天黑，顾青青也差不多把麻沸散给制作出来了。明天一早他就再去镇上一趟，把这个麻沸散交给那个秦无言，让秦无言去找人试试。累了一个下午了，顾青青伸了伸懒腰，脖子也有点酸。徐晴回来之后，意外的竟然还给了他一个小盒子。这是什么？打开看看。你给我买的？喜欢吗？顾青青点点头。青青，怎么样？今天你可去镇上看过了，那5间铺子你可有挑中的？你帮我看的那几间铺面我去看过了，都还不错。不过我看中了最大的那间铺子，就是那个书院旁边的那一间。对了，相公，你不是以前就在那个麓山书院读书吗？徐晴嗯了一声。我想去把那间铺面买下来，你觉得如何？青青，这事儿你决定就好了。那个铺子我已经问过价钱了，主家开价是300两银子，我估计了一下，大概260两左右就可以买下来。那我明天就去买。这样吧，明天还是我去谈。也行。对了，相公，二哥今天可回来了。你问二哥做什么？顾青青也没隐瞒，如实就把今天在镇上看见的事儿跟徐行说了。想不到那位四夫人竟还打着二哥的主意。我今天亲眼所见，那四夫人去抱二哥，也不知那四夫人对二哥说了什么。当时我隔得远，并不能听见二人的对话，但是我却看得真切。二哥对那四夫人丝毫没有意思。那四夫人好几次去抱二哥，都被他给推开了。后来二哥就有些生气的离开了，我怕被那个四夫人发现，也没有追上去。二哥今天并没有回来。没回来？为什么？难不成二哥又在鸿运楼住下了？上次镇上灯会的时候，鸿运楼生意好，酒楼的厨房忙不开，二哥就是住在酒楼没有回来。二哥可能以后都要住在镇上，1个月估计也就会回来住上2、3天的样子。以后都要住在镇上？二哥在鸿运楼的差事做得不错，本来呀，二哥只是鸿运楼厨房的小管事，听说老管事有事回去了，估计年前都不会回来。原本该那位老管事做的事儿啊，这一下全都落到二哥身上，厨房的事儿也都给二哥管，这忙的事情多了，二哥脱不开身嘛，掌柜的也就安排二哥在鸿运楼住下了。原来是这样。相公，那这样吧，二哥和那位四夫人的事情，要不你得了空去问问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青青，我看这事儿啊，我们倒是不必去问了。二哥做事一向是稳妥有分寸，那四夫人的事儿，二哥定能自己妥善解决。顾青青想了想，觉得徐行说的有道理，这事儿毕竟是二哥的私事，要是二哥没有提的话，
那他也不好再去多问什么。青青，我们该休息了。不是还早吗？只是回答他的却是男人接下来的动作。顾青青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也不知道徐行是什么时候放过他的。第二天，顾青青很是自然又起晚了。中午起来，看见徐小山也在家，梁氏说徐小山他们学堂已经不上课了，要等来年开春才会再去学堂上课。今天顾青青要去镇上，把他做好的麻沸散给秦无言送过去。顾青青到了保和堂的时候，秦无言已经在等着他了。你抱个罐子做什么？你不是要我帮你配制药吗？这罐子里面的麻沸散就是你需要的。这里面就是我大哥需要的那种药？不错，这里面确实是我按照你们的要求配制出来的药，你们可以拿去看一下。秦无言给了身边的小厮一个眼神，小厮明白，当即走到顾青青跟前。顾青青把手中那罐麻沸散给了秦无言身边的小厮，小厮将药拿给了秦无言。秦公子，用法我已经写在纸上了，你可以按照纸上的用法拿去找人试用，等你用完之后确定了效果，我们再来谈生意和合作，你看如何？行，就按照徐夫人你说的办吧。送了药后，顾青青就从保和堂离开了。天冷，雪又大，早上的时候空中的雪倒是停了，这会儿却又下得纷纷扬扬，这路上基本就已经没有过路的人了。顾青青打算回去，只是顾青青还没有离开这镇上，突然就来了一辆马车停在她身前。惊魂未定的她还没站稳，就突然被人拽上马车。秦公子，怎么是你？徐夫人，实在是抱歉，但是秦某现在有急事找你，此事不能耽搁，所以只有得罪了。急事？不知秦公子到底有什么急事？就算是有急事，问都没问过他，就直接将他给抓到这辆马车上来。说起马车，顾青青这才发现秦无言这次坐的马车和他前几次坐的车都不一样。顾青青问秦无言找他到底有什么急事儿，秦无言没跟他细说，只是说等下他到了就知道。终于马车停下来，下车的时候顾青青才发现，这个秦无言不是带他去药铺，而是带着他去了他在这镇上的一处不大的宅子。秦无言急急忙忙地带着顾青青往宅子里走，到了之后顾青青才发现，原来秦无言竟然是要他跟着过来救人的。秦无言推开屋子的门，远远的顾青青就看见那屋子里头躺着一个受伤的男人。当他走近后，躺在床上的男人居然是上一次他见过一次的凤北离。徐夫人，我大哥遭人暗算，现在他身受重伤，我府上的大夫对我大哥身上的伤都束手无策，没有法子了，在下只得请徐夫人你来一趟。秦无言说话间，顾青青已经上前简单的帮那个凤北离检查了一下伤势。虽然凤北离身上的伤不轻，那支箭也射得深，但好在射箭的位置偏了那么一点儿。我给你的麻沸散带过来没有？就在马车上。让人拿过来，我这就帮你大哥把劲拔出来。很快，秦无言的人就把顾青青昨天才做好的麻沸散送了过来。麻沸散给我。顾青青将麻沸散尽可能多地撒到凤北离的伤口处，顾青青这才用手碰了碰凤北离身上的那支箭。你是谁？顾青青吓得愣了一下，也忘了说话。只是男人问完之后，还不等顾青青回答，又再次晕了过去。大哥，大哥，大哥，醒醒啊！大哥，大哥！行了，别叫了，我现在就给他拔剑。拔剑？你能行吗？要不，拔剑的事还是由我来吧。你又不是大夫，他身上这剑位置要是稍微偏一点点，就能伤及性命。他的剑只能我来拔。徐夫人，有劳了。顾青青没说话，再次将手碰到了凤北离身上的剑之后，反复确定了几次，顾青青握住了剑枝，用力一拔，动作麻利又熟练地帮凤北离处理完伤口。凤北离的命算是保住了。顾青青把写好的药方交给了秦无言。你现在叫人去抓药，煎好后给他服下。还有，他身上的伤口不少，有几处伤口还较深，
有伤口的地方也要注意给他换药，一天换2次。秦无言大略地将顾青青给他的药方扫了一眼之后，随手交给身边的小厮。现在你大哥暂时没什么事了，你只要好好照看着就行，没别的事，我就先回去了。秦无言伸手拦住了顾青青。怎么，还有事？徐夫人，我大哥现在还没有醒来，我不放心。所以呢？徐夫人，为了稳妥起见，你还是等我大哥醒了再走吧。秦公子，你大哥受伤不轻，身子还很虚弱，要是我算得不错的话，他醒来最快也得明天早上，说是迟一点，指不定就要明天下午。秦无言微怔了一下，刚才我已经帮他查看过了，你就放心吧，不会有事。我回去之后只需安排人看着他就行了。要是你大哥明天早上没有醒过来，可以再安排人去徐家找我。当然，要是他明天早上醒过来了，就只需按照我留下的药方给他抓药吃就行了。你要是还不放心，现在可以去叫几个大夫过来帮你大哥把脉试试，看看他是不是脉息平稳。秦无言听了顾青青这话，倒是没有再去找大夫，而是亲自帮他大哥把了脉。果然，秦无言发现顾青青的话说得不错。听说外面的雪下得又大了些，秦无言还好心地安排了马车送顾青青回去。顾青青下了马车，张氏走过来。哎呦，弟妹啊，你回来啦！顾青青看了那张氏一眼，不是献殷勤，肯定没什么好事啊。弟妹啊，听爹说你和三弟的新房就快要建好了。弟妹，你和三弟可真是有本事，这才分家多久啊，你们就新建了那么大的房子。我可听爹他老人家说了，10来间的屋子，那全是大砖瓦房，可是咱村里修的最好的新房了。不用说，顾青青也知道那张氏肯定肚里头又憋着坏水呢。弟妹啊，你和三弟呢就2个人，修那么多间屋子，你们也住不完呢。要是白白空着，倒可惜了。不如我们大家都跟着一起搬过去住，你看怎么样？反正我们都是一家人嘛，你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嘛。我们过去帮你和三弟住2间，一来呢不至于浪费，二来嘛大家一起住着还热闹些。弟妹，你说大嫂说这话有道理吧？真是见过脸皮厚的，没见过脸皮厚成张氏这样的。当初商量着和徐行一起搬出去另外建房子，不就是为了离这个张氏和刘氏2个人远一点？他可不想天天和这2个极品住在一个屋檐下。顾青青不说话，张氏还以为有戏。弟妹，你是不是也觉得大嫂的主意不错？既然弟妹你都觉得不错了，不如大嫂和你大哥过2天就搬进去。刚巧大嫂如今不是怀了身子吗？你说你这个未出世的小侄子倒是个有福气的，还没生下来呢，就能住到你和三弟的新房子里去。大嫂，这家都分了，没道理你和大哥也要搬去我们新修的房子里住吧？再说了，当初可是大嫂你说的分家，既然我们都已经分了家了，还是各住各的好。弟妹，看你说的，这是分家了，难道分了家就不是一家人了？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更何况咱们可都是徐家的人，自家亲兄弟，那可不什么时候都是亲的。大嫂，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更何况我和我相公修的房子，好像和大嫂你们也没啥关系吧？哎，怎么没关系？那么大的房子，你和三弟2个人又住不完。既然你们住不完，凭啥不让我和你大哥他们一起住啊？大嫂，房子是我的，我和相公能不能住完，都和你没有关系。这事儿就不劳大嫂你来替我们费心了。说完，没有再去看张氏一眼，顾青青绕过他直接走了，留下张氏在原地气得脸都黑了。他就不信了，顾青青不让他去住，他偏要去。回屋之后，顾青青大致的算了一下，要给工人的工钱大概有多少，先把这部分钱单独准备好，
等到他们的房子建完，就把工钱发给工人们。除了给工人们的工钱，顾青青还打算额外多算几两银子给他公爹。算好这些，天已经黑了。晚上徐行回来，顾青青惦记着铺面上的事儿，当即跑到徐行跟前，笑着问道：相公，怎么样？可把那铺面买下来了？你受伤了？徐行不说，顾青青还没注意到，他袖口上有好几处已经干枯的血迹。别担心，我没事儿，这血迹不是我的。只是，既然小媳妇没受伤，那她衣服上的血迹又是怎么回事？今天去帮人治病疗伤，那人伤得不轻，流了不少血，衣服上的血应该是帮他治伤的时候不小心蹭上去的。帮人治伤？你不是最近都没有在村里帮别人看病了吗？徐行问，顾青青也没隐瞒，如实就把今天的事儿给徐行说了。这么说，你今天又看见那个秦无言了？你就放心吧，那个秦无言家里可是有9981房小妾的人，我和他也就是生意往来，互赚银子罢了。哎，对了，还别说，那个秦无言的大哥身上的伤可真不轻，也不知道是谁要取他性命。那凤北离身上的伤可全都是奔着要他性命去的，可真是招招致命。要不是那凤北离命大，他是真没命了。相公，那凤北离不是当朝王爷吗？你说到底谁这么大的胆子，竟然去暗杀一个王爷？顾青青思忖着，一脸疑惑。徐行却换了一个话题：青青，你不是问我铺子的事吗？哦，对了，相公，那铺子可买下来了。你看这个，246两。相公，你怎么谈的？怎么便宜了这么多银子？铺面买好，顾青青接下来打算准备着手去忙开药铺的事儿。由于顾青青买下的铺子本来以前就是个药铺，所以也不需要怎么收拾，只需要打扫打扫就能用。剩下的就是药材的问题，去哪儿进货，这倒是需要去打听打听。青青，这事我已经帮你打听过了，进货可以去宁老爷那里去进货。宁老爷？你可还记得曾经来过我们家的县令老爷？当然还记得。那位宁老爷是县令老爷的亲叔父，我已经同县令老爷去见过那位宁老爷了。我看了看他那儿的货呀，不仅新鲜，看在县令老爷的面子上，宁老爷还答应给我们送货，会比别人便宜1成的价钱。真的吗？我已经同宁老爷说好了，只要跟他说一声，他就会安排手下的人把货送过来。那我明天就找人帮忙把买的铺面打扫出来，先把铺面打扫干净，再说进货的事。听说顾青青和徐行夫妻2人在镇上买下铺面，梁氏和五弟徐明轩他们都很替顾青青高兴。徐明轩一脸好奇：三嫂，不知你和三哥2人买的铺子在哪儿？对啊，还不知道你们的铺面买在什么地方呢。既然你今天要去打扫，那娘和你五弟也一起帮你去打扫去。行啊，我没问题。徐小山也要去，于是顾青青就和梁氏他们一起带上徐小山一道去了镇上。啊，老三媳妇儿，你和老三买的这铺面就是这儿啊？就在这儿。三嫂，这铺面可真大。娘，五哥，你看那边好多读书的人。三哥以前就是在这儿读书。唉，当年要不是老三身上的病，他学业那么好，肯定能考中个进士呀。娘，县令老爷上次来的时候，不是说明年开了春又会有会试吗？我看三哥现在身子好像还行，去参加会试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不如就让三哥明年开了春就去参加会试去。可是三哥好像自从上次错过会试后，就再也没有看过书了。隔了这么久，他会不会生疏了？梁氏现在更担心的是徐行的身体。虽然徐行的身子现在暂时看着没多大问题，但是去京城那可是要长途跋涉的。哎呀娘，这有什么好担心的？三嫂不是给三哥配了药吗？我见三哥吃了三嫂给他配的药，就挺有用的。三哥要是去京城参加会试，就让三哥把药给带上，顺便再让三嫂把药方写给三哥。要是吃完了，就沿途去药铺抓来吃就成了。三嫂，你说我说的对吧？娘，五弟这话说的不错。虽然我现在暂时还不能帮相公将他身上的毒完全解了，
但是相公只需要每天吃我给他开的药，他身上的毒也不会复发。只是不知道老三的想法怎么样。今天要是回去之后，我问问老三，看老三怎么打算的。行。于是几个人开始分工合作，帮忙一起打扫铺面。他买下的这铺面大，再加上这个铺面闲置了一段时间，已经布满了灰尘，打扫起来并不容易。今天一天忙下来，顾青青和武帝他们只打扫了一部分。由于天冷，下的雪又大，所以顾青青和梁氏他们都是赶在天黑前就从镇上回去了。今天累了一天了，回去的时候坐牛车一路上又颠簸，顾青青更是觉得累，不由得顾青青想到了秦无言的马车了。马车坐着是真舒服，不仅快，而且坐在上面也一点都不颠簸。下雪的时候坐在车里还暖和，反正现在自己手里的银子还充足。顾青青琢磨着，要不自己也去买上一辆马车，这样她不管去镇上还是回来，要是有马车的话，那就方便多了。当下顾青青打算今天晚上等徐行回来，跟他商量一下买马车的事儿。白天的时候，梁氏他们都打算等徐行回来，询问一下他的意思，看他有没有想去京城参加会试的想法。晚上徐行从镇上回来，梁氏和徐明轩二人就一道走过来。三哥，今天我和娘一起去看了一下你和嫂子买下的铺面，那铺面不错，挺大的，位置也好。哦对了，你可能还不知道呢，我做事的镖局啊，距离你和嫂子买下的铺面也不远，就你们斜对面，大概300-500米的地方。虎弟，你做事的镖局也在我们铺面附近。嘿嘿，嫂子，今后你铺子开在哪儿？要是有人敢去找你们的麻烦，你就去镖局找我，我一定帮你揍他。哎，你嫂子是去那儿开铺子做正经生意的，谁敢去找她麻烦？倒是你呀，只要你不给娘找麻烦，娘就谢谢祖宗保佑了。顾青青偷笑。老三，今天娘见到你以前读书的书院了，就在你和青青两个人买的铺子对面。当初因为你身子的原因错过了会试，娘一直都觉得可惜啊。如今你身子也好些了，不知你可有想法再去京城参加会试去？对啊，三哥，你学业那么好，要是不去京城参加会试，岂不是可惜了？徐行没想到梁氏和徐明轩二人会突然提到让他去参加会试的事儿。老三啊，那骊山书院的严夫子一直对你都是很器重的，要不娘再去找严夫子说说，让他同意你再去书院上课。娘，五弟，红玉楼的差事我这个月做完就不去了。不去了？三哥，这么说你要去读书，参加明年的会试了？啊，五弟啊，不错，我确实是打算明年开春就去京城参加会试。哎呦，老三，你当真要去参加会试？徐行点头。哎，太好了，太好了，老三啊，既然你决定了，那娘改天就去书院找严夫子说说去，严夫子肯定会同意让你回书院读书上课的。啊，娘，我就不去书院去上课了。为什么？老三，你既然决定要去参加会试，那不去书院温习上课能行吗？对啊，娘说的不错啊，三哥你都决定了要去参加会试了，那为何不去书院看书温习呢？娘，五弟，家里有书，会试要考的内容我家里那些书上也都有，我在家自己看书就行。说着，徐行的目光也落到了小媳妇身上。再说家里有小媳妇儿，如今小媳妇儿要新开铺子，忙的东西肯定也多，他留在家里还能帮小媳妇儿忙一下开铺子的事儿。可是老三，娘还是觉得你去学堂温习看书更妥当些。娘，你放心吧，这事儿啊我有分寸。徐行都这么说了，梁氏和徐明轩二人对望了一眼，也都没有再说什么。于是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徐行还是在家里温习书本。今天顾青青在镇上打扫铺子，累了一天，动都不想动一下。啊，那个铺面太大了，
今天有五弟和娘他们帮忙，还忙了大半天，也就只打扫出来了一小半。那地方也太脏了，依我看，估计至少还得2、3天才能打扫干净。青青，这样吧，我明天去帮你找几个人来帮忙，把铺子打扫出来。好啊，相公，这事儿我也正琢磨着去找人呢。徐行说找人的事儿交给他去做。顾青青手上捏着玉佩，是上次徐行他娘梁氏给他的。自从梁氏把这块玉佩给了他之后，顾青青就一直带在身上。顾青青还从来没仔细看过这块玉佩，这会儿顾青青捏着这块玉佩研究着。这玉佩上好像有字，你看见过吗？听完小媳妇的话，虽然她平时面色还算平静，但那平静无波的表情下，却莫名的让顾青青觉得脊背发凉，有点吓人。顾青青捏着玉佩，偷偷打量着徐行的神色，也没敢再去问他。今天还要去镇上的铺面打扫，顾青青早上也是一早就起来。梁氏今天白天没事儿，现在梁氏不用再看着2个小孙子，也就带着徐小山一起到镇上继续帮顾青青打扫铺子。中午的时候，就见徐行带了几个粗使婆子和2个小厮一同回来。梁氏听说这些人都是徐行找过来帮他们打扫的。哎呀，老三，你找这么多人来做甚？反正娘是闲着的，有娘帮你们打扫，找这么多人来，那需要花不少银子的。娘放心吧，要不了几个铜板的，有他们帮忙打扫也能快点儿。人都找回来了，梁氏也就没有再说什么。倒是徐小山一直喊着手痒，顾青青一看，发现徐小山手上生了好几个冻疮。不仅徐小山，他的手也有些冻得有一点点破皮了。梁氏说这镇上的济安堂有冻疮膏卖，很是好用呢。顾青青便打算去济安堂买2盒去。这样吧，还是我去。那也行。徐行很快就回来，只是这次和徐行一道回来的，意外的竟然还有他的二弟顾燕。大姐，二弟，你怎么和相公一起过来了？青青，我在药铺的门口刚出来就看到了二弟，知道你在这儿，二弟就和我一起过来看你了。大姐，这就是你买下来的铺面？这铺子怎么样？还不错。最近顾燕也在这镇上挑选铺子，打算选一个买下来。看了几天了，顾燕一来到这儿就知道这个铺面是不错的，比他之前看的那些铺子都要好。梁氏招呼了顾燕几句之后，就拿了冻疮膏把徐小山叫过来给他抹药。这边徐行也拿了一个药膏过来，让顾青青把手拿出来。徐行帮顾青青抹好了冻疮膏，顾青青闻着手上传来的香味儿，再看着徐行放在一边用剩下的冻疮膏，意外的顾青青发现徐行在济安堂买回来的冻疮膏竟然和他曾经在现代的时候见到过的冻疮膏一模一样。顾青青不由得想到济安堂卖的牙膏，听那个秦无言说济安堂卖的牙膏和他做出来的一模一样，先是牙膏，后是冻疮膏，难不成？顾青青面色微变。怎么了？顾青青说没事儿。糊弄过去之后，顾青青却在心中暗忖，难不成那位陆夫人也和她一样是穿越过来的？要不然她解释不了为何那位陆夫人也和她一样会做现代才有的东西。可惜那位陆夫人现在已经是侯爷夫人了，她见不着。要有机会的话，顾青青倒是想见一下那位陆夫人。徐行还要去忙鸿运楼的事儿，徐行要走，顾青青跟着出去送他。外面还下着雪呢，徐行让顾青青别再送了，赶紧回屋去。顾燕却在这时突然抓住顾青青的胳膊。大姐，你受伤了。他受伤了？他什么时候受伤的？大姐，你脖子怎么了？怎么是红的？没有，我没事儿。都怪那个徐行。你敢打我大姐？你大姐她没事儿。顾燕不信，抡起拳头就要对着徐行的俊脸揍下去。二弟，我真没事儿。顾燕不相信徐行，却信他大姐的话。那他脖子上的伤是怎么来的？徐行却是一副看白痴的模样看着他。
看着他大姐和徐仁二人脸色的表情，这下顾燕不用说，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了。回去吧，外面雪大，我也要去红玉楼做事了。顾青青点了点头。徐行走后，留下站在原地的顾燕，她还有点懵呢。梁氏听见外面的动静走出来，老三媳妇儿，发生什么了？娘，没事儿，就是相公刚刚和我们说话呢。哦，老三呢？已经走了吗？啊，刚走，他还要去酒楼做事呢。梁氏看见顾燕还站在外边的雪地里，又招呼顾燕进屋来坐。顾燕倒是没有跟着进去，只是问了顾青青从镇上回去的时间，就走了。由于徐行找了婆子和小厮一起来帮着打扫，半天的时间就基本把楼下全部都打扫了出来。有了这些小厮，最多1-2天时间就可以将这个铺子给收拾出来。空中下着大雪，天气又冷，顾青青他们还是赶在天黑前赶回了徐家村。这次顾青青没有和梁氏他们一起再去集市口坐牛车，而是多花了些铜板，直接去找了一辆马车送他们回去。三嫂，这马车坐着可真舒服。哎呦，老三媳妇儿，还别说啊，这马车坐着就是比那牛车舒服。娘，你们要是喜欢坐这个马车，那咱们下次还坐这个马车回去。哎呦，可不能再破费了，这马车娘坐一次就行了，那村里头牛车坐着一样也能回来，还不贵。这马车坐着满是挺舒服的，可太贵了。几个人刚下马车，顾青青就意外地看见了顾燕。二弟，你怎么来了？大姐，我已经等你一会儿了。哎，青青，你二弟来了，怎么还不快请着你二弟去屋里头坐去？顾青青让顾燕进屋去坐，顾燕却说她是给顾青青送东西来的。原来顾燕给顾青青送了2筐果子，1筐桂圆，还有1筐是橘子。这2筐果子顾燕都已经搬到顾青青的屋子外了。大姐，这桂圆和橘子我都替你尝过了，都甜。这些你先吃，你吃完了我再给你送过来。不用了，够了，已经这么多了。大姐，你小时候就爱吃桂圆和橘子，以前爹还在的时候总能买点回来给我们吃，后来我们去了楚家，就再也没有吃过这些了。那年你生辰，你说你想吃桂圆，可我却只能去山里给你摘一把野果子。顾青青还记得那年顾燕为了给她摘野果子，把手给摔伤了。哼，当年我给你摘的野果子明明是酸的，你却骗我和桂圆一样甜，还把那一把酸的不行的野果子全部都吃了下去。大姐，那野果子明明不好吃。可是你给大姐摘的果子，我就觉得是甜的。顾青青的这句话让顾燕愣住了，却同时也让顾燕在心里打定了主意，以后等她有了银子，她一定要把她大姐最爱吃的果子给她吃个够。顾燕送了果子之后，天太黑也没久坐，顾燕就走了。刚刚她二弟送来的果子，顾青青一样挑了一些给梁氏他们送过去。徐行回来，顾青青正坐在那儿吃着果子。青青，这些都是你买的？不是我买的，是二弟送过来的。相公，你尝尝。吃橘子剥下来的皮，顾青青没有扔掉，全部把它们收起来。青青，这橘子皮你拿来做什么呀？相公，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橘子皮晒干了可入药，我把这橘子皮放在咱们烤火的炉子旁边，烘烤个2-3天，也就能去掉水分，烤干了，保存起来就可以入药。顾青青一边烤着火，一边去看徐行。相公，我有一件事情想和你说一下。徐行看向小媳妇儿，我想买一辆马车，你看怎么样？反正我们现在手中的银子也充裕，买一辆马车，我们不管去镇上还是回来，都可以坐马车去，也方便。你觉得呢？青青，这事儿你做决定就行了。这么说，你同意了？青青，你既然想买一辆马车，那我有空的时候会去镇上的马市去看看的。不如改天我们一起去看看。那个地方不是什么好地方，我去就行了。
马市怎么就不是好地方了？又不是青楼。镇上的马市乱，那边不仅人牙子多，有赌坊，也是乞丐和混混最多的地方。还有什么？还有那个地方不方便，听话啊，别去了，我去就行。是吗？你可以去问娘和二哥。相公，反正到时候我就是要跟你去，我们就去买了马车就走，有你在肯定不会有事的。可是不管顾青青怎么说，徐行却始终并不松口答应让顾青青也去马市那边去。徐行油盐不进，顾青青也只得作罢。2天后，不仅镇上的铺子被全部打扫收拾干净，就连村里顾青青和徐行夫妻2人建的新房也全部都建好了。10来间的屋子的大砖瓦房修得整整齐齐，不仅宽敞还大。房子修了高大的围墙，将四周全部围起来。村里人见了顾青青他们新修的房子，都在议论纷纷。议论的最多的就是不知道顾青青他们夫妻2人是在哪儿弄来这么多银子，竟然能建这么好的新房住。顾青青和徐行夫妻2人，一个病秧子，一个更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小妇人，不由得私下有人开始怀疑这2人挣的银子来路不正。新房建好了，接下来就是搬过去新房那边住。顾青青今天就打算去镇上置办一些吃的用的东西，既然是搬去新屋子住，顾青青打算全部都换新的。那张氏上次在顾青青那儿没讨着好，今天又跑到她婆母跟前去提那事儿。哼，老大媳妇儿，当初是你们怕老三夫妻2个人拖累你们，迫不及待要把他们夫妻2个人给分出去，还说养爹养娘没有道理，连自己兄弟也要养。现如今那房子是老三夫妻2个人自己赚银子建的，再说如今那都已经分家了吧，你们夫妻2个人有什么理由一家人都搬去你三弟他们夫妻2人新建的房子里去住？这早知道当初就不闹着分家了。现在倒是好，四弟发达了，他半分便宜捞不着就罢了，如今老三夫妻2个人建了新房，他也半点都沾不到好处。张氏气得咽不下这口气，在梁氏跟前没讨到好，张氏又打算再去顾青青的身上去下功夫。今天顾青青去镇上忙了1天，七七八八的买了些用的东西去新建好的房子那边。张氏今天也去了顾青青他们新建的屋子里四处打量着。弟妹啊，你和三弟新建的这新房可真大呀，真宽敞。不等顾青青说话，张氏又笑出来。弟妹啊，你说你和老三夫妻2个人，那就2个人嘛，这么多间屋子，你们哪住得完嘛？这么好的房子空着的话，倒是怪可惜的嘛。大嫂，能不能住得完，就不劳大嫂你费心了。弟妹啊，你看你说的，我是你嫂子嘛，俗话说长嫂如母，嫂子不替你费心，那谁替你费心嘛？我真是见过脸皮厚的，没见过脸皮厚成这样的。弟妹，不妨就让嫂子和你大哥也一起搬过来住嘛，我们也不住多了，就住3间屋子就够了。弟妹，这10来间的屋子，我和你大哥住个3间，你和三弟不是还剩一大半呢吗？又不耽搁你啥，弟妹，你说是吧？大嫂，行了，这屋子除了爹娘，旁的人可休想来沾染半分。顾青青这话一说完，张氏的脸色瞬间就黑得比锅底还难看。顾青青也懒得管那个张氏，直接去忙别的去了，留下张氏一个人站在原地，气得鼻孔都快冒烟了。忙了几天，新房这边也基本把该置办的东西都置办齐全了。顾青青和徐行2人商量后，决定明天就搬过去。村里头盖房子都要开席面，梁氏来问顾青青和徐行开席面的事儿。娘，依我看，与其在村里开席面，倒不如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吃上一顿，一家人热热闹闹的聚一下，岂不是更好？你觉得呢？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啊。那行，
那咱们就一大家人热热闹闹的吃上一顿，这也好。顾青青这次建的房子多，其实也考虑到梁氏他们。梁氏他们是徐行的爹和娘，有多余的房子，梁氏他们到时候要是想过来住也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家里的房子分家的时候，顾青青和徐行夫妻二人分到的这3间屋子，顾青青打算搬出去后就把现在他们住的这3间屋子拿去给二哥徐明轩2个人分。那娘去把老五叫过来，问问他的意思。你二哥不在，改天让老三去鸿运楼给他说说去。梁氏很快就把徐明轩给叫了过来。听了梁氏的话，娘，这3间屋子还是都给二哥住吧，我不要。老五啊，娘是这么想的，要不给你二哥2间，再给你1间。当初你二哥为了我们徐家主动卖身去了宋府那么多年，我们徐家对他亏欠太多了，这屋子就给你二哥2间，你看怎么样？嗨，娘，你就是把这3间屋子都给二哥，我也不会说啥的。二哥的心是因为当初他卖身去宋府的事，这才耽搁了多年。现在要是把三哥他们住的这3间屋子都给了二哥，也好让二哥早点给我找一个二嫂回来。娘，你说对吧？老三媳妇儿，你的意思呢？娘，既然五弟都这么说了，那就按照五弟说的做吧。嘿嘿，娘，我现在还年轻，不着急找媳妇。哼，就你还年轻呢，你大哥在你这个时候都已经娶上你大嫂了。哎，别，娘，真要是娶个大嫂那样的媳妇，你儿子我还是宁愿继续单着吧。徐明轩一副避之不及的模样，不由得让顾青青在旁边都忍不住一阵偷笑。梁氏虽然是黑着脸，倒也没有再说别的。明天就要搬新家了，简单收拾了一番，差不多将需要的带走的东西都收拾妥当，剩下不需要的就留给二哥。